苏月瑶趴在水潭边大声地咳嗽着。等到苏月瑶反应过来的时候，头脑疼得差点晕倒，只好悲催地知道她穿越了。原身还是刚刚摔下了悬崖的，这和她刚刚飞机颠簸有关系吗？她所坐的飞机难道也是坠机的？要是穿越到大富大贵的家庭，父母疼爱的家庭也行，关键是这原主之前简直不做人呐！原主已经被逐出家门了，无家可归的状态已经身无分文。对了，穿越不都是有金手指的吗？系统的吗？再不济还有个空间呀！系统！苏月瑶喊了几遍，发现无人回答。她要不要直接跳下这水潭？不知道能不能穿越回去。她不会游泳，小的时候她落过水，她对水其实一直都有着恐惧感，所以跳下去她怕是没有勇气。算了，既然穿越到这世界，还是先活下去再说其他的吧。苏月瑶整整的在山林里走了一天，脚都磨出了血，整个人狼狈极了。山脚下，千寻，今日来的女子你可有看中的？女子问道。姐姐他们知道我被退婚过吗？千寻，杨府城离凤都有200多里路，更何况这里还是杨府下面的一个县城，不会有人知道的。再说义县的县令是我们姨母，不会有人欺负你的。你要是再不嫁人，嫡父可会把你嫁给郑家女婿了。郑小女婿把你名声搞坏，让谢家退了你的亲。要不是我当即告诉母亲带你来义县避下风头，你现在说不定已经嫁给郑小女婿了。郑小女婿呀，不是良配，后院抬进抬出来的男子每天都有。姐姐没有能力，只能给你找一个普通的妻主了。姐姐已经很好了，我的婚事你做主吧。这世道女子稀少珍贵，男子想要嫁给心仪的女子几乎很难。行，我回头再和姨母商量一下，就把你的婚事定下来。这几日他弟弟从得知被退亲后，整个人都垂头丧气的，他不能让唯一的弟弟出事。这边的苏月瑶扶着树枝摇摇晃晃地往前走着，他感觉他快要到极限了，前面还是没有任何的人家。难道他刚穿越过来就要死了吗？眼前的景色在他眼前慢慢的变黑，脚下一滑，砰的一下他直接滚了下去。好在斜坡不是很陡，苏月瑶停了下来的时候，嘴里发出了一声闷哼声。这细小的声音惊动了山脚下谈话的杨家两人。杨家洛直接拿起马上的弓箭，想要往发出声音的树林里射去。躺在地上的苏月瑶忍着坐起身来，她现在全身都要疼死了，真是惨不忍睹啊！由于位置问题，杨千寻隐约地看到苏月瑶下意识地往前走了几步，但是杨家洛并未看到。苏月瑶发出的动静，还以为是只猎物，准备拉箭射了过去。姐姐不要！杨千寻大声地喊道，只是晚了一步，箭已经射了过去。杨千寻朝着苏月瑶扑了过去，箭擦着苏月瑶胳膊上的布料，射进了旁边的树林中。杨家洛吓了一跳，他跑了过去。外面的众人听见这边的动静，也立马赶了过来。被杨千寻扑倒的苏月瑶更是脑子还没有反应，人已经晕了过去。千寻，你没事吧？还不赶紧起来！要是让人看着千寻和这名女子的行为，名声算是毁了，以后怎么嫁个好妻主啊？杨千寻刚准备起来，旁边就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哎，这女子不是苏家的大女儿苏月瑶吗？杨公子怎么刚刚还抱着人家？苏家的苏月瑶可是县里有名的霸女啊，听说已经被苏家除名了，是因为赌博输了家中的铺子。杨家洛听见众人的话，脸色一白，立马想要解释：我弟弟是为了救姐姐。杨千寻立马拉住杨家洛，示意他不要再说了。本朝法规，如果有人伤害女子，男子被发现都是要关禁闭受刑的，严重的也更是会连累家族。如果是女子伤害女子，也要受罚，危害其生命会罚入女楼的。
姐姐刚刚射了箭，即使是无意，也是往苏月瑶身上射的。如果被这里的人知道，怕是说不清楚了。即使不怪他们，县令是他们的姨母，放大说是他们姨母包庇，怕是会连累姨母。苏月瑶这状况怕是出了问题。杨女君，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其中县伯大人家的女子走了过来问道：我们也不清楚，我们一直在这打猎，听见动静走了过来，看见苏女君快要晕倒了，我弟弟下意识伸手扶了一把。杨家洛反应过来，立马说道：启程把苏月瑶送回县城医治吧。好的，李女君。众人看着地上的苏月瑶，撇了撇嘴。这种恶人，要不是身为女子，他们都不想救了，真是晦气。这杨家姐弟两人刚刚来到县城没2天，就救了苏月瑶，让人有些耐人寻味啊。刚刚杨公子是真的只是扶了苏月瑶吗？刚刚第一个过来的女子有些好奇的又看了眼杨千寻，她明明看着两人刚刚抱在一起的。杨家洛感受到周围人的变化，下意识地站在他弟弟身前，挡住他们的视线。到了县城，众人都不想管苏月瑶，都直接离开了，只剩下县伯之女李和和杨家姐弟。杨女君，这苏月瑶既是你们发现了，就由你们收留治疗吧，我还有事就先告辞了。姐姐，带着苏女君先回家吧，再派人去请大夫。千寻，你……姐姐，我没事。要是这位苏女君有事，我们怕是有了麻烦。之后，车夫驾着马车回到了他们在逸贤的住处。他没事儿，就是些皮外伤，用些药膏就好了。内伤不重，喝几副药。多谢大夫。这名女子怕是不好相处，是有名的恶女。她懊恼啊，刚刚为何要射出那一箭？之后杨家洛给苏月瑶简单擦洗了身子，又上了药。当看到苏月瑶心口的手工纱的时候，杨家洛都有些震惊了。她不是恶女纨绔吗？怎么会是完璧之身呢？这个世界男女都有手工纱，女子在心口的位置一般人是发现不了，男子在手臂上，因为女子稀少，所以女子的手工纱很少有人在意。还有就是女子稀少，所以朝廷是严禁女子买卖的，是没有女婢的。女子家里的都是自小选定陪侍的男子伺候女子，这些陪侍的男子等女子年满16岁娶夫后，由主夫抬为夫士伺候女子。陪侍自小陪着女子长大，有些感情会比较深。为了维护未来主夫，一般都是喝过绝嗣汤药，不准有孩子的。一方面怕女子和陪侍感情太好，恃宠而骄，导致女子冷落未来的主君。杨家洛帮苏月瑶收拾好后，吩咐下人守在门口，人醒了立马通知他，就去了杨千寻的院子。千寻，姐姐有事要和你说。姐姐还没有用膳吧？先坐下用膳吧。你们都下去。弟弟，那名苏女君还是完璧之身。那名女子看着有17、18了吧，竟是完璧之身。一般家庭的陪侍都是有好几个的，很多女子在成婚前几乎都是和陪侍在一起的。难道是苏家没有给她安排陪侍？弟弟，你说这苏女君还是完璧，又被逐出了家门，要不让她嫁给你，姐姐给你出你娶她的聘礼。姐姐，现在女子哪个愿意嫁人的？嫁人之后成为男方的人，可算是有奇耻大辱的。大户人家大都是让自家女子多多娶夫，好更能给家族带来利益。男子都是嫁出去笼络其他人。男子当政的时候还有女子嫁人，但随着每年女子越来越少，女皇执政，慢慢的这世间几乎没有女子是嫁人的。即使再穷的女子也不会，因为一直有等着嫁人的男子，除非在凤都那些百年世家里位高权重的人家，会有小门户的女子嫁过去。千寻，这不是特殊情况吗？你没看着苏女君多受人嫌弃？我去县衙一趟，问问姨母。杨家洛越想越觉得可以，他弟弟长得绝色，如果让苏女君嫁给他，以后他在后院的主夫位置算是稳了。杨千寻看着自家姐姐风风火火的走了，心里有些无奈。对于他来说，如果不嫁给心意相通的女子，嫁给谁都是一样的。
姐姐一直劝她放下谢家女君，其实她心里明白，她并不喜欢谢家的女君，但是她也不敢表现出来。如果让谢家女君知道了，她以后在后院的日子会很难过，会让姐姐操心她。自从父君离世，姐姐在她身上已经浪费太多的时间了，能来义县把自己嫁出去，让姐姐安心也就够了。姐姐有才学，少了她在后面拖着，得到母亲的重视，姐姐以后会过得很好。洛儿，你来得真好。今日我听说你们救了苏家的大女儿苏月瑶，可是真的？姨母，当时是我和千寻在说话，由于树木遮挡，我以为是猎物，就向着他的方向射了一箭。千寻为了救他，拉着他躲开了箭。我走过去看到的时候，他已经晕过去了。没人看到你射的那一箭吧？没有人看见。苏月瑶算是县城的名人了，每日偷鸡摸狗的一个女子，整天混进赌房和青楼那些阿扎地。苏家家主虽说也不是很好，但是他娶的几位夫郎也算是县城的几家富户，把生意做得很好。县衙已经有苏家主备案和苏月瑶逐出家门的文书。寻儿是否真的碰了苏月瑶？姨母，那是千寻为了救他才。还有姨母，我刚刚给他换衣服时，发现苏女君是完璧之身，手工纱还在。什么？她还是完璧之身？千真万确的姨母，千寻的事情你也是知道的，凤都闹得很大，我母亲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千寻的文书我已经拿过来了，苏月瑶不管之前如何，就冲着她完璧之身这条，可否让她嫁给千寻？她一个纨绔还好赌，脾性更是差得很，会甘愿嫁人。再说她即使嫁给寻儿，婚后生活能好好对寻儿，她不是良配呀。姨母，您现在是一县县令，有您监督，想来她不会放肆。今日也有其他家的女君看到了千寻碰她的行为，如果苏女君不考虑，千寻怕是更难寻得合适的妻主了。此事我们还要再商量一番。苏月瑶可醒了？还没有醒，有外伤和内伤，需要养几日。等她醒了，你看看她的秉性，切记不能让她得知你射的那箭，不然怕是有麻烦了。我知道的，姨母，那我先回去了。有任何事情派人过来通知我。好的，姨母。这边苏月瑶醒来，发现自己在一个古香的屋子里。她坐起身，发现自己的衣服已经被换去，被树枝刮破的地方也都上了药，连脚上的伤也都处理过了。她当时记得是有一支箭射了过去，一个白影又把自己扑了过去。之后发生了什么？看着环境，自己是100%的穿越了。突然房门被打开了，苏月瑶看见一个清秀男子端着脸盆走了过来。苏女君，你醒了，你脚上有伤，先不要下床。你是谁？这里是哪里？苏女君先休息会儿，奴这去请主子过来。男子直接走了。看着男子离开，有些无奈，能不能先告诉他救他的主家是谁啊？还有能不能让他先吃些东西啊？他快要饿死了。只见一个容貌秀丽的女子走了进来，身形挺拔，眉目如画，眼神中带着些许的审视意味。两人都静静地看着对方，谁都没有先说话。杨家洛看着眼前的苏月瑶，心里一喜，看着眼前镇静的人儿，他怎么也不觉得她像是其他人口中所说的那样不堪。仔细看着她的容貌，发现她似乎长得也不错。苏女君醒了，可否有其他地方不舒服？多谢这位女君相救，不知道女君是……苏月瑶站起身，对着杨家洛行了一礼，问道：我是凤都人士，来义县办些事情，我姓杨，苏女君脚上有伤，不必多礼，可以先坐下。多谢杨女君。杨家洛看着不卑不亢的苏月瑶，不知道如何开口说他弟弟的事情。他以为他过来见到的苏月瑶是蛮横无理，甚至看到他的条件后会耍无赖要些好处等等的情况。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他会如此的震惊。他有一瞬间感觉之前传苏月瑶的传闻没有一句是真的。苏女君和外面传言相差很大呀。杨女君大概也知道了，我已经被苏家除名，又遭遇了摔下山崖，大概
是经历了生死，怕是想开了很多，不想像以前那么混账了吧。苏女君现在的境地我大概是了解的，不知道你可还记得晕倒前发生的事情？我记得我晕倒前有一道白影闪过，那是我弟弟在你晕倒前扶住你了。哦，那多谢杨女君的弟弟了。苏女君大概也知道了自己的处境，当时有人看到我弟弟抱了你，你打算如何？当时的情况也算是情有可原，如果给令弟造成了困扰，我很是抱歉。苏女君应该还没有娶夫，不如嫁给我弟弟如何？杨女君，你知道我的名声，还敢让你弟弟娶了我？再说，现在的女子哪有嫁人的？我感觉你并不像是外面所说的那样。再说，你的名声在外很差，县城是没有哪家的公子愿意嫁给你，所以才想让你嫁给我弟弟。杨女君，这是奔着我名声不好，想要逼迫我嫁人。但是我在山脚下晕倒时，可是看见有一支箭射了过来，是杨女君所射的。杨女君是凤都人士，想必大户人家出身吧？令弟想来也是翩翩公子，你让我嫁给他，想来你弟弟在京城有些事情，类似男子名节问题，才不得已来到了这小小的义县，找个合适的人娶了你弟弟吧。杨女君，你说如果我去县衙告你们故意伤害女子，你说县令大人如何判？这人就听了自己说的几句话就能判定出来这么多，怕是以后大有所为啊。之前他有些担心他弟弟和他在一起会不会过不好，但是现在觉得他配得上他弟弟。苏女君，你说对了一些，但是你的名声摆在那里，而且义县的县令和我有关系，如果你去告，证据和证人你怕是找不到的。怪不得杨女君敢让你弟弟娶了我，原来是背后有撑腰的人啊。你们有人确实我无力反驳，但是你就不怕你弟弟娶了我之后受委屈？男子一旦嫁人，不得妻主喜欢，他是在后院的日子很难过的。你姐姐，我来和苏女君说吧。一声清冷的声音传进屋子，只见一袭白衣男子走了进来。苏月瑶抬头看向男子，眼前一亮。男子面容俊美，身材修长，皮肤白皙如玉，他的眼睛明亮清澈，带着一股坚定，又仿佛可以洞察人心。高耸的鼻梁，弯弯的眉毛和那饱满立体的嘴唇，妥妥的俊俏美公子啊。要是娶了他也不是不可以，甚至嫁给他也不亏呀。他感受到女子炙热的眼神，但这眼神并没有让他感觉到不适。他知道她的样貌很出众，大多数女子看她的眼神都会让他感觉厌恶，这位苏女君还是第一次让他没有这种感觉。苏女君杨女君说了什么？苏女君，这是我弟弟，既然我弟弟来了，我在外面，你们两个说吧。见过苏女君，苏女君不愿嫁我，何人娶了我？自从女子执政以来，女子越来越娇贵，她们自小被父母宠着，身边更是跟着无数的陪侍，和男子相处哪里会不自然？这苏女君当真和其他女子不同？苏女君需要想想吗？何愿娶我？那个，我名声不是很好，你长得这么俊美，嫁给我不觉得亏吗？再说我现在可是身无分文的，还被家族赶了出来的。我在凤都被人退过亲，在山脚下你晕倒前抱了你，我也必须在义城成婚。目前你是唯一的选择。这谁瞎了眼推了你的亲啊？真没眼光。苏月瑶小声地嘀咕道，她自从退亲以来，世人都以是她不守难得，甚至家族里的弟弟们也以她为耻，连累他们的名声，让他们不好嫁人。郑小女君的纠缠更让大家都觉得是因为她的面容俊美故意勾引，这还是她第一次听到除姐姐以外的人这么维护她，是觉得退亲的谢家女君没有眼光。此时的杨千寻觉得嫁给眼前的女子并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甚至有一丝的欢喜。她能说出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能说明她不介意她退过亲，会好好和她过日子？苏女君，何愿娶了我？你要是能接受我现在的名声，
我愿意娶你。这么俊美的男子想要嫁给他，他拒绝才傻呢。我的嫁妆都在姐姐那里，她会和苏女君说的。我先告退了。外面听到对话的杨家洛看着弟弟面带笑容的神情，就知道没问题了。成亲的事情麻烦姐姐准备了。苏女君对我弟弟还满意不？准备什么时候迎娶呢？很满意，什么时候可以？苏月瑶还想说什么的时候，肚子突然传来咕咕叫的声音，在整个屋子里格外显眼。呀，怪我太心急了，忘记苏女君刚刚醒来，需要用膳呢。来人，快把膳食端进来。好的，主子。门口的下人立马去准备了。苏女君身子还没有好，先养几天。你和我弟弟的婚事啊，不差这2天。好的，杨女君。杨家洛离开后，苏月瑶尴尬地瘫坐在了凳子上。苏女君膳食已经准备好了，奴可以进来吗？进来吧，他都饿了1天1夜了。苏月瑶看着下人依次把饭菜端了进来，两眼一亮，哇哦，这里的美食看着不错呀。算了，先吃饱饭再说吧。你们2个是杨公子的人？是的，苏女君，奴们自小跟着公子的，是公子让奴们来伺候苏女君的。我不喜欢人伺候，你们回到杨公子身边吧，每次送上膳食就行。他刚刚吃饭的时候想了下，这个时代的女子很是娇贵，日常穿衣用膳都是有人伺候的。只是他刚来到这个世界，确实是有些不适应。原主之前身边也是有陪侍的，小时候原主父亲留下来的陪侍都被继父以各种理由给打发出去了，之后的陪侍都是他的继父安排的，各种挑唆原主做一些事情，一心是让原主被所有人给厌恶了。好在他被赶了出来，不用面对那些令人恶心的陪侍，不然他怕是吃不下饭了。把这些收拾干净，我要休息一会儿。奴们先退下了。苏月瑶躺在床上，两眼看着房梁，在想下面要如何过。刚刚伺候苏月瑶的2个下人此刻正跪在地上。他不让你们伺候，只说了不喜欢人在一旁伺候，连膳食都是自己用的，不用你们布菜。是的，公子，请公子责罚。是奴们没用。苏月瑶自小在苏家长大，想来身边一直有陪侍伺候的，怎么突然不喜欢人伺候了？难道他掉下悬崖有隐情，不相信任何人了？跪在地上的2人身子有些发抖，他们很怕公子因为伺候不好苏女君而被发卖了。春日，你们2个继续守在苏女君房前，按照她的要求去做。好的，公子。他本来想躺在床上想想接下来怎么生活的，没想到想着想着就睡了过去。苏女君在想什么？吓死我了，你进来就没有声音的吗？还有，女子的房间你不应该敲门的吗？我可是敲了好几下，苏女君一直没有回答。我以为你出了什么事情，一时心急才进来的。苏女君，见谅。杨公子可有什么事情？苏女君脚上的伤要换药了，我来帮你。他姐姐刚刚来说，他和苏月瑶的婚书已经让小姨办好了，过2日等苏月瑶脚上的伤养好就会上门，所以这2日让他好好和苏女君相处。伤口已经好很多了，我自己来就好，不麻烦杨公子。让一个绝世大帅哥给自己的脚丫子上药，这画面太美了。他不敢想，想想又有些刺激，还有一些羞愧。苏女君姐姐已经把我们的婚书让姨母心里给办好了，过2日姨母会把我的嫁妆交给你，嫁衣姨母和姐姐都会准备好，我们就要成亲了。你是不喜欢我碰你吗？女子金贵，不管男子在外如何，在家也是要伺候好妻主的。他和她过了婚书，就算是夫妻了。婚书已经办好了吗？还有，县令大人是你姨母啊？是的，今日你答应过要娶我的，姐姐就直接找姨母去办了。户籍文书过2日小姨会亲自交给你的。苏月瑶嘴角微抽，这么快吗？他们是怕他跑了吗？女子娶夫都是女子的母亲上衙门递交婚书的，他还没有反应，1个下午的时间
男方就已经给办好了，真是有人好办事儿啊！太快了，有没有？给你的聘礼我还没有准备，你不能晚点吗？虽然现在女子娶夫很少有给聘礼的，大多都是女子给男子绣一件物品。如果女子真是男子，也会给一些聘礼，这样会让男子家族很有面子。我不用苏女君给什么聘礼，苏女君只给我绣个荷包就好。那个，这样是不是委屈你了？还有，我的女红很差劲，怕是绣不好一个荷包的。原主被继父给各种洗脑，说是女子都是让男子伺候侍奉的，学那些没有用处。原主几乎什么都没有学，就知道和那些个陪侍天天惹是生非。他一个现代人的灵魂，怕是也绣不出来一个好看的荷包，毕竟他连十字绣都没有碰过。那没关系，回头我绣一个，你添上2针吧。我会亲自给你准备聘礼的，你不用绣。真的吗？真的。我既然答应娶你，别人有的我会尽量满足你。我还不知道杨公子叫什么，可否告诉我你的名字？我叫杨千寻。是谦谦公子的谦吗？是的，苏女君。你很适合这个字，以后我就叫你谦谦如何？你不是已经开口叫我月瑶了吗？怎么又拘束起来了？他们过了婚书，按道理他是要叫他妻主的，只是他有私心的想，在没有成亲前叫他的名字。名字就是要让人来叫的，我们既然要成亲了，谦谦想如何称呼我都可以。杨千寻看着少女，又听见她不反驳自己叫她的名字，心跳得很快。男子和女子成婚后，只有妻主特别喜爱的郎君才有资格称呼妻主的名字，即使是主君不得妻主喜欢也是不敢的。苏月瑶这么说，是不是意味着他很喜欢他，很满意他，才愿意让他称呼他的名字？那我以后就叫你名字了。好啊，芊芊可否先离开下，我想要起来了。两人离得很近，苏月瑶看到杨千寻的面一点坑坑痕迹都没有，想想以后这样的大美男就是自己的了，美滋滋啊。玉瑶，你是不是不喜欢身边有人伺候啊？算是吧，我现在觉得自己动手其实挺好的。但是如果以后在外，玉瑶，还是让我不才侍奉你的。不才也是男子伺候女子必须的吗？是啊，我们有专门学习如何照顾女子的课业。我之前在京都杨家的时候，有专门师傅教我们族中男子。听大姐姐说，因为今年全国女子生育又下降了，女皇更有打算下发旨意，要求女子多多娶夫，多多生女。不会吧，旨意还没有下吧？我还没有，但是我离开凤都前已经有大臣上奏了，想来也快了。再说现在哪家女子不都是去几方郎君的？女皇陛下的旨意大概是对生女多的家庭有更好的奖励吧。所以一个女子身边有6、7个男子陪着，甚至娶了10几个男子的女子多了去了。苏月瑶内心有一丝的不好的预感，她怎么觉得女皇会下达要求女子必须娶多少郎君呢？玉瑶怎么了？你是怕以后没有郎君嫁给你吗？等你娶了我会帮你再物色其他合适的侧夫或者侍君的。什么？你要帮我选侧夫？男子这么愿意把自己的妻分享出去啊？是啊，我成为玉瑶的主夫，正常情况下侧夫应该是我本家的兄弟会好一些。只是我和2弟、3弟他们当年和谢家定亲了，谢家退了我的心，想来2弟和3弟是要嫁到谢家去的。定亲的都是兄弟几人吗？这要看你情况了，大部分都是如此，有个别的会分开把家中儿郎嫁出去，但是兄弟几人一起嫁一个妻主，在后院里也相对安稳一些。苏月瑶感觉自己要炸裂了，上来就准备这么刺激的吗？玉瑶不用担心了，你这么好，等县里人知道了，怕是我们家的门槛都会被踩破的。大可不必，我现在的名声挺好的，芊芊，目前我只想娶你一人，其他人我慢慢选择我喜欢的，而不是强迫给我的。杨千寻听见这话，眼前一亮。月瑶说的意思是她要自己找喜欢的，那自己是不是就有更多的时间和他相处了，也更有机会让他先生下自己的孩子了？都听月瑶的。今日我脚上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我可以出门逛逛吗？我让下人去把马车套好，玉瑶喝完茶，我陪你一起出门。好，没问题。半个时辰后，坐在马车上的苏月瑶正掀开车帘子，看着两旁的街道，心想：一个县城挺繁华的，街上大部分男子居多，女子很少，有个别女子的也都是身边围着一群的男子，甚至还看到了护卫。想到原主每次出门带着4、5个陪侍，各种偷奸耍滑的，有时候还会调戏路上的小公子，每次原主出来，县城里的商户看见都想要紧闭大门了。玉瑶，我听姐姐说县城有家茶楼，茶点很不错，还有说书故事，咱们去那儿怎么样？可以啊。苏月瑶又想下说道：芊芊，你有手帕吗？我想蒙着脸。你说的和义茶楼，我之前去闹过，那里的人怕是不让我进吧。原主造的孽呀，好好雅致的地方，听说还是县令大人郎君的产业，得亏原主是女子，不是女子怕是坟头都要长草了吧。和义茶楼是姨母主君的产业，他们不会说什么的。而且听姐姐说，姨母他们准备把茶楼送给我当做我的嫁妆，以后也会是月瑶的。什么？那间茶楼以后会是你的？苏月瑶有些吃惊地问道。县令大人的主君好大的手笔啊，县令大人对杨千寻这么好啊。以后是我们的。不用了，他们给你准备的嫁妆你自己管着吧，我不会贪图你的嫁妆的。杨千寻听到这里，直接看向苏月瑶，他可以确定了，此人肯定不再是之前的苏月瑶。之前的苏月瑶可是赌博输了家中的铺子才被赶出来的，这和义茶楼算不上一间最大的，但也是生意很好的铺子。他的眼中也只有惊奇，却没有一丝的贪婪。聘礼回头我会自己想办法，而且以后我们成亲了，我也不会只让你养着我的，我会想办法挣钱的。他确实不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压在任何人的身上，即使他觉得杨千寻对他不错。这里对女子很友好，但是都是建立在生女生子上的。他不想成为生育机器，想想一辈子困在后院不停的生孩子，他怕是会疯的。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你不是苏月瑶，你是谁？芊芊说的是什么意思呀？我不是苏月瑶还能是谁？玉瑶和传言中的人不太相近了，我一时说错了，玉瑶别生气啊。我以前确实很差劲，我以后会好的。以前的传言，芊芊能否摒弃掉？好，确实我也没有见过以前的月瑶，我应该受传言影响，是我的错，我以后不会这样了。没事，人都会有好奇心，我没有生气的。心里松了一口气，这一关总算是过了。公子，茶楼到了。玉瑶，我们下去吧。玉瑶，我们进去吧。好啊。小人和义茶楼掌柜，见过公子苏女君。麻烦掌柜的给我和苏女君准备一间包厢。好，请两位随小人来。杨千寻和苏月瑶进了和义茶楼，外面看热闹的百姓都小声地说道：哎，那位公子是谁？这苏月瑶是找到靠山了？那公子不是义县的人吧？长得这么俊，怎么看上苏月瑶了呢？哼，也不知道这苏月瑶用了什么手段，这公子被骗到手，怕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了。好像是新来的一家，和县令大人有些亲戚关系，在三口巷那处宅子里啊。哎，前2日是不是他们救了苏月瑶啊？外面议论纷纷，一瞬间谣言不停往外传着。公子，主家已经告诉小的们了，以后您和苏女君就是这间茶楼的主人，小人们的卖身契也会转到你们的手里。公子今日过来可有什么吩咐吗？我知道，我只是陪着苏女君逛逛，正常上点茶点即可。好的，公子。玉瑶，想什么呢？没想什么，就是觉得县令大人对你真是好，这么大的茶楼说给你就给你了。姨母主君的母族是阳城府有名的大富户，嫁给我姨母后嫁妆很丰厚，整个阳城府都有铺子，一县有10几间铺子不是问题。我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姨母每年都会给我们送东西，
我们也每年来看我姨母的。那怪不得了，有个疼爱的长辈真好。以后我们生活在一城，姨母也算是你的长辈了。我还是算了吧，县令大人上次还罚了我几板子呢，我看到他怕是会腿软。打得还疼吗？今年年初的事情了吧，打了5板子，休息了几天也就好了。我当时确实挺混账的，挨打是应该的。今日还有说书的，玉瑶，我们吃些茶点，一会儿可以听一听。好啊。没过多久，一个穿着青袍长衫的男子坐到书桌旁，开始讲起当今女皇的人政。苏月瑶本身对这里不算了解，听得津津有味的，还能更多的了解这个时代。玉瑶，尝尝这茶水如何？这是今年的新茶，虽然不如凤都的好，但是在一城已经不错了。尝了一口，又苦又涩的，这算好茶吗？这里的文人雅客最喜的就是品茶、棋艺、书法、琴艺、绘画了。自己想要挣钱，是不是可以往这方面想想？他摔下悬崖找路的时候，好像发现了2、3棵茶树，而且这里面也没有人利用花来制茶。他是不是以后也可以尝试尝试？现代的时候，他兼职卖过茶叶，对制作茶叶还有泡茶都会一点。这里的茶叶也特别的贵，茶叶也只供给达官贵人，平民百姓是很少来茶楼消费的。他还要给杨千寻聘礼，如果自己能制作出比这还好喝的茶叶，是不是能赚些银钱了？给杨千寻亲手之物，他打算画一幅画送给他。大学的时候，他可是专门选修了绘画的课程，虽然不是很出色，想来在这里应该也可以吧。玉瑶，茶水不好喝吗？我让小二再泡一壶送进来。不用，千寻，我问一下，当时你打猎那个山脚下那片山是有主的吗？当然是无主的。玉瑶不知道，朝廷是严格控制卖山的。凤都我们杨家也都只在城外有一个靠山的温泉庄子，但是庄子外面的山也是必须让附近百姓进去的。哦，原来还有这样的要求。凤鸾国适合耕种的面积少，土地大多数都在世家乡绅手里。如果山峰也被人买下，附近的百姓怕是难以生存了。玉瑶，问那座山干什么呀？我想明日进山，有事要干。山里不是很安全，玉瑶，非要去吗？要去的。如果顺利的话，会给你带来大大的惊喜。我陪你一起去吧。好，那我们回去准备一下明日进山的东西。我倒是想知道山里有什么，让玉瑶这么迫不及待了。不出意外，包你满意。苏月瑶和杨千寻出了包厢，刚下到2楼。姐姐，你这几日去哪儿了？我和爹爹一直派人在找你。玉瑶，这位是？这位公子是，我是苏家的2小姐，苏月雅。姐姐你怎？我不是你姐姐，苏月雅，你别乱讲，我已经被苏家除名了。你这么上赶着叫我姐姐，可是对苏家主不满意，公然忤逆他。大小姐怎可这么说2小姐？2小姐也是关心你才问你的。我现在才发现呀，我之前的2位好陪侍，如今也入得了苏2女君的眼了。怪不得当初他们一个个的不愿意让我碰一下呢，原来是苏2女君的人呢。苏月瑶的话音刚落，顿时周围看热闹的人抽了一口气。妹妹抢姐姐房里的陪侍，这说出去名声多难听。这年头男子又不缺，哪家女子会做这种缺德事儿？姐姐你怎可乱说？他们是心甘情愿在你走后跟着我的。姐姐在家中的时候，什么不都是先请着你的吗？他们既然愿意跟着苏2女君也挺好的，那苏2女君怎么不按照他们的喜爱穿衣呢？我记得我在苏家的时候，他们总鼓励我穿些红红绿绿的衣服，说是女子要张扬。对了，特别是妆容要夸张，这样可以让人一下就记住了。不知是谁，突然有人听到这些笑出了声。还有呀，他们还说我身为苏家的大小姐，出门喜欢什么看下什么都可以拿，苏家有的是钱。还有，我最好没事在家里发发脾气，这样母亲就能记得我关心我了。苏2女君怎么不去赌坊呢？他们还说赌坊我们苏家底蕴深。
输了有母亲在，母亲是不会生气的呢。妹妹都是按照他们说的做的吗？我可是问过主君的，他说裴氏说的很对，我按照他们的要求做，母亲就会喜欢我的。苏月瑶眨着那双无辜的大眼睛问道：原来苏月瑶干的那些混账事儿都是裴氏挑唆的呀？这苏家的主君还同意了？看着有点像。你们没发现今日的苏月瑶比平常要好看很多啦？之前脸上恨不得把粉全扑上。哎，你也发现了？刚刚进来的时候我都没认出她是苏月瑶。苏家主君是不是苏月瑶的继父啊？好像是。这难道苏月瑶之前干的事情都是他们挑唆的不成？姐姐，这不都是你喜欢的吗？你这才离家几天，怎么又看上哪家的公子了？能被你看上，想来也不是哪家的公子，不会是青楼出生吧？苏月呀，你是听不懂人话吗？我已经被苏家赶出去了，你姐姐姐姐的叫我都觉得恶心。你身边有5、6个裴氏，我在苏家只有你身后的那2个。正常来说，他们陪着我长大，应该一心一意都在我身上，可是他们对我可全无感情。还有，我身边这位是我即将要娶进门的主君杨公子，我可没有像苏二女君所说的又看上了哪家公子，他可是正经家出身，我以后可是想和杨公子好好过日子的。我现在已经脱离苏家，也不再是从前的苏月瑶了，以前得罪各位的地方还请各位见谅。苏月瑶拉着杨千寻在众人的视线中离开了茶楼。苏月雅咬牙切齿地看着苏月瑶离开，之后恶狠狠地看着之前的苏月瑶裴氏，直接上前扇了2人2巴掌，气轰轰地离开了。只是众人看向他的行为，直接倒抽了一口气，眼神中多了一丝审视。苏月瑶对那2个裴氏不错，他们为何不跟着苏月瑶离开苏家？女子这么稀少珍贵，即使是裴氏也只要清清白白的。那2个裴氏没有跟着苏月瑶走，苏月雅还收了，是不是就证明苏月瑶从未动过他们？那苏月瑶还是在大家没有注意2楼角落的包厢，此刻正有2名公子静静地喝着茶水，听下人在给他们说刚刚的趣事儿。大哥，我怎么感觉苏月瑶变了呢？这说话条理清晰的，一点都不糊涂，直接把裴氏的挑唆说到明面上来了。哈哈，是啊，大公子，你没看到刚才苏女君那表现，衣服和妆容一变啊，奴看着苏大女君比苏二女君的容貌更胜一筹呢。哎，大哥你怎么不说话？看什么呢？陆远景顺着陆远义看着的窗户口看了过去，只见苏月瑶拉着杨千寻的手，笑着给他解释刚刚的情况。苏月瑶看向那位杨公子的眼神很是温柔。呵呵，大哥原来在看苏月瑶啊！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大街上有女子这么温柔地看向一名男子。呵呵，看来不是苏月瑶变好了，是苏月瑶太喜欢这位杨公子。还有大哥，苏月瑶之前的裴氏能到苏月雅身边，是不是证明苏月瑶现在还是完璧之身呢？远景，你说一个女子突然有这么大的变化正常吗？这个确实不知道，也只有苏月瑶自己能知道了。她现在变成这样，难道是想通了变好了？去查查这5、6日苏月瑶发生了什么事情。好的，公子。呵呵，大哥不会看上苏月瑶了吧？我只是好奇她的变化为何如此之快而已。芊芊，刚刚苏月雅诋毁你，你别放到心上，是我连累你了。没事，我只是心疼月瑶在苏家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我没事的。芊芊真好，我以后会好好对你的，绝不让你伤心的。我们去药店买一些驱蚊虫的药材，明天一起去山里好吗？好，前面就是义县最大的陆氏药堂了，我们可以去看看。走吧。陆氏在整个凤鸾国都很出名，凤都陆家的当家主已经是太医院首之位，整个陆家都是医药世家。2位是来看病还是抓药的？我想买一些驱蚊虫的药包，有吗？药包？我们这儿只有驱蚊的药材，女君可以看看。苏月瑶看着驱蚊虫的药材只有艾草、薄荷叶还有丁香，只有这3种的。是的，女君。那算了吧。2人出了药堂，直接上了马车。
玉瑶，感觉认识那3种药材？认识，艾叶、薄荷和丁香。之前夏日做的驱蚊荷包，就是将这3种药材放进去的。是的呢，玉瑶那2个陪侍没有给你做吗？当然没有，而且我感觉只用这3种效果不是很好。回头我想想，研究下能不能整个驱蚊虫效果更好的。苏月瑶在想现代的花露水还有其他的驱蚊药材，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过，具体怎么做倒是没有尝试过。玉瑶真棒，还认识药材呢。之前在一本书上看到过。原主是不认识什么药材的，好像认识的字也不多。这个时代的文字大部分都是繁体字，原主也上过学堂的，只是没有好好学而已。他其实认繁体字也不是很在行，但是比原主强上一点吧。回头他需要把这里的字认全了，他可接受不了文盲啊。翌日，苏月瑶和杨千寻早早起身准备进山，他们带了4个身手好的护卫跟着一起。我们直接进山吧，我们不能进山太深，山庄周围还是很安全的。还有月瑶，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当时为何从山里出来？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吗？杨千寻小心地问道。当时我被赶出了苏家，没有地方去，有人来找我说是苏家给我准备了一处宅子，我就跟着上了马车。之后马车突然失控，我就从上面甩了下来。原主记得当时来找他的人是苏父身边的人，所以他才断定原主摔下悬崖和苏父与苏月牙有关。好在悬崖下面是个水潭，我这才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玉瑶说的没错，玉瑶是个有福之人，以后会更好的。只是玉瑶不想去查到底是谁害了你吗？不用想，就是苏父和苏月雅他们干的。想来那个传信的人也已经找不到了，证据怕是很难收集。即使朝廷有法规，他也定不了他们的罪。等以后有机会吧。你玉瑶以后要小心一些了，他们如果真的想害你，怕是还会出手的。其实我也知道他们怕什么，就是怕我再被认回苏家呗。我母亲自小不喜欢我，之前我一直以为我那个继父是对我好的，事实上也是各种捧杀我，不然我怎么会做出那么多的蠢事儿？脱离苏家对我来说真的挺好的，我不会再回苏家了。如果他们再出手，也不会忍着了。只是可惜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下那些产业了。那部分产业玉瑶想要回来吗？不想了，我母亲一直不喜欢我父亲，迫于家族里的压力才娶了父亲。父亲一心在母亲身上，他的嫁妆想来是愿意给母亲的吧。我的嫁妆都给月瑶，以后我们一起生活，我也会是你的家人。好，以后我们是一家人。这里就是当时我发现你的地方。月瑶，要从这里进山吗？就从这里进山吧，我之前在树下还是树上做了一些记号，我找找看。杨千寻和几个护卫跟在他的身后，也不出声打扰他。几人在山里走了1个时辰，苏月瑶才在一棵树下发现了摆放的几个石头。他气喘吁吁地靠着树上，在想当时他在这里发现了几种野菜，在采摘的时候发现那3棵茶树，当时他还感叹了一声，没想到在山里还能发现野生的绿茶树。昨日尝过这类茶之后，他很是能确定这绿茶树肯定好喝。玉瑶先休息一会儿吧，喝点水吧。好，谢谢你。突然看到右边的一棵树有些眼熟，开心笑道：芊芊，我想起来了。苏月瑶往着那个方向去，又走了没多远，看到了那3棵茶树，不是很高，但是叶子很浓稠。芊芊，我找到了，快把我昨天让你们准备的袋子拿出来，把这3棵树的叶子都摘了。玉瑶，这树叶可以吃？这是茶树，而且味道想来很好。竟然是茶树，这几棵茶树不是很大，几人采摘了半个时辰就完了。苏月瑶预计这些能制作10斤左右茶叶了，回头留下来一些送给县令大人、杨千寻的姐姐，还有他们在凤都的父亲母亲。其他的他可以卖些钱财，给杨千寻当做聘礼吧。苏月瑶又在山里找到了一片金银花、紫苏，还有一些藿香，他都挖了出来。苏月瑶找到一样东西都开心地挖着，
但是他没有发现杨千寻看他的眼神带着很多探究。这真的是苏月瑶吗？一个在苏家不受重视的女子，被继父捧杀着，成天惹是生非，怎么知道茶术的，知道药材的？但是他什么都没有问，因为他现在很喜欢这样的苏月瑶。玉瑶，咱们要赶紧回去了，再晚城门就要关了。玉瑶，要是喜欢上山抽空，我们再来好不好？好，今日收获很足呀，我很开心。走吧，回去吧。玉瑶，你这的药材是打算卖了还是自己处理啊？卖了吧，我只是认识，其实并不会处理药材。离天黑还有一会儿，我们去陆氏药堂把这些药材卖了可好？好，听芊芊的安排。到了陆氏药堂，女君您是抓药还是看诊？我这有一些今日采摘的药材，不知道你们收吗？收到，收到。女君和公子，请随小人来。芊芊，怎么了？没事，咱们进去吧。杨千寻没想到自己刚刚看到苏月瑶对着其他男子露出那样温柔的笑容，心里会有一丝的嫉妒。他不想让苏月瑶对其他男子那样笑。这一刻他知道，他的心已经有了他。他知道不应该嫉妒的，千来年女子都是多夫的，苏月瑶再好，将来也是要再娶其他郎君的，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他要适应才对。可是他有些忍不住啊。药童领着苏月瑶来到一间屋子里。女君稍等，小人去请掌柜的过来。好的，有劳了。女君太客气了，小人这就去。苏月瑶对着拿着药材的护卫说道：你们把药材放到这里吧，你们也去院子歇一歇。好的，女君。4个护卫退出了房门，去到院子里，但是能看出来离房间不远，只要苏月瑶发生事情就能立马护住她。芊芊，你怎么了？我没事的。杨千寻此刻的心情有些乱。芊芊，要是觉得我哪里不好，你可以明确告诉我，我能感受到此刻你并不开心。玉瑶，我只是什么？只是不想你对着其他男子那么笑。杨千寻避不可避地闭上眼睛，轻声说道。之后突然空气安静了，两人都没有说话。芊芊，不想看见我对其他男子笑，是因为喜欢我吗？是吗？我是喜欢你。既然芊芊这么喜欢我了，那我以后就适当不对其他男子那么笑了。芊芊，我对那个药童笑只是打招呼般的，没有其他意思。你这么俊了，我怕是难找到比你更好的，所以芊芊要自信啊。他不是后悔了，不是生气了，不是，他在给他承诺以后不那么对其他男子笑。他夸他俊朗，芊芊喜欢我，我很欢喜。玉瑶，看来苏女君很喜欢自己的主君呐。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会哄男子的女子。我是本店的掌柜。苏女君是要卖一些药材是吗？可否让我看看？可以。我挖了一些金银花、藿香还有紫苏，看下店里收吗？这些品相看上去都不错。金银花30文一斤，藿香和紫苏20文一斤。苏女君可要卖吗？就按照这个价格卖吧。最后，金银花有20斤左右，藿香有个10斤，紫苏有个8斤。金银花650文，藿香200文，紫苏160文，卖了一共1010文，91两银子10文钱。苏月瑶全部要了铜板，笑着走出了陆氏药堂。这还是他穿越过来第一次挣钱，有钱的感觉就是好，虽然不多。公子，膳食已经好了，要端进来吗？端进来吧。玉瑶，我们先用膳吧，忙了一天了，别饿着了。春日把饭菜摆好后就退出了院子。明日我准备做茶叶，第一杯我泡给你喝如何？明日我和你一起。玉瑶喝过这种茶水吗？当然，这种绿茶泡起来口感清香，带着丝丝的甘甜，爽口细腻，比昨日的茶又苦又涩的好太多了。那我可要好好尝尝了。
这剩下的银钱你拿着吧。玉瑶，这何意？你以后就是我的主君了，本来家中也是你的嫁妆维持的，我将来也会找合适的营生，不会让你辛苦的。我虽然现在还没有什么能力让你过上在凤都那样好的日子，但是我能把我拥有的最好的都给你。玉瑶可知，我嫁给你嫁妆就应该归你，男子养着女子是天经地义的，你不必如此。我也不想你辛苦去干什么营生。我知道呀，离开苏家之后，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不靠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要有自保的能力，所以不会再做一个老是待在后院的女子。我想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能明白吗？我明白了，玉瑶喜欢什么就去做，我会支持你的，我只是怕你累着了。我不怕。好了，不说这些了。玉瑶，尝尝这虾的味道如何？那我尝尝。苏月瑶直接夹起来吃了一口，鲜香口感的虾肉，肉质鲜嫩，口感鲜滑，让苏月瑶眼前一亮。古代没有一丝污染的虾，比现代好吃太多了。味道很不错，芊芊也尝一尝。味道还不错。两人在院子里愉快地用着膳食，在院子入口处，杨家罗笑着看着。女君，看着公子和苏女君相处得很不错呢。没想到这几日他们相处的还不错，苏月瑶还能给千寻夹菜，不让他站着伺候，看来是很满意了。翌日起来，苏月瑶就开始收拾茶叶了，整个院子几个下人也都帮着。杨千寻几乎听着苏月瑶的指挥，一步一步地进行着。经过清水洗净，翻炒茶叶，揉搓茶叶，放到筐子里放凉。整个府中的下人几乎都帮忙后，茶叶在2天之后才制作好。苏月瑶亲自泡好了一杯茶水，端给杨千寻。杨千寻喝进嘴里后，慢慢地品着。苏月瑶有一丝紧张地看着喝着茶的杨千寻，这可是他要准备卖茶的第一笔大银子呀。好茶，很好喝。玉瑶，这可是比我在凤都喝的茶水都要好喝。真的吗？你觉得这茶能卖多少银子？这个嘛，什么样的茶水得让千寻都觉得好呢？姐姐，我可要尝一尝了。姐姐，杨女君。杨千寻和苏月瑶立马站起来，想要行礼。都坐吧，自家人没有那么多规矩。这茶水是苏女君找到并制作出来的。杨女君可否尝尝？杨家洛不客气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有些惊喜。他以为他弟弟刚刚的夸奖是给苏月瑶面子，毕竟苏月瑶的名声摆在那里，怎么可能会认识茶树制作茶叶呢？确实是好茶，这茶如果采摘的都是嫩叶，想来味道会更好些。不知道苏女君做出来多少斤这样的茶叶，想要卖是吗？是啊，杨女君，我这次只做出来了11斤茶叶，我准备给县令大人1斤，你1斤，还有你母亲1斤，剩下留2斤给芊芊平常喝，其他的6斤我想卖了。杨千寻听到苏月瑶专门给他留了2斤，心里热乎乎的。月瑶对他是真的好。苏女君这么缺钱的吗？芊芊带来的嫁妆是她的，我并不打算动，我想自己有些固定的收入。苏女君和其他女子不同，会如此想，那这茶叶我会找人给你卖出好价钱的。那就多谢杨女君了。苏女君，这里是千寻的嫁妆，你可以先看一下，如果觉得少可以提出来。你给千寻就好，我既然不打算动，就不想知道。苏女君既然要娶我弟弟了，以后我就称呼你月瑶了。我是千寻姐姐，自父亲离世后，我一直很担心他。千寻是我在这世间最重要的亲人了。这几日我觉得千寻跟着你，想来以后的日子不会差。但是如果哪天你觉得千寻不好，也请你看在这些嫁妆上别蹉跎她，或者告诉我一声，请让我接走她。姐姐。杨千寻含着眼泪看着他，他知道姐姐自从父亲离世后一直担心他，他没想到姐姐心里把什么都考虑了。姐姐所想的事情不会发生，芊芊嫁给我，往后就是我的主君，不管以后如何，她的地位不会变，我们会好好生活。那就好，我知道月瑶不想要千寻的嫁妆，男子嫁育女子，嫁妆自然就是归于女子的。月瑶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心安理得的接受即可。
我娶芊芊就是因为她这个人，而不是为了这些东西。我如今并没有拿出手的东西，但是我以后会努力让芊芊过得好的，即使没有她的嫁妆。玉瑶，你看看吧，你起码也要知道以后咱们家里的产业都有哪些不是。杨千寻此时觉得他的心被填得满满的，他感觉他是这世间最幸福的男子。他的妻主不会贪图他的嫁妆，还在自己姐姐面前表明态度，不管如何他的主君位置不变。这世间女子多薄情，她们只会找对自己最有利的。月瑶说的这些都不会是其他女子会说出来的。他此刻满眼都是他，他想要把他最好的东西都给他。那我看看吧。苏月瑶看到，直接心里大喊一声：好家伙，杨千寻他们这么有钱的吗？他就不应该那么高尚，什么靠男子不行，都到女子稀少的国度了，靠男子也不是不可以呀。他感觉他错过了1个亿。上面写着义县和义茶楼一座，包含茶楼地契、掌柜、账房、下人等；悦来酒楼一座，包含酒楼地契、掌柜、账房、下人等；七路书肆一间，包含书肆地契、书籍、掌柜、笔墨纸砚等；秀丽阁一间，包含布匹衣料、掌柜、下人等；城东铺子2间，2进宅子一座，包含地契、管家、护卫、下人等；凤都前巷口铺子2间，3进宅子一座，白银5000两。月瑶，千寻在凤都的铺子和宅子是临时准备的，所以目前还空置着，等我回去安排好，具体的再加上。这些算是我们比较匆忙准备的，你别嫌弃。苏月瑶此刻心里哭唧唧的，这还是临时准备的，他刚刚说什么大话了吗？这些全部都给他，他直接实现躺平了好吗？还卖什么茶叶嘛？姐姐，你们准备的很好了，很好了。这个月这店铺的收益都会送到千寻这里，义县城东的2间铺子是空着的，月瑶可以想想做什么买卖，其他家的生意都不错，1年保证能够你们生活的。都听姐姐的。地契还有下人卖身契这些，等到千寻和你成亲那天，他会亲自交给你。姨母后日会过来，我们一家人一起吃顿饭，户籍文书姨母会给你，也会把成亲的日子确定了。好的姐姐，我知道了。好了，我都说完了。月瑶，你把要给我和姨母的茶叶给我，我去让姨母尝尝鲜。这份姐姐你们打开喝，让姨父们也都尝尝。好，我先走了。玉瑶怎么了？芊芊，我知道你们不差钱，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们这么富有，这些产业都比上半个苏家了。玉瑶是担心我不给你零花钱吗？那倒是不怕的，早知道你会有这么多嫁妆，提前告诉我，我就不会在你姐姐面前那么说了。天知道他拒绝了什么呀？这些铺子都是姨父他们准备的，我父亲留给我的嫁妆都在凤都，我突然成亲，怕是母亲会很生气。姐姐准备凤都的嫁妆，怕是从她手里出来的。千寻想要回凤都吗？不想了，凤都看似富贵繁华，但是都是有利益纠葛的。我被谢家退了亲，母亲肯定让我嫁给郑家女君的。即使郑家女君虐待男子，很混账，我母亲也会为了家族利益把我嫁过去的。芊芊以后有我其实也不想去凤都那种权贵太多的地方，人生那么短，干嘛不好好享受生活嘛？争来斗去的太累了。是啊，月瑶说的很对，但是有很多人都看不清楚，一生都在争夺权力的路上。但我要谢谢刚刚月瑶那么说，让姐姐更加放心的把我交给你。我很喜欢月瑶说的那些话，那是我听过的最动听的话了。芊芊，我看我以后怕是要靠你养活了。苏月瑶一想到她那些嫁妆，无奈地说道：本身就应该是我养你，我也想要月瑶开开心心的，挣钱的事情就应该交给我们男子。月瑶不要有心理负担，我的就是你的，你安心接受就是了。如果月瑶觉得我经商不好，我可以让姨母给你们在衙门安排一个文职。芊芊对我真好呀，你喜欢干什么都可以，我没意见。他觉得他真的可以躺平了，有俊俊的夫君，家里还有银钱，还有一群人伺候着，
他觉着吃饱就睡，睡醒再吃的日子也挺适合他的。我希望月瑶永远都不要后悔娶了我，我想和月瑶过一生的。杨千寻低头看向自己怀里的苏月瑶，说道：我既然答应要娶你，就永远不会后悔。我也想要好好的和千寻过日子的。月瑶，将来可以给我生个孩子吗？生孩子会不会太早啦？原主才17岁吧，在他的意识里，这里的女子只要同房持下助孕果就比较容易怀上，5个多月就生产了，还是无痛的。生完孩子的女子身体会越来越好，所以这里的女子不排斥生孩子，只是会挑自己喜欢的男子生。但是生孩子容易了，能生下女子的概率就特别的低了。如果一家有一个女子能在第一次怀孕的时候生下女子，或者生下超过2个以上的女子的，会有很多男子想要嫁的。不早了，像月瑶这年纪，很多已经当上母亲了。月瑶是不想给我生吗？我没有不想给你生孩子的，只是我觉得我有些想晚2年再生的。天哪，他说了什么呀？他说他要给杨千寻生孩子，2人目前最亲近的事情也就是牵了手啊。谢谢月瑶，谢谢你。杨千寻听见苏月瑶的话，又看到脸色红润的他，开心的把他搂得更紧了。苏月瑶感受到自己紧紧地贴着杨千寻，她顿时更加有些害羞了。抬头一看，发现杨千寻那双温润眼睛里全是自己，嘴上还带着宠溺的笑容。苏月瑶感觉她要溺死在杨千寻的目光里了。杨千寻看着已经看呆的苏月瑶，心里一喜，头突然的靠近，2人离得越来越近。苏月瑶眼睛睁得大大的，她能清晰地看到杨千寻的眼睫毛，那么长，还有些翘，配着深棕色的眼眸。突然，她感觉自己嘴唇传来触感，头脑一片空白。月瑶，闭上眼睛。苏月瑶下意识地闭上眼睛，杨千寻再次亲了上来，充满着柔情，细细的在她唇上粘转着。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了，仿佛时间静止了一般。她的清香，她的柔软，直到苏月瑶快要喘不上气了，杨千寻才把嘴唇移开。苏月瑶大口大口的喘息。好甜啊，我好喜欢。月瑶真是让我着迷，但月瑶下次记得要换气呢。月瑶连亲吻都不会，她之前的陪侍是不是没有亲过她？她是不是第一个亲她的人呢？一想到这种可能，杨千寻眼中的爱意又更浓了一些。他也是第一次这么梦浪对一个女子，如果这人是苏月瑶的话，他真的很开心，也很心动。他也学过房中术，也知道如何做能让女子喜欢。他没有想到和自己喜欢的女子发生如此亲密，会是这么心动欢喜的感觉。就这样，2人抱了很久，直到春日出现，2人才分开。苏女君，公子，门外来了几个媒公，想要给苏女君做媒的。什么？给我说媒的？春日低着头一动不动的。眼前的公子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公子吗？他冷清孤傲的公子去哪里了？还有，公子和苏女君能这么恩爱，他心里还是很开心了。只是他们2人把他晾在这里，他要不先退下？公子反应过来，会不会生气呀？请媒公们先在前厅等候吧，我和女君一会儿就过去。好的，公子，奴先告退了。玉瑶，我们一起去见见媒公可好？哎，你说要去见媒公，真让他们给我说媒啊？你不吃醋吗？玉瑶女子如此需要，你不可能只有我一个人的。而且那日在茶楼你说的话，再聪明的家族都能想到你还是完璧之身。你又受身边陪侍和继父的挑拨做出那些错事，想来也会有一部分人想要嫁给你的。但是我一个被赶出家门的人，名声这么差，他们图什么嫁给我呀？难道图我穷吗？图我名声差？图我的完璧之身？玉瑶，我想他们图你完璧之身这点应该是有很多的。但是他们又不能确定，不是吗？女子的手工纱可是在胸口的，也只有亲近之人才知道。再说，这里女子自小有陪侍在身边，除了世家大族的女子，联姻的男子有位高权重的，才会把清白之身留给主君。女子越来越少，
地位越来越高，男子能找到合适的妻主就已经不容易，哪会要求那么多？想来这些家族都是一线小商户多一些，对他们来说顶多大一个儿子而已。他们不会知道你和县令大人的关系了吧？看在你的身份上才送上门的。于瑶很聪明，就那么明白其中的关键了。苏家我不知道于瑶和他们到底如何，但是想要在义城站稳脚跟，不怕苏家对付我们，最好最快捷的办法就是于瑶你多去几方策军或者弑君了。我们不能事事麻烦姨母他们，所以于瑶你能明白吗？别人穿越都是带着高深的武功，带着双绝的医术，有空间有系统，想要谁死直接杀了化尸水一道，完美。可惜他什么都没有。于瑶，我们先去见见湄公都介绍的那些公子，你可以从里面选出来喜欢的，如果都不喜欢我们就不娶，好不好？芊芊，你真的太好了。其实你不用这么好的，我是你的妻，你的枕边人，你可以私心一些的。于瑶，在我看来月瑶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你告知我你坠落山崖的事情，我不想这样危险的事情再次发生，我只想要你开心的活着，做你想做的事情。比起你的安危，你多娶些郎君并没有什么。芊芊，不怕我从中看上其他人吗？不怕，玉瑶已经在姐姐面前承诺过了，而且我相信玉瑶对我说过的话并不是哄骗我的。走吧，我们要去前厅看看这湄公会给玉瑶介绍什么样的公子了。其实我也挺好奇的，我身为主君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呢。两人到达前厅，看见屋里坐着的7、8个湄公，眼儿都直了。他们还以为只有2、3个湄公呢，看来月瑶还是很吃香的。哟，苏女君过来了。哎，我是城东的李湄公，我呀是专门来替钱家公子说媒的。苏女君，我是替赵家公子来的。哎，我是给周家公子来说媒的。你们都有画像吗？我比较挑剔的，如果没有我的主君长得好看，那就不用说了。哎呀，苏女君，你这要求能不能降低点啊？这位公子绝色的样貌，在咱们义县怕是很难有比这更好的啦。是啊是啊，除了颐堂阁的星辰公子还能比一比，义县怕是找不到第二人啦。切，青楼楚馆的公子怎么能在这里说呀？哎，苏女君，我给你介绍的钱家公子就不错。钱家可是许诺，钱公子的嫁妆有5间铺子呢。切，李湄公，你说的才5间铺子，周家可以陪嫁5000两银子。苏女君，赵家公子也陪嫁，还有……苏月瑶皱眉听着这些话，这怎么听怎么感觉就是在卖男人呢？谁给的多，他就会娶了谁一样。也不知道现代的古代是否也是这样买卖女子的。各位停下来，我觉得你们说的我现在不想考虑，不打算再娶，所以各位可以先离开了。苏女君，身为女子娶几房侧君都是正常的，如果你觉得周家公子不好，他也可以当侍君的。哎，苏女君，钱家可是陪嫁铺子的呀，银钱还可以再商量。不用了，多谢各位，目前我不考虑。春日送客，直接拉着杨千寻离开了。一直走到后院的院子中，苏月瑶才停了下来，有些无奈地看着杨千寻。玉瑶怎么了？他们说的条件个别其实还是可以的。我只是感觉有种买卖的感觉，那些要嫁给我的公子就这样被家人送过来的无力感，我们并不认识不是吗？如果他们驾驭我，以后我不喜欢他们，他们也只能孤单的在后院一处院子过活，甚至我虐待他们，他们也不能反抗。他们还要把嫁妆银钱都给我，还要出门挣钱供养我，看我面子生活一辈子，这样的感觉让我有些难受。玉瑶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只知道有多少男子找不到妻主，每年有多少男子被迫从军，甚至变成奴更惨的流落青楼。他们能驾驭你，也算是一种好事了。玉瑶想要在义县站稳脚跟，这是最快的方式了。我知道的，但是我喜欢找我喜欢的，而不是为了这些因素娶一个不喜欢的男子进门。那我们就慢慢找，即使没有这些姻亲，我也有能力保护好你的。芊芊，谢谢你。玉瑶，怎么样都可以，
也请你以后不要和我说谢谢，我只是想你好好的。他下意识地踮起脚尖，直接亲了上去。杨千寻感受到嘴唇的柔软，眼中带着惊喜，慢慢的、轻轻地回应了他。杨千寻感受到怀里的人回应吻得更加有力，带着一丝的急切。苏月瑶感觉自己口中的空气越来越少，想要推开杨千寻，但是并没有推动，整个人更是直接瘫在他的怀里。看来月瑶还是没有学会换气呢，我们要多练习练习是吗？你不正经！在自家妻主面前不需要正经不是吗？我不和你说了，我要出去卖茶叶了。我的错，月瑶不喜欢听，我现在就不说了，我陪你去，我知道哪里适合卖你的茶叶。下人把要卖的5斤半茶叶装好，两人上了马车出发了。月瑶其实可以把茶叶卖给和义茶楼的，我可以让掌柜的按照最贵的价格收。芊芊，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这茶我觉得没有必要卖给我们自己呢。在一线茶楼饮茶的商户多一些，他们其实并不在意茶楼的茶水好坏，他们就是觉得茶楼雅致，适合谈话交流。那月瑶，你的意思是说，你这不是带我去一线最大的茶商裴氏茶商吗？什么都瞒不过月瑶。裴氏茶商是整个凤鸾国最大的茶商，几乎垄断了。如果这茶能入他们的眼，将来价格也不会低，他们也会把这茶送到凤都那些贵人的手里。月瑶和我想的一样，如果月瑶想要卖个高的价格，裴氏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他们看不上，月瑶再选其他茶楼出售就好了。马车走了不到半个时辰，到达了裴氏茶商。见过女君，公子，两位是来品茶还是采购茶叶？我自己制作了一些茶，不知道你们可否收？我们裴氏不收外面的茶叶的，但既然是女君开口，我去请示一下掌柜的。多谢你了。女君不用客气，两位请先跟小的来。小二看苏月瑶有些好奇，立马给他介绍道：女君，我们裴氏茶商这前院的3层都是品茶用的，1楼是散户，会有说书先生讲故事，2楼大多是包厢，还有专门可以举办宴会的房间，3楼我们目前不对外开放。这后边的院子一共有2层，1层是进货的商人，2层是单独购买茶叶的客人，都提供单独的泡茶厢房。多谢你的告知。女君客气了，两位可在房间里等候下，小的这就去请掌柜的。苏月瑶直接走了过去，看着泡茶的工具完好，连清水都有准备。芊芊，我看今日我们是卖不出这茶了，既然来到这么雅致的地方，我给你泡杯茶吧。怎么让月瑶来泡茶呢？月瑶是不是还没有尝过我泡茶口味呢？那芊芊来吧，我确实想尝尝芊芊泡茶的手艺。之后屋里静静的，苏月瑶看着杨千寻细长的手指，动作很是优雅，一副金贵公子范儿。苏月瑶都感觉自己看痴了，慢慢的屋里飘着清新的茶香味儿，细腻悠长。这就是女君想要卖的茶叶吗？突然中年男子的声音传了进来，这是我要卖的茶叶，但是我听小二说贵茶楼不收外面的茶叶，看着这么雅致的屋子，一时兴起就让我的主君泡了一壶茶水，掌柜的不嫌弃，可以坐下品品。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喽。女君先请坐。杨千寻已经走到苏月瑶的身边，让苏月瑶坐到里面的位置，掌柜正好和杨千寻对着坐下了。杨千寻抬手直接给苏月瑶倒了一杯泡好的茶。月瑶，你尝尝，你看我泡茶的手艺如何？好的，谢谢。杨千寻看到苏月瑶喝了一口，才给掌柜的倒了一杯。掌柜的，请。裴氏茶商的掌柜静静地看着两人的动作，也并没有因为杨千寻想给苏月瑶倒茶觉得生气，只是有些感慨两人的相处状态。女子恬静淡雅，心思细腻，一点对外的骄纵感都没有，男子也没有对待妻主的卑微讨好，很平和的相处，但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夫妻了。当接过茶杯喝了一口后，眼前一亮，清香醇厚，口中还带着一丝的甘甜，竟没有浓浓的苦涩味。这茶怕是女子更爱喝一些。
他都没有想到这茶会这么好。其实刚刚他的心里已经想好要拒绝的说辞了。这位女君，这茶你有多少？我们裴氏茶商可以收购。我有5斤半吧，不知道掌柜的想出什么价格。这个嘛，在下现在还不能确定，因为这茶在下觉得女人会更喜欢喝一些，所以价格上我还要再想想。女君可否等一会儿，在下确认价格以后再过来？当然可以。掌柜的走了之后，芊芊，你泡茶的手艺比我强上好多呀，比上次我泡的更好喝。玉瑶身为女子，不需要亲自动手，泡茶也是有很多技法讲究的。以后玉瑶想喝茶了，我来泡茶给你喝。看来玉瑶是不喜欢带喝有苦味的茶水了。是呀，我偏爱喝带有一丝甘甜味道的茶。如果以后有机会，我给你做几种花茶，也许芊芊也会喜欢的。但是芊芊的泡茶手艺让茶水更加好喝些。有你在我的身边，我怕是不会再亲手泡茶了。这样怎么感觉我都快成废人一个了？不过我很喜欢这样的感觉。玉瑶不是废人，大概是家中可爱的小米虫，有我养着你，你大可以好好的接受这样的感觉。米虫也挺贴切的，能有吃有喝，不为钱财发愁的日子，其实就是好的生活了。玉瑶的要求其实可以高一些的。我只是追求低，还有这叫做知足常乐。玉瑶说的很对，但是这世间太多人想要权势，如果都能像玉瑶这么想，想来会少很多纷争吧。以后家里都听玉瑶的。芊芊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不可否认的，他看杨千寻对他这么好，他都想摆烂了。玉瑶觉得裴氏会出多少银钱收购你的茶叶呢？我不知道，我其实不知道茶叶的买卖价格。芊芊见识多些，你觉得能卖多少银钱？如果这茶在凤都卖价格应该会贵一些，但是这里想来会便宜一些，这里大概800-900文钱一斤就不错了。800-900文相当于现在的800-900块一斤了，这个价格还算可以吧。看来把这5斤半的茶叶卖了，大概也就4两银子。唉，古代想要挣大钱好难呀。现代看的穿越小说，女主有医术、会美食、带着空间物资的，这什么都没有。要说美食吧，这里做的大多是炖的、煮的，胜在食物新鲜，味道也还不错。她也只是会一些家常菜，关键是她没有调料呀。这里的胡椒、花椒、肉桂、八角、桂皮之类的调料都是药材呀，关键还很贵。这里貌似还没有辣椒，自然不知道有没有，所以火锅烧烤短时间怕是吃不上了。这里好像很少有炒菜，想来也是没有油的。富贵人家也都是用猪肥肉炼的猪油，肥肉在这里也比瘦肉贵。这时门外直接有人敲门了。进。只见一名穿着深蓝色锦缎衣服的富贵公子，皮肤白皙，相貌英俊，举止优雅。他的双眸闪烁着见惯事物的聪颖和处变不惊的冷静，五官很是出挑，和杨千寻有的一拼，甚至比杨千寻还更胜一筹。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裴公子。没想到凤都才子榜上有名的千寻公子会来到义县直接嫁人了，怕是凤都的女君们都要哭了。裴公子，我已经和苏女君签了婚书，苏女君也将是我未来的妻主。凤都的事情还有裴公子不要再说了。哎，是吗？郑家女君如果知道你嫁人了，她怕是不会罢休的吧？这就是我的事情，玉琪不用操心这些。啊，在下裴氏茶商的大公子裴玉琪，不知苏女君可知千寻之前的事情？玉琪，我当然知道，我在娶芊芊的时候就知道其中的事情，我并不在意芊芊过去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以后的芊芊我会好好对她的。真是应了那句话，传言不可信啊。也许之前的传闻都是真的，只是现在的我回头了，不再像传闻里那个样子吧。玉琪为何会来义县？你被谢家退亲的时候，我还在外地没有回来。等我回来之时，听说你姐姐就带着你来了义县。但是这凤都谣言传得很大，几乎大家都以为你回来就会嫁给郑女君了。
现在凤都说你什么的都有，难听极了，所以我来巡查阳城府的财务，顺便想来义县看看，也想让你晚些再回凤都。但是我昨晚刚到义县，就听掌柜的说你要嫁给这义县无赖。前天听裴公子说就是了，我本身之前也算是义县的无赖吧。玉瑶不是无赖，你很好的。裴玉琪看着两人相处的状态，有些吃惊。这苏女君的脾气这么好的，关键她刚刚还给千寻倒了水递给他，还不生气。刚刚他如此说他，他好像有点明白杨千寻为何要嫁给他了。凤都的女子几乎被宠得无法无天，整日指使人干这干那，男子还要照做。如今男子的地位越来越低，他们的气势越来越足，他们还要受着。玉琪，我知道你关心我，但是以后我也在义县生活了，所以凤都的人想来一时半会儿伸不过来。再说只要月瑶保护着我，即便凤都的人来了也不敢轻易动手的。裴公子，你和芊芊是好友，是不想她嫁与我，还是为她找到更好的出路？我怎么感觉你有些无意的想要激怒我？玉瑶，苏女君见谅，是在下说错了，给你赔不是，还请你别为难千寻。凤都发生什么我不清楚，但是我既然答应要娶杨千寻，以后就会对她好。我知裴公子听了很多我的谣言，大多是不好的。你作为朋友能这么关心千寻，我其实挺替他感到高兴的。但是裴公子的话试探性很明显，其实你可以直接问我的。我先去院子走走，你们两个可以叙叙旧。苏月瑶起身说道。玉瑶，你不用走，我没有其他意思，我让你娶我从来都是认真的。芊芊，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想来你也想单独和裴公子说说话。裴玉琪看着离开的苏月瑶有些愣神，他知道他刚刚话里的意思，他为何不如其他女子一样大发脾气。玉琪，你也看到了，苏女君很尊重我，我是心甘情愿的嫁给她的，没有一丝的委屈。千寻，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苏女君和外面的传言一点相似的地方都没有。她很好，我在见到她第一面的时候就已经告诉她我被退婚了，不得已来到义县成亲的。但是她说退我亲的那个女子没有眼光，她觉得我很好。还有玉琪，我和你妹妹裴女君从来没有男女之情，我们两个也只是你在场的时候才打过招呼，所以请你不要误会。啊，我知道的，我来义县的时候玉文说过他只把你当哥哥看待的，但如果你要回凤都，他可以娶你为侧君，让你从郑女君手里逃脱嘛，他保证可以护着你。替我谢谢裴女君的心意，我心领了。我现在要嫁给苏女君了，我觉得我找到了我一生相伴的妻主，请你们放心。好，祝福你，千寻。谢谢，这茶你尝尝看，我觉得还可以，只是当时采摘和制作比较粗糙，你不用开关系，能收就收，不收我们自己留着喝。清香甘甜的茶叶让裴玉琪眼前一亮，这茶还挺不错的。这茶配是可以收，你不去叫你未来的妻主过来，我们可以好好谈谈收购的问题。那我去院子里找他了。院子里的苏月瑶坐在石凳上，看着院子开得正旺的花朵，有一丝的迷茫。杨千寻一个翩翩公子，如果没有经历退婚，大概也会嫁个门当户对的女子。他能感受到裴玉琪的看不上，之前的谣言都是原主的，但是事实上他也没有什么优势。虽然长得还不错，但是他还没有千寻长得精致。之前现代大学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这里又貌似没有任何优势。诗文他倒是记住了一些，但是原主可是个文盲啊，太过于转变，怕是让更多人怀疑。这里的女子地位是高，都是建立在生孩子的基础上，她一点也不想成为生育的机器。玉瑶，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没事，你和裴公子说完了？说完了，玉瑶，他只是关心我，所以我明白，能理解的。芊芊，其实你挺好的，如果他……玉瑶，我只想嫁给你。从你进来和姐姐对话的时候，我就决定嫁给你了。千百年间男子都是从一而终的，我杨千寻也是想嫁于你一人，请你不要不娶我。千寻，我们相识不长，你要想清楚了，不希望你将来后悔。不后悔，永远都不会后悔的。那好，我娶你成为我的主君，即使将来你后悔，我也不会放开你的。我也不会放开玉瑶的。
我们回屋，裴公子愿意收购你手里的茶叶了。真的吗？他不会是看在你的面子上说的吧？不会，裴公子别的好说话，但是生意上可是六亲不认的。目前整个裴氏茶商都是他在管，他可是一个很合格的商人。那我们看看他给出什么价格，再决定卖不卖。苏女君，我想知道这茶叶你是从何处采摘来的？一处山上。裴公子觉得这茶可以在整个凤鸾国买卖吗？当然可以，现在的茶大多都带一些苦味，女子喝的很少。这茶目前处理差些，但是口感已经很不错了。如果经由裴氏处理，味道会更加甘甜，女子怕是会很喜欢喝的。凤都官宦世家的女子肯定喜欢，这价格想来也不会低的。裴公子，实话告诉你，这茶树我在山上发现了3棵，但是明年开春的时候，这3棵树的枝条可以插枝种出来更多的茶树，不出几年，这茶想来能卖到全国去。哦，苏女君想要怎么合作？我可以每年给你培育出10棵茶树，但是我要这茶以后销售的2成利润。苏女君，你这要求也未免太高了些了。种植茶树、培育后期制作都是裴氏来出，这2成利也太高了。但苏女君若是把插枝种植茶树的方法告诉我，且保证对外不再教授这种方法的话，倒是可以给你以后这茶树销售的2成利润。成交。插枝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只是这里的人从未想过这种办法。如果是种植几10年的工人，怕是知道这种方法，多研究些时日，怕是也能慢慢成功的。苏女君，这义县东郊裴氏有专门的茶园，趁着现在天不热，可否领着人把茶树移下来呢？没有问题，芊芊之前跟着我们的护卫，想来还会记得，让他们给你们领路即可。那就多谢苏女君了。这3棵树今年秋季来临之前，还有再长出来一些嫩叶，裴公子可以制作出一批更好喝的茶叶了。等制作出这茶叶，会给苏女君送一些的。不知苏女君手里这5斤半茶叶还卖吗？这茶以后的定价，我会以10两银子1斤左右的价格。你手里这茶叶就按照10两来收，不知苏女君卖吗？卖，当然卖。最后5斤半茶叶55两银子。苏月瑶拿到银子后都有些不相信，这真的是一笔巨款呀。翌日一早，苏月瑶早早的就起来，坐在了书桌旁，不停的写写画画。给南方的聘礼一般都是女子的亲自制作物件，平民百姓家荷包居多，世家贵族女子有的绣得屏风摆件的，最好的莫过于给男方缝制一件衣衫。还有自小培养的世家女子会给男方写一首表达爱意的诗句，或者给男子画一幅画作，这相对比较难，所以很少有女子这样做。因为女子稀少，每个女子的娶夫太多，所以这里男子和女子成亲的婚宴很简单，双方长辈到场，2人拜堂成亲就算礼成了。如果家族比较繁盛的，双方的兄弟姐妹也会到场。婚宴不用摆席面宴请，但是会在门口给周围的邻居发煮熟的红鸡蛋，让众人沾沾喜气。而女子的聘礼也会摆在门前，让往来人观看。所以如果女子的聘礼给的重些，就说明这家公子的妻主对他很是喜爱和满意，会让男子很有面子。现在女子自小又被家里人娇惯着，如今女子娶夫遇到喜欢的郎君才会亲自准备，即使娶正君，女子不喜欢用的也都是买来的物件。可以说女子的喜爱很重要，不管男子在外面当多大的官，回到家里也必须要侍奉好妻主，在后院里能得到妻主的喜欢，才有机会让女子为他们生下孩子。在女子身边权势地位几乎没有什么用，会讨女子欢心才重要。朝廷对女子的保护几乎是见不得女子受一点的委屈，被女子休弃的男子是不能再嫁人了，当官者还会被罢免官职，富商会被罚款，普通百姓会被杖刑，处罚过后也是会被官府强制充军的。男子一旦嫁人，算是一点退路都没有了。如此苛刻的条件下，男子也是心甘情愿的想要把自己嫁出去。一是他到了22岁被官府强制充军或发放为奴，二是他们自身也想留下一个自家后代。如果能留下一个女子，他们家族才会慢慢的传承下去。在苏月瑶看来，这里男子是有些惨，先是要出嫁妆把自己嫁出去，
成婚后要工作赚钱给妻主花，还要讨好妻主伺候妻主，一点不让妻主满意的，轻则受罚挨打，重则失宠，朝廷还有年龄限制，让他们不得不嫁。其实想想也有些爽啊。公子，女君正在房间里有其他事情要处理，不见您，让您先去忙其他的事情。我知道了。女君用过早膳了吗？早起，奴已经给女君端进去了。好，你和春霜在这里伺候着，有事去我院子里找春雨。好的，公子。苏月瑶伸了伸胳膊，终于搞定了。苏月瑶画的是一幅山水画，画中间是杨千寻骑着马的样子，整幅画很有意境，这种真实意境的效果，好像这里的人都没有画过。这里大多偏爱线条写实风，但是在颜色晕染上很是生硬。女君，午膳要用吗？公子已经在膳食房等着了。我这就来。发现杨千寻坐在一旁的椅子，看着一本册子，等着自己，并没有先吃。芊芊怎么没有先用膳？当然要等月瑶了，我也正好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完，不影响呢。我给芊芊准备的聘礼已经准备好了，用过膳后，芊芊一会儿去看看喜不喜欢。月瑶一上午不出房门是为了给我准备聘礼吗？是啊，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如果你不喜欢，我再重新给你准备吧。只是要月瑶亲自准备的，我都喜欢，谢谢月瑶。不客气，我们快用膳吧，我都饿了呢。刚抬脚走了进去，就看见墙上挂着一幅画，一幅能让人身临其境的山水画，上面还有他骑马的样子。他最喜欢的是上面的题字：狼焰独绝，事无其二。月瑶是不是很喜欢他？是不是他眼中此刻全是他，没有其他人？是不是他是他心里的唯一，其他人都比不上？月瑶，我很喜欢，很喜欢，谢谢月瑶给我准备的画，我会好好珍惜和收藏的。芊芊喜欢就好。杨千寻低头看向自己怀里的苏月瑶，直接亲了上去。苏月瑶感觉自己唇一软，温热的感觉让她浑身一颤，惊呼了一声。杨千寻细细品尝着，想要把她口中的空气都吸走一般。慢慢的，苏月瑶有些呼吸不上来了，轻轻地推了推她。杨千寻感受到苏月瑶的变化，唇离开了一丝，两人的气息让苏月瑶红着脸喘着气。阿瑶，我很开心，真的好开心，谢谢你。阿瑶，可以告诉我，这画画是和哪位先生学的吗？这个我自己想的，没有和谁学的。月瑶在绘画上很有造诣呢，这样的画作如果卖到凤都，怕是价值在1000两以上。芊芊，你说这画能值这么多银钱？是啊，我们所学的绘画风格从来没有过月瑶画的这样，一幅好的画作会被文人雅士甚至世家贵族收藏的，月瑶给我的聘礼怕是天下独一份了。那是不是太夸张了？要不芊芊我再给你画一幅简单的，聘礼不是要放到门前让周围的邻居观看的吗？这邻居一看就该暴露了，原主可是草包文盲一个，平常都没有拿过毛笔，怎么会画出来这么好的画？月瑶，你在苏家那2个贴身陪侍已经被苏家卖了，昨日得到消息，他们2个已经死去了。什么？那2人死了？所以月瑶，你不用担心突然会画画的事情，而且他们之前近身侍奉你的人，再没有人知道你以前闺房的状态的。他是不是知道什么了？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告诉他，他改变后不会有人特意去想他为何会改变。杨千寻说的这话是让他安心是吗？月瑶，我会保护你的，别害怕。我只是怕猛然变化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是这样，千寻，要是这样的话太过出挑，我换一幅好不好？我不太想被人关注。好，月瑶，以后想怎么做都可以。月瑶，这些都是练的字啊。杨千寻知道苏月瑶现在不想再说，他也没有逼他。在他看来，等2人成亲了，不管他是谁，都只是他的妻主。是啊，我以前在书堂读书的时候没有好好练习写字，昨天签契书的时候，我感觉我写的名字实在是太丑了。月瑶要是想好好练字，以后每天清晨我教你可好？可以啊，其实我也有些字不认识，千寻能教我是最好的了。他现在看书看字全靠猜，很多繁体字他都看不懂的。苏月瑶拿起上午还没有收拾的颜料开始调色，
又拿出旁边的空白画纸开始画作。杨千寻看到苏月瑶又开始画了，就站在他的一旁，没有打扰他。这一次苏月瑶准备画一幅简单的人物图，就把第一次见杨千寻的样子给慢慢画了出来。一身白衣的清冷公子一点点地出现在画纸上。杨千寻越来越心惊，刚那幅风景图上的他画的并不细致，重点是在风景的意境上，而这幅几乎把他的气质全部画了出来，甚至比凤都专画人物的画师画的还要好。他还有多少惊喜是他不知道的？杨千寻深深地看着苏月瑶，苏月瑶沉浸在自己的画作里，等最后一笔落下，他满意的点了点头。这幅画是不是不张扬了？阿瑶这画怕是也展示不出去了。这里不是有专门画人物的画师吗？难道我画的比他们好？是啊，月瑶，在凤都的时候见过一次宫廷画师画的人物，没有月瑶画的传神。看来月瑶把我放在心上了，不然为何画得如此传神呢？芊芊怎么不说是你长得太美，我看一遍就记住了。这样说我也是很开心的，我为月姬者容，一副好长相让阿瑶喜欢记住，也是我的荣幸。芊芊，我发现你啊，越来越会说话了。这时春日敲门说道：苏女君，公子，县令大人和他的主君还有大女君在会客厅，让您和苏女君过去。怎么今日就过来了？这几日朝廷有旨下达，想来姨母这几日比较事多，今日才得空的吧？阿瑶这么怕我姨母的吗？是啊，我一直都有些怕的好吗？但是为了芊芊，还是要见上一面，表明态度，让你姨母以后不要担心你婚后的生活。阿瑶身为女子，只要你不犯错，任何人都不会动你的。姨母只是比较严厉，心里还是很柔软的。我知道的，我这不是怕姨母看不上我，不让我娶你吗？不会的，我们签了婚书，姨母也是同意的。走吧，如果姨母真的刁难你，我会帮你的。那一会儿就靠你了，芊芊。这2幅画拿着吧，姨母看到这2幅画，大概是不会说出一丝刁难你的话了。这会不会太……别怕，我会护着你，交给我就好。两人到了会客厅，看到主位上坐着的一位中年女子，眉眼如炬，带着些许的压迫感。寻儿见过姨母。苏月瑶见过姨母，都是自家人。寻儿和苏女君不用客气。苏女君变化很大，看你这个样子，寻儿交给你，我挺放心的。姨母叫我月瑶就好，人都是要成长的。再说，千寻很好，我娶到很开心，以后也会好好对她的，请姨母放心。以前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什么了。身为女子，本身骄纵些也无妨，但是要家和。千寻身为你的主君，以后不可因为再娶新人就冷落了他，你可明白？姨母，月瑶明白的。月瑶曾在姐姐面前承诺过，我苏月瑶的主君此生只千寻一个，以后也不会因为他人而让他受委屈。这是你的户籍文书，你母亲已经把你除族了，这是新开的户籍，除非有天你母亲把你重新写入族谱，不然义县苏家和你没有任何关系。我知道的，姨母，以后我会避开苏家。本身我母亲也自小不和我亲近，离开苏府，其实我觉得挺好的。但是如今女子稀少，如果没有家族护着，以后生活怕是有些艰难。但好在有寻儿在，等你们2个成亲了，再挑选了合适的侧君，以后的日子也会慢慢好起来的。我和你姐姐商量的成亲日子就定在后天，喜服我们都准备好了。好的，都听姨母的安排。月瑶，姐姐希望你和千寻好好过日子。等你们成亲后，我也要回凤都了。过年的时候，我会回来看你们的。姐姐怎么走得这么急？你姐姐回去也要快些选郎君了。今年女皇下了新的诏令，女子满18岁必须娶3夫，满20要再娶3夫，不然朝廷会强制分配的。诏令最重要的一条是，如果女子没有在22岁生下女子，还要接着娶夫。苏月瑶听到这话，直接倒抽一口气，这是逼着女子不停生孩子了。最近我一直忙着统计义县的世家的男子，还有已经可以娶夫的女子。你姐姐到过年就要满20岁了，
他目前只娶了3夫，所以年前没娶够3夫，朝廷就要强制给他分配郎君了。月瑶是不是也要抓紧了？今年全国的女子出生又降低了，男子越来越找不到妻主，而且听说边城那边男子还发生动乱了，以后的这种情况怕是时有发生，朝廷会更加鼓励女子多夫多生子了。所以洛儿和月瑶平常遇见合适的郎君直接娶了就是。还有，如果你们不想娶太多的郎君，就早早的怀上女娃。朝廷对生育2个以上女子的家庭提供了很多的奖励。朝廷分配的男子大多都是长相粗糙的或者贫苦出生的男子。他这才刚刚和杨千寻相处，就要被逼着娶新人啊！娶新人也就罢了，现在还要催着生孩子。苏月瑶感觉接下来的半年多的日子怕是难安生了。姨母，这个政策什么时候颁布的？今日已经在县衙门口公布了，最多2日，全国各个府县都会得到诏令的。你们也都明白，县城有些适龄要嫁娶的公子，女君都会开始相看人家了。虽然女子身边不缺男子，但是各个家族也想找到合适的人选。特别是月瑶你，如果你和寻儿要在义县生活，就好好选侧君的人选。姨母，我会考虑的。姨母，今日月瑶给我准备了聘礼，你们可要看一下。这聘礼是送到寻儿心上了，这么急的让我们看呢？下人把苏月瑶带的2幅画打开，展示了出来。月瑶，这画是你画的，字是你题的？是的，姨母，我以前在苏家没事儿就喜欢写画画的。我知道千寻驾驭我有些委屈了，所以我今日亲自画的，想当聘礼交给千寻。没想到啊，月瑶还有这么大的才学。有了这2幅画，怕是苏家也不敢再动你，甚至要认你回去了。我之前太过混账了，大部分是因为苏家故意引导导致的，所以我不会回去。还有这聘礼只是我不想让人看清千寻才画的，姨母后日摆出来会不会太过张扬了？义县我护着你没问题。月瑶，我不问这话你师从何处？本朝对文人雅士很是礼遇，有了这2幅画，整个义县不会有人再特意针对你了，他们大多会上门求画的比较多了。苏家我那个继父和妹妹怕是不相信我会画出这样的画，而且他们一心也不想让我好过的。我一旦展示出来，他们怕是有的闹了。那就让他们闹，好替你扬名。我本来还是有些担心你们接下来在义县的生活的，好在月瑶你这么有才学，我就放心多了。姨母，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已经在义县上任快要5年了，明年我就要回凤都重新安排职位了。你姨祖母的意思是想让我在凤都任职，明年我就要回凤都了。我查出苏家有意想要伤害月瑶，但是没有证据，我又无可奈何。我怕我走了，他们会对付你们。但月瑶画出如此的画作，扬名出去，怕是苏家也不敢轻易动你们的。因为我让姨母操心了。觉得姨母操心了，有空给姨母画一幅贺寿图。你姨父的母亲下个月过寿，我们一直都没有想好送什么。岳阳画幅画，想来会艳压其他礼物的吧？当然没有问题，过几日我画好给姨母送过去。岳阳想来是有了大造化，才会有今日的变化吧？应该是吧。岳瑶从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没有在他身上看到外面的传言，怕是因为经历生死过后想通了吧。苏家主君和苏二女君我去查了，岳瑶坠落悬崖的事情没有任何能指向他们的证据，所以岳瑶以后出门还是要多注意一些。苏母目前没有关注岳瑶的意思，怕是已经把这个女儿给忘记了吧。但是苏家主君和苏二女君怕是不好对付。姨母，苏家我和岳瑶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回去了，等到后日我和岳瑶成亲了，他们也不好明着下手。如果有机会让苏家生意受挫一些，他们就没有精力来找岳瑶的麻烦了。你几个姨父怕是回去会有更好的安排了。他们今日又说了岳瑶的话，这苏家怕是不到过年就会被压得起不了头了。那就好。寻儿，说完岳瑶的事情，你的事情也要注意。洛儿回到凤都后，你成亲的事情就会暴露出来，怕是你母亲还有郑家都不会罢休的。姨母不是已经打算靠这次成亲和下个月我外姨祖母的生辰给岳瑶扬名的吗？一旦岳瑶的画在整个义县出名，甚至在杨府城出名，凤都来人又有何惧？
月瑶能护得住我。薰儿心里有成算就好。还有，月瑶也快满18岁了，本来你们刚成亲，月瑶又没有着急再娶，你们好好培养感情，让她先给你生下孩子。现在新的诏令下来了，也要委屈你给月瑶选合适的侧夫了。姨母，这些我都明白的。之前有媒公上门来介绍，月瑶好像是很排斥的感觉，我也不好强制她去。哦，这世间还有女子不愿娶夫的？月瑶到底是受什么刺激了？我也不清楚。那个，你们两个在一起时，月瑶难道还讨厌你的接触吗？不会你们两个还没有亲近过吧？姨母说什么？我和月瑶还没有正式成亲呢，这如何亲近啊？你们的婚书已经在县衙备案了，已经算是夫妻了。玄儿，有些事情男子还是要主动一些的。他应该让他的主君来给这个孩子说。他一个女子这么说是有些尴尬的，但一抬头看向他的几个夫君正围着苏月瑶讨要画作，又无奈地摇了摇头，都是不让人省心的。姨母不用关心我和月瑶了，我们两个没有事情。玄儿，你自小也是有成算的，我就不多说什么了。要不是你的表兄表弟都定好了亲事，我都想让他们和你一起嫁给月瑶了。姨母，我以后会好好的，不需要其他人帮衬的。表兄和表弟他们娶的人家都不错，我听姐姐说，最小的2个表弟定的还是凤都的巡视，让你们回凤都也能互相照应了。是这个理儿没错，但是寻儿，你父亲走得早，我也知道你和洛儿在杨家生活不易，等姨母回到凤都也会多多帮衬洛儿的。今日忙了一天了，月瑶你和千寻赶紧回去休息吧。好的，姐姐。以后会有更多的人想求你的画作了，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了。那千寻，你说我开一间画社会不会挣很多银子？当然会，但是月瑶不觉得这么雅致的画作售卖会沾染了铜臭味吗？我们身为凡人，不都是为了吃穿吗？我知道文人雅士看得高，视银钱为草芥，但是没有钱去哪儿买吃的？那不饿死了吗？我也并没有打算每幅画都挂在店里卖啊，我准备每10天画出一幅精致的画作，以拍卖的形式卖出去，通俗讲就是价高者得。月瑶这个主意很好，下面我把画室的位置确定之后，之前我的嫁妆里有间7落书肆，在县城还算是比较大的了。1楼我们买卖书籍、纸张等，2楼我们改成画社，每10天我们开一次拍卖会，如何？那就按照千寻的安排吧。月瑶，要起一个画师的笔名吗？不用，后日我们成亲的时候，聘礼就会摆出来，大家就都已经知道画是我画的，不用藏着了。也对，但是这样月瑶以后的日子怕是很热闹了。热闹就热闹点，我平常也不好出门，他们又不敢直接闯进来。月瑶，谢谢你。谢我什么？我其实大致也能猜出来，姨母和你为何要让我把画展示出来。毕竟如果我有了名气，更能护住你，护住自己，不是吗？但是我知道月瑶其实不喜欢张扬的，其实你宁愿待在背后卖画，也不愿让所有人知道你会画画的事情，不是吗？芊芊，你想护着我和我想护着你是一样的。再说姨母让我展示出来，一部分也是因为最新的诏令，这样我才会有更好的选择，有更好的人家公子愿意嫁给我。月瑶，对不起，你本身是位女子，不应该如此操心的，是我。不是芊芊的问题，是我要求太高了，也是芊芊长得如此俊美，让我的眼光更高了一些，所以根本上还是我太挑剔了，也让你受累了。还有一天，月瑶就是我的了。千寻，我先下去好不好？苏月瑶坐在杨千寻的腿上，感受到她的变化。让我再抱一会儿，就抱一会儿好不好？之后两人都没有说话，苏月瑶越来越困，慢慢的直接睡了过去。杨千寻看着在自己怀里睡着的苏月瑶，眼底带着浓浓的情意，起身抱起她往里间床上走去，给她盖好被子，在她额头轻轻一吻，离开卧室了。翌日一早，苏月瑶坐了起来，脑子有一瞬间的迷糊。她昨晚什么时候睡着的？低头看向她的衣服，发现外衫和裙摆已经挂在衣架上了，是杨千寻帮她脱的。天哪，
有些害羞怎么办？不对，他们已经有了婚书了。再说明日也要成亲了，他们是合法的，不用害羞。苏月瑶拍了拍自己微红的脸，准备下床。女君起来了，要洗漱吗？给我准备热水，我想要沐浴。好的，女君，奴这就吩咐人去准备。苏月瑶沐浴后用过早膳，发现很多下人搬着箱子在往旁边的屋子放，也有下人装扮院子挂红布之类的。挂红布他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不知道为什么要搬箱子。这些搬东西的人都在干什么？回女君，明日你和公子成亲，公子怕您住在这里方便了，就把他的东西从隔壁都搬了过来，洞房的卧室也在您的房间。这么近，不用来回搬吧？他和杨千寻住的并不远，其实一个大院子，一个在东边，一个在北边。他的院子其实是临时隔出来的。公子说以后这里就是主院了，之前围着的围栏也会去掉，他住的屋子回头会让人打扫出来，给女君再娶的侧君住。他们明日才成亲，他真是无时无刻不想着给他娶夫啊。女君，一会儿喜服就会送过来，女君要试试合不合身，不合身还要修改一番的。我知道了，公子去哪里了？苏月瑶坐在院子里的躺椅上问道。公子还要安置一些成亲要用的东西，现在应该还在前院忙着，女君可是要见公子，奴派人去请。不用，让他忙吧，我就问问。女君可要用些水果，这些水果都是公子特意让人采购的。是吗？我看看都有哪些水果。既然有葡萄，这4、5月间啊，葡萄不是8月间熟的吗？女君想要吃葡萄吗？这是从最南方地区运过来的，很新鲜的。我尝尝。苏月瑶刚想伸手，就发现春日单膝跪在地上，从盘子里拿出一枚葡萄，把皮剥了一半，晶莹剔透的果肉递到苏月瑶嘴边。你起来，不用如此，我自己吃就好。女君是不喜欢奴伺候吗？那要不让春霜伺候？奴来伺候女君。春香立马上前，和刚刚春日一样，单膝跪下，准备喂她吃葡萄。你们两个都起来，我自己来就好，我没有不喜欢你们伺候，只是不习惯而已。苏月瑶自己拿起一枚葡萄，剥皮吃进嘴里，甜蜜汁水在嘴里化开，天然无公害的食物确实很好吃啊。在苏月瑶准备吐籽的时候，春日立马伸手过来。女君把籽吐奴手里就好。苏月瑶一惊，直接把葡萄籽咽了下去。女君没事吧？春日吓得又跪了下来。没事没事，你别跪别跪，我就是没有反应过来。苏月瑶彻底有些无奈了，她真是很不适应旁边有男子如此这么伺候她。等苏月瑶回过神，想要怎么说的时候，发现平常伺候她的春霜还有一些在院子里下人也都跪了下来。什么？这是发生了什么啊？她还没死呢，跪着是干什么？她刚刚做什么让他们都这么跪着了？杨千寻过来的时候，就是看见苏月瑶站在院子中，其他下人都跪着的场景。阿瑶，是他们惹你生气了吗？我不知道他们为何跪了下来，吓了一跳。他还是和杨千寻待在一起舒服自在些。春日，领着他们去受罚。好的，公子。等等，他们没有惹我生气，是我不习惯。芊芊，你不用罚他们的。都下去吧。阿瑶，这里是我们的家，有什么可以直接说出来，不用顾忌。如果觉得他们伺候的不好，直接罚他们或者再换一批就是了。芊芊，我能问问你说的罚是指的什么吗？没有伺候好女君，杖10杖，罚俸1月。苏月瑶听见惊呼一声，原主当年惹是生非，被县令大人罚了5杖，都躺了10天。当时说是女君受罚，用的劲儿还小了些，这男子受着10杖刑不疼的吗？阿瑶觉得是罚的重了。这个我不太清楚。阿瑶可是像春日这样和我自小一起长的奴仆，每个都是家族自小选出来伺候的。我出嫁，他们就是我的陪嫁，一方面他们就是我的门面，另外一方面是用来雇宠的，也就是将来可以让阿瑶收入房中伺候的小事。所以他们自小学习就是为了如何侍奉女子，如果伺候不好女子，那对他们来说就是无用之人。
所以他们会比其他奴仆要求更高，犯错也会罚得更重。芊芊，我对春日他们没有其他想法的，我只是不知道我说不清楚。那刚刚他们还会受罚吗？不会，阿瑶不是已经说了吗？不用罚他们了。后院的事情阿瑶可以做任何主的，包括我都不能拒绝。这是朝廷对于女子的保护，阿瑶要慢慢适应的。我知道了，我会慢慢适应的。阿瑶是不是不喜欢或者不适应他们在一旁伺候啊？我是有些不习惯的，并不是他们不好。那婚服已经送过来了，阿瑶回屋试试看。好啊。杨千寻示意春雨把衣服放到桌子上，春雨退下后，杨千寻走到苏月瑶身边，抬手就想帮她解衣衫。芊芊，我自己来。阿瑶，我们是夫妻，你如此抗拒我，伤怕是不好的。阿瑶，女子穿衣洗漱用膳都是有男子伺候的，你要习惯才好，要不你选外面的下人帮你，春日他们。不用，我自己来就好。阿瑶之前在苏家的陪侍伺候的再不用心，这些事情不应该让你自己来的。阿瑶确定现在就要自己来。之前我一直以为你换了新的环境，对春日他们不熟悉才不好意思如此的。杨千寻的意思是告诉他，他的行为已经和这里的女子不同了，是吗？他再拒绝下去，怕是就把自己不是原主的秘密撕裂开来。他知道他有些逼得紧了些，但是如果不让苏月瑶快速适应男子近身伺候，等他们成亲后，县城的人看到他的画作，怕是有些宴会必须要参加了。到时候他再如此拒绝，怕是太过出挑，让人怀疑。而且公众场合下，他没有侍奉好妻主，被其他人挑出错，告到官府，他也是要受罚的。所以他真的是没办法了。杨千寻先把苏月瑶的外衫脱掉，然后解开苏月瑶的腰带，之后衣衫一件件的脱下，最后只剩下一件里衣，里衣里面就剩下贴身小衣了。杨千寻准备脱里衣的时候，苏月瑶忍不住的说道：直接试中衣和外衫不行吗？里衣也需要换吗？阿瑶，成亲当天都是新的，这里都准备好了。这是要让自己全都脱掉吗？还是在一个绝世大帅哥的面前？他怕是要羞愧死，他还没有那么开放啊。这里的女子怎么习惯自小在陪侍眼前不着寸缕，让他们伺候穿衣的？剩下的我自己穿，你出去。阿瑶，真的不行，芊芊就依我吧。阿瑶，外面的下人都在，你这时候赶我走，让府中下人如何看待我？我可是你的主君呢。那你背过身去，我自己穿。杨千寻叹了一口气，妥协地转过身去。等苏月瑶把中衣穿好时，杨千寻身子转了过来。阿瑶，我看下尺寸合身不？阿瑶最近瘦了一些，腰部分有些宽松，我会调整好的。这衣衫是芊芊缝制的？是啊，女子成亲的衣衫都是由男子制作的。自己穿的肚兜，这也是他绣的？天哪，谁能告诉我，这样完美的男子还会绣花？他们是不是要18般武艺都会啊？阿瑶不喜欢上面的刺绣，还是衣服的款式？我很喜欢，只是没有想到这衣服是你做的。谢谢你，芊芊。这里女子说的挺美的，有伺候不完的人还可以娶多个郎君，事实上就是被男子养起来，只能在他们的阴影下享受，还有不停生孩子。苏月瑶对以后的生活充满了担忧，她在不久是不是也会变成和这里的女子一样呢？要是那样，真的是太可怕了。看杨千寻的样子，连绣花都会，她是自小便学习侍奉女子，又要读书认字习武，说不定琴棋书画也都会。之后嫁一女子，还要有能力在婚后养活女子，想想真累啊。好在她嫁给自己是主君，如果是侧君或者侍君，她还要早起给主君请安，受主君的刁难。看着她刚刚伺候自己的样子，如果让自己如此伺候一人，她怕是受不了一刻，直接跳河了吧。翌日一早，苏月瑶还在睡着，杨千寻已经过来了。女君还在睡？是的，公子。那就让她再睡一会儿吧，早上提前准备好。如果女君要沐浴，让厨房直接送热水过来。女君醒了，派人通知我。
今日成亲有很多琐碎的事情要安排。好的，公子。等苏月瑶穿好衣衫，用过早膳后，杨千寻过来了。芊芊用过早膳了吗？用过了。芊芊什么时候举行仪式？阿瑶问的是拜堂吗？拜堂要到晚上的，因为我的母亲亲都在凤都可以取消接亲了。女子只有娶正君和侧君是要接亲的，但是必须要家中出嫁的。虽然姨母是我的长辈，但是并不是我的家，所以阿瑶不能坐着轿子去接我了。那芊芊，我没有去接亲娶你，你会不会有遗憾？能嫁给阿瑶，即便是侧君、世君，我都愿意的。我并不遗憾，相反，我心里很开心。芊芊，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好，阿瑶，你比任何女子都要好，我只想嫁给你。我从未吸引过任何女子，我只喜欢阿瑶。阿瑶别有负担，我对阿瑶的好，阿瑶受着就是了。你只要记得我是心甘情愿的。好，芊芊，我知道了。也许他应该慢慢去适应一个真心对自己的杨千寻，把心投入些进去。毕竟今日之后，他就是自己的主君了，也是和自己相伴一生的人。阿瑶，你要去门口亲自把给我的聘礼打开吗？这个需要我亲自去吗？阿瑶不去也是可以的。按照接亲流程，我进门的时候，有人会专门把我的嫁妆说出来，随后女子会上前把她准备的聘礼亲自交给男子手中。那走吧，我过去吧。想来我亲自在门口交给你，也是让外人知道我对你很满意，很喜欢你。以后在一线生活，也不会有人看低你。这个时代对男子如此苛刻，杨千寻既然张了嘴，怕是背后有深意。他确实不知道这里的成亲流程，但是他不想亏待杨千寻。好，谢谢阿瑶。他其实也没有底气，不知道苏月瑶会不会去前院门口的。这样的习俗虽然有，如今的女子很少自己准备聘礼，慢慢的很少有女子亲自在男子进门的那一刻把聘礼交给男子的。那阿瑶等我换上婚服。但这里反了过来，男子嫁人也是晚上才拜堂，又为何要上午就把男子接回来？男子接回来了要做什么？他又有些好奇了。阿瑶，走吧。杨千寻一身红衣，苏月瑶看向杨千寻，眼前一亮，这么艳丽的红色穿在杨千寻身上很是出挑，衬得她肤色更加白皙。平常的时候她都是穿白色或者浅色衣衫，突然这么穿真的是挺好看的。芊芊穿这么艳丽颜色的衣衫很好看啊。是吗？阿瑶如此说，那以后我多穿些亮色的衣服。我是觉得好看，但是这还是看芊芊的喜好。白色和浅色的衣衫，芊芊穿着也很有气质，好看的。以后亮丽的衣服我只穿给阿瑶一个人看，可好？好，这样芊芊也是我一个人的了。芊芊，我有些好奇，女子为何要这么早把男子接过来？其实男子进了女方家，要去女方长辈院子里听训呢。阿瑶没有长辈在，所以这关我可以躲过去了。听训其实就是男子跪在地上，女方的嫡父会让男子背诵难得，还会问一些如何伺候好女子的事情等等。什么？现在这个时辰还没有到午膳的时候，你们要跪到晚上吗？这会不会太不近人情了？女子稀少骄纵，这世间能够找到一位妻主相伴一生，对我们男子来说已经是最大的恩赐了，所以我们要好生伺候好你们。成亲当天，这些苦是男子应该受的。这不是成亲啊，这简直是活受罪嘛！我幸亏没有穿越到男子身上。这老天是觉得以前古代的女子在后宅过得很是悲苦，让男子体验体验的。还要放心，午膳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起身活动活动用膳的，所以跪不了那么久。我运气真的好，阿瑶娶了我不用跪了。那娶侧君之类的，他们也要跪吗？当然的，侧君的流程和娶主君差不多，但是侧君以下世君他们是早起由家中送到女子府上的，之后会去长辈的院中听训，好一点的长辈会在午膳后放人，之后到主君的院中了。杨千寻大致说了一下，没有细说。苏月瑶大致也明白了，主君和侧君有仪式，跪的相对时间短一些，但是侧君以下进门的男子怕是要被折腾一天吧。他听完更加庆幸他没有穿越成男子，太可怕了。两人走到门口，门口已经有下人向来往的人发红鸡蛋了，只是来领的人并不多。
县城有钱的文人雅士、商户人家也都不缺这点吃的，大部分来的都是一些贫苦人家或者一些府里打探的下人。下人们看到苏月瑶他们走了过来，立马停下动作，行礼问安。奴见过女君、主君。都起来吧。千寻，你和月瑶怎么出来了？姐姐，阿瑶想要亲自把聘礼交给我。哼，看来月瑶是很喜欢你呀。既然如此，那就让月瑶亲自给你吧。杨家洛示意拿着画的下人跟在苏月瑶身后。这时门口站着的梅公开心地笑着喊道：杨家公子嫁妆茶楼一座，酒楼一座。苏家女君聘礼作画2幅，并亲自交于主君。话音刚落，外面围着的百姓都停了下来。这杨家公子既然陪嫁了这么多的嫁妆，想来也是新来义县富户啊。是被苏月瑶给蒙蔽的吗？这么嫁给他了？不是这苏家被赶出来的苏月瑶是个草包，什么都不会的吗？下面听到的百姓心里各种想法乱飞。但当第一幅山水画打开，顿时门口围着的人都抽了一口气。很多打探的下人看到，立马转身回去报信儿了，也有等着看第2幅画的。当第2幅画作打开，顿时有一刻的安静。这画画的真好啊，特别是上面的题字，这苏女君是有多喜欢她的主君呐，这么高的评价。苏月瑶一个草包能画这么好的画吗？整个县城除了周老夫子，还会有其他人有这么好的工笔？啊，聘礼这么大呀，还亲自给。我突然觉得能嫁给苏月瑶也是一件好事儿啊。下面议论纷纷的，杨千寻脸色有些微红，苏月瑶也有些尴尬，感觉他们像猴子一样被人观看着。之后一瞬间，整个县城都知道苏月瑶给的聘礼是2幅画作，以至于到了晚上，苏月瑶家门口来了很多文人雅士，甚至惊动了义县的大儒周老夫子。周老夫子是寒门出身，自小在绘画上很有天赋，之后去了凤都卖画，被文人馆的画师看上，给上任女皇陛下进献了一幅画，特破格进入的文人馆。周老夫子的画作一直都被很多人收藏，进入文人馆中一直教授绘画，连现在凤都最好的画师也是他的徒弟，所以周老夫子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他的妻主更是凤都的世家贵女，萧氏的嫡系女子，当年也是以正君之位迎娶的周老先生。听说2人婚后很是恩爱，前年周老夫子封笔，特意回到义县养老，但他的妻主其他的郎君都是凤都的，所以萧氏每年会特意来义县待上2个月陪伴他。周老夫子以前还参加一些宴会，今年几乎都是闭门不出的，没想到因为苏月瑶的画出了家门。温县令门口的画作真的是苏月瑶所画吗？周老夫子还是有些不相信地问道。是的，那2幅画前几日我已经看见过了。凤鸾国成亲不摆宴席，都是男女双方长辈亲戚一起吃顿饭，所以杨家洛和杨千寻本来就订了3、4桌，但是没有想到那2幅画会把县城的文人都给吸引了过来。杨家洛又紧急让悦来酒楼的人把膳食、桌椅、板凳送过来些，才招待好他们。杨千寻和素月瑶在内厅拜堂成亲后，2人又一起出现在前院招待这些文人。文人在这里地位很高，特别是那些有名气的人物，不管男女，只要有才学，连官府的官员也要礼遇的。文人馆更是整个凤鸾国文人向往的地方，每年只有1次考核，录取率是很低的，或者被女皇陛下特批才能进去。里面有画坊、书法坊、琴艺坊、棋坊、诗坊、酒坊、花坊、茶坊、文学坊、骑射坊、算术坊等。从文人馆出来的，不管男女，都是可以入朝为官，也有一部分文人喜欢教书，这些夫子都会成为各个世家的座上宾。周老夫子看到苏月瑶，问了他一些话，苏月瑶都能对答如流。苏月瑶又当着他们的面把前几日在家里画了一半的贺寿图继续画完后，周老夫子对苏月瑶越来越满意了。
一些不相信苏月瑶的人也算是彻底相信了。苏月瑶一瞬间在整个义县文人圈子里彻底是出了名了。没想到这贺寿图居然能如此画，特别是这题字。苏女君之前为何躲躲藏藏做那些阿杂的事呢？之前月瑶受陪侍们蒙蔽，也从未想那么多，以前做的事情太过混账了，以后不会了。你这绘画是谁教你的？在苏家的时候，我很是偏爱绘画，但是家中父亲曾说过，女子就是要享受男子的侍奉的，不用学这些没有用的，所以我都是平日没人的时候自己偷偷练习的。苏家主君怎可如此？陛下都已经下过诏令，女子有才的，家中也应好生培养，不可强制要求女子的。我继父没有亏待我的，他只是想要我将来能娶好的公子，觉得这绘画无用而已，我不能让继父伤心的。绘画怎可无用？这苏家怕是怕你成才，故意埋汰苏女君的吧？苏月瑶站在一旁，低下头，装作伤心的模样。众人心里明镜似的，都知道苏家主君是个什么情况，心里更加鄙视了。他们回家就让家中的女子少和苏家人来往，免得被算计。就因为苏月瑶的几句话，后面直接导致了苏家慢慢的被义县的文人所嫌弃，等到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还不知道为何会变成这样。这些文人走的时候，苏月瑶收到很多宴会邀请，还有很多要画作的，特别是周老夫子还特意让苏月瑶去家中做客。苏月瑶一旁笑得都快僵了，等所有的人都离开后，苏月瑶才松了一口气。杨千寻眼神从头都是深深地看着他，他觉得苏月瑶即使不和他成亲，他也会慢慢撑起来的，因为他有那个能力。一想到这样的女子以后就是自己的妻主，他很欢喜。月瑶，你和千寻先回屋休息吧，姨母他们我去送。今日可是你们的洞房花烛夜，千寻可要好好对月瑶。阿瑶，我们回房吧，我已经让春日他们准备好了热水，我们先回去沐浴吧。好。沐浴不会在一起吧？想想是有些不好意思呀。一会儿要不要聚聚啊？也不知道杨千寻有没有8块腹肌啊？他好像还会武功，体力会不会太好了？我能受得了不？苏月瑶越想脸越红，感觉整个人都要烧了起来。阿瑶的脸为何如此红啊？不会是发热了吧？没有，我就是天太热了，对，是天太热了。阿瑶不要害羞好不好？不然一会儿洞房花烛夜要怎么办呢？我没有，我先回去了。杨千寻看着跑开的人儿，宠溺地笑了笑。苏月瑶刚回到屋子，满眼全都是大红色的。我想要沐浴，热水准备好了吗？已经准备好了，女君随时可以沐浴的。好，我现在去。你们都下去吧。忙了一天的苏月瑶泡进温热的水里，整个人舒服地眯了眯眼睛。怪不得很多人都喜欢泡温泉，或者在家里装上大浴缸呢，是真的舒服。突然，苏月瑶听见脚步声传来，猛地睁开眼睛，发现穿着红色中衣的杨千寻走了过来。芊，你怎么来了？我马上就好了，你要不在卧房等我？他现在可是真空状态呀。我来帮阿瑶洗头发好不好？芊，真的不用，我自己可以洗的。杨千寻像是没有听到一般，径直地走向苏月瑶，伸手轻轻地解开苏月瑶刚刚挽好的头发，手指穿过那柔软的发丝，他很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弄疼她。苏月瑶脸颊泛起了羞涩的红晕，她微微低着头，眼睛里闪烁着一丝不安。阿瑶，我不会伤害你的，给你沐浴本身都是男子要做的，我知道你不喜欢陌生男子伺候，但是我以后是你的主君，有些事情我替他们伺候可好？听他说完，整个人慢慢的放松了些。是啊，他是他的主君，是他来到这世界上对他充满善意的人，他应该放轻松一些的。今晚可是他们的洞房花烛夜，他不应该总拒绝他，让他难过。问清楚的苏月瑶点了点头，嗯了一声，就闭上了眼睛。两人进到屋子里，
苏月瑶有些僵硬地坐在床上。阿瑶饿吗？还要用一些膳食吗？不用了，我晚上用的多些，不饿的。阿瑶要吃助孕果吗？这个是助孕果，吃了就会有孕？不一定的，女子吃了怀孕的几率会大一些的。还有就是，第一次的时候身体会有点疼，吃了助孕果，女子会好受一些。但是她现在心里还不想要孩子，这里有5个多月就生了，那岂不是1年能抱俩？听说生孩子不疼，越生对身体越好。阿瑶，要是不想吃也可以的，我一会儿清点就是了。芊芊，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生孩子，我没有不想给你生孩子的，我只是心里有一丝的乱。这助孕果只是帮女子更好的有孕，不一定一次就成的。如果阿瑶还没有想好就不吃。芊芊，是不是不吃它，女子就不会有孕？是的，女子本身就很难有孕，只有吃了助孕果才有机会的。这里的男子嫁人都想自己的妻主给他们留下后代，他一直觉得杨千寻对他那么好，那今日就让他开心些吧。芊芊，把助孕果给我吧。杨千寻听到眼前一亮，阿瑶一定是喜欢他的，他愿意吃助孕果，是不是想生一个属于他们的孩子？阿瑶，好吃吗？清甜的果香味儿挺好吃的，但是芊芊我愿意吃，心里也是愿意给你生孩子的，但是我还是想晚1年后再生孩子，今日随缘可好？好，都听阿瑶的，谢谢阿瑶。杨千寻慢慢地抬起了苏月瑶娇柔的下巴，然后轻轻地吻了上去。她的唇温柔而有力，仿佛要将苏月瑶整个人都吸进自己的怀里。这个吻深沉而热烈，充满了无尽的爱意和希望。杨千寻似乎想要通过这个吻将自己对苏月瑶的情感完全传递给她。在这一刻，时间仿佛停止了流逝。苏月瑶感受着杨千寻的热情，她的身体渐渐放松，双手也不由自主地抱住了杨千寻的后背。她沉浸在这个美妙的时刻里，忘记了害羞和紧张。她的肌肤洁白如雪，细腻如丝，微微透出一丝粉嫩，仿佛在诉说着少女的娇羞与妩媚。在红色婚床的映衬下，她显得愈发娇柔动人，让人忍不住想要呵护备至。杨千寻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住，他仿佛能感受到她身上传来的温暖和柔情，心跳也不禁加速起来。阿瑶，看着我。杨千寻的吻持续往下吻着，慢慢的，苏月瑶沉溺在这温暖的怀抱里。轻一点。阿瑶。床帐里，两人不知乐皮的过了多久。苏月瑶浑身酸软，调整着自己的呼吸。阿瑶，再来一次好不好？我好困，我要睡觉，不要。苏月瑶语气很轻的说完，直接睡了过去。看着他疲惫的脸色，有一丝的心疼。他刚才有点失控了，他没有想到阿瑶会是如此甜美。冰水。好的，公子。外面的其他人都松了一口气，这都折腾了大半宿了，女君那么娇柔的身子怕是撑不住吧。好在公子放过了女君。苏月瑶此时已经没有一丝力气，眼皮沉重的睁都睁不开，只能放任杨千寻帮她清洗着。等洗好之后，抱着苏月瑶心满意足的睡了。翌日，苏月瑶醒来的时候，浑身酸疼的直接发出了闷哼声。她想要坐起来，发现一点力气都没有。昨晚有多舒服，今天就有多难受。好在浑身没有不清爽的感觉，她隐约记得好像是杨千寻帮她清洗过了。她现在能明白这里的女子为何要有人伺候穿衣了，因为她现在压根儿就动不了。她决定今晚开始要分房睡。男人都是大猪蹄子，说好的会温柔会亲一点，都是骗人的鬼。要是每晚这样子，怕是有天他会在床上散架子。阿瑶醒了吗？还疼吗？哼！苏月瑶现在不想理杨千寻，偏头冷哼了一声。阿瑶，饿了吗？膳食一直给你温着，先起来用膳好不好？阿瑶，
以后想怎么惩罚我都可以。他昨晚确实失控了好几次，阿瑶生气是应该的。春日，端杯水进来。好的，主君。春日倒了杯温水，低着头不敢乱看，弯腰把水递给杨千寻。苏月瑶确实有些渴，嗓子还有些疼疼的，就着杯子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我还要喝。春日立马接过，又倒了一杯水。苏月瑶喝了2杯水后，才感觉嗓子好受了些。阿瑶，我先帮你把衣服穿好，第一次后身子会不舒服，没有力气的。你知道，那你昨晚还那样，让你停下还不停下，哼！那阿瑶是不是也觉得很舒服啊？一直抱着我。苏月瑶听到杨千寻的话，脸色更加红了，甚至直接想要躲起来。她也不知道昨晚为何如此，总感觉火烧一般，想要靠近杨千寻。说运国是有些让人高兴的成分的，所以阿瑶才会如此。但是阿瑶实在是太美了，也难怪我没有收住力道。对不起啊，阿瑶，别生我气了好不好？在我吃助运果的时候，你为何不告诉我？你是我不对，我以为阿瑶知道，所以阿瑶，原谅我好不好吗？哼，他还浑身疼着呢，就这么逗他，太可恶了。你别装可怜了，今晚开始你睡隔壁，不准进我的房。好，都听阿瑶的。那阿瑶让我继续帮你穿衣服好不好？要不然我让春日把膳食端进来，我为你用膳呢。不要，你先出去，我自己穿衣服。还要听话，我给你穿衣服可好？芊芊，你别碰了，让你穿。把床边准备好的衣衫给苏月瑶换上。苏月瑶闭上双眼，瘫在床上，她感觉被子被掀开，杨千寻轻轻地给她套上贴身小衣、里裤、里衣、中衣。被杨千寻的手碰到的时候，苏月瑶下意识地瑟缩了下，她真的是受不了这感觉。更多的感觉是自己什么都没穿，在一大美男眼前别扭、害羞、难为情的感觉呀。她现在一点都不觉得左拥右抱会多好，这里的男子战斗能力太强了。芊芊可以用膳了吗？我好饿。春日，摆膳。好的，主君。用过膳后，杨千寻顺手直接把苏月瑶抱坐在他的腿上。芊芊，姐姐回凤都了吗？回去了，早起姐姐就走了，你还睡着，姐姐也不让叫你，我亲自送姐姐上的马车。阿瑶，不用担心的。阿瑶，要带我回苏家吗？回苏家？为何？姐姐走后，苏家派人传话，说你母亲和父亲等着你带着我回去敬茶，我让人回话，等你醒了之后再说。我母亲怕是知道昨日情况了吧？我继父想见我，怕是想打听那2幅画到底是谁画的。那你回去吗？我一个被除族、被断亲的人，回去干什么？而且芊芊，我不想你被他们欺负的。但是凤鸾国很注重孝道的，你要是不回去，怕是会落人口实。再说了，我是你的主君，给母亲父亲敬茶训话也是应该的。芊芊，他们都不是真心为我的，要不是昨日展示那2张画，他们甚至还一直在想怎么弄死我呢。说不定现在就坐在屋里等我回去，想让我承认这2幅是我那个好妹妹画的呢。我凭什么要让一心想要我死、一心陷害我的人好过，给他们好处？我没有回苏家的可能。断亲文书、除族都是苏家主亲自下的决定，我只是遵从他们的要求，不再和他们来往。凭什么说我不孝？春日派人去给苏家传话，说女君和苏家没有任何关系，更没有回去敬茶一说，让门房派的人在苏府门前大声说出来。好的，主君，奴这就安排。芊芊安排得很好，我就是打算不给苏家留一丝和我和好的机会。昨日我也在县城的文人面前给苏父上了一些眼药，今日他们上赶着来，传到他们耳中，怕是更会瞧不上他们。他喜欢我的安排就好。芊芊，我发现你很喜欢用春日啊，见你平常使唤春日多一些，以后还是让春日跟着你吧。阿瑶，春日是我身边最得力的人，他管家能力很出众，现在府中的下人安排都是他负责，而且从未出过纰漏。阿瑶也可以考虑把他收入房中，只是他的身份比较低，当个小事还是可以的。春日他们都喝过绝死汤了，阿瑶也不用给他们生孩子的。
昨日他们才洞房，今日就打算给他纳小事了。好大方的男子啊，就那么不介意吗？这要是在现代，自己的老公给自己找男人，想想还真刺激啊。芊芊，你哪里觉得我会纳了春日他们？阿瑶比平常女子害羞一些，也不喜欢男子近身伺候，但是一旦你认可夫郎，你就会是能忍受的。我想如果我们没有成亲，你怕是也不会让我靠近你身边一步的，不是吗？你好像对任何人都没有区别，总把春日他们当作奴仆看，特别是他们跪着的时候，你会有一丝的慌乱，像让他们那么做是不对的感觉。他一个现代人确实还没有习惯他们的动不动就跪的行为，难道是他表现得太明显吗？再说我发现阿瑶今日对我是格外的纵容，即使昨晚我那样，你也没有要真的惩罚我，所以我觉得阿瑶是真的舍不得我的。自己的男人还是要宠一些的。是不是你身边春字辈的仆从都有其他本事？阿瑶看出来春日他们不同了，那我给你具体说说。刚说春日是负责管家的，春雨是管银钱的，算术能力很好。府里的账房还有我的嫁妆铺子，每日的账目，平日收礼送礼这些事情都是他管着的。春霜是管膳食和采买的，懂得一些医术。阿瑶的喜好，平常的膳食安排都是他来负责的。春玲和春水是负责衣服头饰的，特别是春玲手很巧，能梳很多漂亮的发髻。阿瑶不喜欢她健身伺候，也就没有用得上了。春水就是刺绣的绣工比我还好一些，我和阿瑶身上的衣衫刺绣还有衣帕子都是他们缝制的。春木你平时没有见过，他是春字辈武功最好的一个，平常出门的时候会负责护卫安全的。春日他们都会一些群鸟功夫的，只是没有春木的好。苏月瑶之前一直觉得这几人会些本事，只是没想到会得这么全面。不愧是世家的公子，从小带在身边的人，有了这几人会省很多的事情啊。阿瑶，如果你不喜欢春日，其他人也可以，我只是想要你身边有人伺候。如果他们你都不喜欢，那后面我好好给你选侧军。芊芊，我不会纳了春日他们的，以后让春日他们各司其职吧。我以后即使要去，也是一眼望去，对他有好感才会去，也不是春日他们不好，只是我从未考虑过这些。芊芊，我们才成亲，先不要考虑娶侧军纳小事的事情好吗？他现在还有些发愁，以后晚上怎么应付杨千寻呢？要是再多几个男人，他怕是要累死。那阿瑶要尽快找了，过完年之后，你满18就被谢衙强制分配就麻烦了，姨母也不能违抗诏令帮我们的。我知道的。春雨走过来，女君，门房那边今日收了很多帖子，有一些是递过来的时候说是很着急，让您给回帖的。把帖子都送过来吧。阿瑶，这会外面的太阳还不晒，我们去树下，你躺在椅上吃些水果，我处理这些帖子。好。杨千寻坐在一旁，看着一堆的帖子。苏月瑶看着杨千寻专注的样子，心里想着，真美，真俊啊，又体贴又温柔的，还能把事情都给你处理好，关键还对你一心一意的。如果以后都是这样的日子，确实真享受。他有些困了，慢慢的睡着了。等到苏月瑶醒来的时候，石凳上已经没有杨千寻的影子了。主君呢？春日在给主君汇报苏家的事情，主君怕打扰您休息，就回了屋子。好，我知道了。苏月瑶坐起身，伸了伸胳膊，掀开毯子，准备站起来的时候，休息好了。刚睡醒起来的时候要慢一些，让春霜他们扶着才更好呢。我以后会注意的。阿瑶，想要走一走？是啊，今日躺了一天了，想走一走，不然怕是都忘了走路的感觉了。春日他们去到苏府，说明我们不会回去，本身是不想闹得太难看，只是苏府的下人们听说我们不回去，立马通知了府中管事的，大声嚷嚷的说你不孝，成亲之后让主君回来敬茶都不愿意，等等等等这种不好听的话。之后春日就大声明确的说苏家女君和您断亲，出族的事情，还有说县衙已经备案了，你和苏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这才平息了周边百姓的议论。解决就好。现在苏家肯定是想尽办法想让我回去，不管那2幅画是不是我画的，只要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不会轻易放弃。以后给门房交代好，苏府的人来找我一律不见。好的，阿瑶。那些帖子都是什么？一部分是昨日来的文人，
想要邀你参加一些宴会，还有诗会、品茶的，还有赏花之类的。一部分是一些交友的宴会，这类都是想要嫁给你的人家特意举办的相亲宴。一部分是一些世家想要你去他们府上单独宴请阿瑶的。还有阿瑶裴氏茶商的裴玉琪公子，你有印象吗？他想要来拜访我们。裴公子还没有离开义县啊？那他拜访我们是为了求画，还是恭喜我们成亲呢？想来是求画的。玉琪一个人撑着裴氏茶商，他的小舅舅目前是女皇身边得宠的4品如君。其实我嫡兄也进了宫，是3品侧君。裴如君很喜欢文人的画作，特别是花卉之类的。看来芊芊和这位裴公子关系很好了，我可以给他画。但是如果这画被女皇陛下看到了，问起来，你怕是要暴露了。想来你那位嫡兄和你关系不怎么样吧？杨侧君他比我大5岁，我们关系不是很融洽。这些年我的嫡父也各种压榨我和姐姐。这画阿瑶要是画了，凤都那边杨家肯定会派人来接我们回去的。阿瑶不画吧，我不想阿瑶卷入这些纷争之中。我们先见见裴公子吧，看他到底要什么，再做决定可好？再说杨家他们来接我们也不一定要回去啊。你已经嫁给我了，而且姐姐今日已经回了凤都，想来会很快知道你嫁人的。如果是这样，还不如直接把我会画画的事情推到人前，给了裴如君画，入了女皇陛下的眼，任何人想动我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等过些日子那幅贺寿图在杨府城出现后，怕是知道我画画的人越来越多，凤都杨家知道是迟早的事情。还要如此，你怕是没完成日子了。杨家我嫡父一直压着我姐姐的发展，我嫡兄还有我嫡妹他们是见不得我和姐姐好过的。他们能接受我家的不好，但是不能接受我嫁给有才华的你。芊芊既然嫁给我了，视我为妻主，我就应该保护好你。如果我连你都护不住，如何当得起你的妻主？阿瑶，芊芊，我不知道你怕什么，也许怕我听到凤都对你的传言，还是怕那位正女君纠缠你，怕我不要你。但是芊芊，我说了，我对你过去不在意，就不会听了任何人的话来伤害你，更不会不要你。我知道了，我相信阿瑶的。我会让玉琪明日下午过来，其他回帖会依次回复的。姨母之前说让我们明日直接去县衙，阿瑶去吗？去吧，那幅贺寿的画我已经全部画好了，明日正好带给姨母他们。是不是要准备礼品啊？我会吩咐下人准备好的，阿瑶不用操心这些事情的。我知道了，只是3位一侧君的话要晚几天再给他们了。他们想来是不急的。阿瑶，我们回房用晚膳吧。好，两人回去用了晚膳，还是杨千寻亲自伺候的。苏月瑶也慢慢的有了一丝适应，不像前2次那么抗拒了。翌日一早，苏月瑶在杨千寻的怀里醒来。昨晚苏月瑶想要杨千寻去旁边的屋子睡的，但看到他摆出一副被他抛弃的样子，可怜兮兮的像只小猫，苏月瑶一时心软，让他留宿了。这也导致了苏月瑶再次被吃干抹净了。好在知道今日有正事，没有使劲闹他。就这样，他腰还是很酸也很困，清洗的时候他又成功的睡了过去。真是不能心疼男人，会倒霉一辈子，不是随便说说的。阿瑶，看来昨晚就不应该那么轻易的放过阿瑶的，让阿瑶现在还有力气。哪有，我现在腰还酸着呢。是我的不是，我给阿瑶揉揉。芊芊，不用的不用的，别揉那里啊。哼，月瑶放轻松，腰揉揉就不酸了。慢慢的，苏月瑶感觉很舒服，整个腰部暖暖的。当她有些昏昏欲睡的时候，杨千寻一个翻身，直接亲到苏月瑶的唇上，手开始不规则起来。芊芊，我们一会儿还要去姨母那儿呢。没事，时间还早，就这一次好不好？苏月瑶发出呜呜的声音，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1个时辰后，苏月瑶生气的不想理杨千寻，简直是太可恶了。阿瑶，记住，不生芊芊的气好不好？别叫了，不生气了，不生气了。杨千寻听到后才不再逗弄苏月瑶，不然怕一会儿他又忍不住了。
没嫁人前，她不知道为何男子那么想嫁给自己喜欢的妻主，那么想得到妻主的喜欢。她现在明白了，妻主娇软的身子只抱着都能感觉自己浑身的愉悦，能得到阿瑶的宠爱，得到她的心，她好喜欢，好喜欢。下人把热水准备好后，杨千寻抱着苏月瑶进了浴桶。苏月瑶闭着双眼，又累又困的，认命让杨千寻给自己清洗。虽然还有羞耻感，但是已经不再抗拒杨千寻了。杨千寻专心地帮苏月瑶擦洗好，轻轻地抱到床上。阿瑶，你先休息会儿，我去洗洗。杨千寻在苏月瑶的额头亲了一下，给她盖好被子，就去了外间。等到苏月瑶再次睡醒的时候，发现在马车上。芊芊，我怎么在马车上？我看阿瑶睡得这么香，就没忍心叫你，就给穿好衣衫，抱着你上了马车，再躺一会儿，一会儿到县衙我再叫你。什么？你抱着我出的宅子？那岂不是其他人都看见了你抱着我了？阿瑶没事的，他们不敢乱看的，小声一些，不然外面人听见，阿瑶怕是一会儿连马车都下不了了。你，哼！苏月瑶生气不看杨千寻了，她要气死了，这以后她怎么见人呢？阿瑶不气，我保证下面2天不碰你，好不好吗？你要是答应5天不碰我，我就不生气了。阿瑶，我们才刚成亲，5天是不是太久了些？不准用这样的语气和我说话，5天就得5天。阿瑶，4天好不好吗？不好，就5天。那好吧。到了县衙，温姨母的主君和侧君们亲自在门口接待的他们。月瑶，你姨母县衙的公务还没有处理完，你和寻儿先和我们去前厅喝杯茶水。好的，多谢姨父和3位姨侧君专门等着月瑶，是月瑶今日一时起晚了，对不住。月瑶客气了，客气了。女子娇贵，起晚也是正常的，我们也没有等多久。女子娇贵，按照律法，除了对当官者行礼，还有只对母亲和当家嫡妇行礼外，其他人是没有要求必须行礼的。这样的女子在整个义县都很少见。姨父，没想到县衙的景色这么好呢。啊，这里之前不是县衙的宅子，是我和你姨母在上任的时候，我专门把县衙旁边的2座宅子都买下来了，打通了又重新设计改动，才是现在的样子。原来如此，姨父眼光真好，这院子改动得很成功，景色也很漂亮。他还是第一次被小辈女子夸奖，他母族的侄女、外甥女都是眼高于顶的，看不上他嫁了一个县令妻主，在他面前从未给个好脸色。几位姨父心里都惊奇，没有想到苏月瑶私底下这么好说话。成亲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是有妻主在一旁撑着才如此，没想到平常的他也这么好相处。玄儿真是有福气啊！杨千寻看着红长辈开心的苏月瑶，心里一片柔软。好久没有看到能平心静气地和男子说话的女子，她嫁了一个好妻子。如果父亲没有离世，看到阿瑶，想来也是会开怀笑的吧。几人到了前厅的会客厅，苏月瑶不愿意坐在上手，非要和杨千寻坐在下手的位置。众人笑着喝着茶说些话，场面温馨极了。温县令忙完过来的时候，看到如此的场景，心里一乐。他都好久没有看到他的几位郎君如此开怀的笑了，看来这苏月瑶还有其他本事在身上啊。主君如此满意月瑶，笑得这么开怀。妻主。温主君和3位侧君看到温县令，立马起身行礼道：姨母。苏月瑶和杨千寻也站了起来行礼。都坐吧。主君谈论什么呢？这么开心。月瑶夸我们呢，说我们对她很好，送给寻儿那么多铺子嫁妆。嘿嘿，特别还说我把外面的宅子改得很美，有园艺大师的风范呢。主君改的园子景色确实不错，记得你未嫁给我前也是专门设计园林改建的。是的，记住。现在手里的生意多了些，还有孩子们都忙着嫁人，没有时间单独的画图了。等到小七小八嫁人了，你们时间多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多谢妻主。几人开心道：月瑶也不错，能哄着你姨父们这么开心。今日你带着寻儿回门，我身为寻儿的姨母，当一会儿你们的长辈，这杯茶我替我那逝去的哥哥喝了吧。姨母本身就是千寻的长辈，何来替岳父喝茶的说法？等有机会，我会让千寻亲自领着我到岳父的杯前敬茶的。好好好，你有这份心就很好了。寻儿嫁给你有福了，我能娶到千寻这么好的公子，是我的福分。姨母请喝茶。温县令接过茶水喝了一口，笑着把包好的红枫递给苏月瑶说：以后好好和寻儿过日子，多包容些她。我会的，姨母。姨母请喝茶。温县令接过茶水喝了一口，同样把红枫递给他说：寻儿，你身为男子，以后要学会以月瑶为首，好好侍奉她，知道吗？姨母放心，寻儿会照顾好月瑶的。姨父，这幅图之前成亲的时候在周老夫子面前画好了，我又在一些地方改动了些，让画面更立体些。您看看这画可以不？好啊！没想到仙鹤可以画得这么传神细致，我从未见过如此好的画作呀！谢谢月瑶了。姨父喜欢就好，一册君们的画等我画好后，我派人送过来。哎呀，我们的画呀，不急，月瑶闲下来再画就好。苏月瑶立马点头说好。月瑶，这画我要是带到杨府城给了我母亲，怕是你的名声会轰动整个府城了。你要如此吗？没事，这要瞒也不好瞒得住，最多也是一些文人拜访的多一些，对我来说影响不大。那我明白了。月瑶啊，姨父不能白收你这么好的画呀，这是杨府城的一座3进的院落，当做给你的谢礼了。拿出一个盒子递给苏月瑶。姨父，这我不能收，太贵重了。我身为小辈，姨父祖母贺寿，我也应该画一幅画的。月瑶要是不收下，那这画我也不要了。这也是姨父的心意，以后啊，你们要是去府城了，也有个落脚点。还要收下吧，这是姨父的心意的，这样以后姨父才好开口给你求画呢。那就多谢姨父，我收下了。以后姨父喜欢什么画作，直接给我说就好。苏月瑶在县衙用过午膳，就和杨千寻回去了。阿瑶，这是3位一策军给你的，算是画作的报酬。他们觉得以后我们会用钱多一些，每人给了5000两的银票，这里总共是15000两。啊，这么多？我画还没有画呢，关键是我应该收吗？苏月瑶有些吃惊。收下吧。本来他们也打算送宅子、店铺的，但是我说后期我们可能要去凤都，他们才决定送银票的。芊姨父们是不是觉得我们生活困难？这是扶持我们的。阿瑶，想来是你的画更值这些银钱，姨父们已经把天庄给我了，这次回门应该不需要特意给我们银钱的。好吧，看来以后没事要好好画画了，这饭碗挣钱挣得多呀。阿瑶不需要考虑这些，你想画就画，不想画就不画，我会挣钱给阿瑶花的。芊真好，以后我就靠着芊了。两人这边回到家，刚下了马车，想要往大门走去的时候，苏月雅的声音传了过来：姐姐，母亲都已经派人过来请你了，你为何不回去？你可知昨日母亲整整等你1天呢。我可不是你姐姐，苏二女君可别乱认亲戚。苏家已经把我除族了，断亲了，文书还在县衙呢。姐姐被母亲赶出家门，那都是一些气话，母亲已经后悔了，姐姐可不要再和母亲置气了。这位是姐夫吧？你可要好好的劝劝姐姐。苏月雅，以前你和你的父亲如何捧杀我，如何在家中使唤我的，要我去县衙告你们吗？我说过，苏家已经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你给我滚！多看你一眼我都觉得恶心。姐姐，母亲都后悔赶你出门了，想着昨日你回来，想把你的名字重新上了族谱中，你还是苏家的大小姐，母亲还是很想念你的。姐夫，你怎可跟着姐姐胡闹？你连给母亲敬茶都没有，怎可成为姐姐的主君？姐姐在苏家从未画过画，你们怎可让姐姐出名故意找人画好，充当姐姐给你的聘礼？顿时周围围着的百姓发出了议论声。哟，这
苏二女君说的是对的吗？苏月瑶之前那么混账，怎么可能一下子就会了画画？但是这画是连周老夫子都没画过的风格，这苏月瑶是去找谁画的？嗨，他刚娶的主君听说是凤都的，肯定是找凤都的画师画的。百姓中有2、3个人在大声的议论着。春日，把那几个人给我抓住。好的，女君。姐姐，你这是做什么？难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哎，这苏月瑶怎么随便抓人呢？就是。苏月雅，你空口诬陷于我，说我画作不是我所画，是找人代画的，你有证据吗？还有，苏家主亲自把我赶出家门，我的主君为何要回去拜见晋察？晋察敬的是长辈，苏家主不再是我的母亲，我主君为何要敬他？现在的苏府是我的府邸，和义县苏府没有一丝关系。春日报官，说这里有人专门挑衅女子，诬陷女子。女君，奴已经派人去了。姐姐，他们只是说了几句实话，怎么这么儿戏就报官呢？女子被污蔑，辱了名声，是儿戏是吗？苏二女君，我苏月瑶行得正，站得稳，不怕你们背后说什么，但是不能当着我的面诬陷于我，不然我绝对不会放过。本来想要他回苏府一趟，用重新入族威胁他，让苏月瑶承认画作是他所画，没想到他既然不愿意回来，那就别怪他毁了他。温县令看着堂下的几人，直接问道：是谁要报官？民女苏月瑶，见过大人。是民女要告苏月雅诬陷于我。之前民女准备聘礼的2幅画，苏月雅当着一众百姓的面非说我是找人代画的。还有这3人听到苏月雅的话后，在百姓面前直接污蔑我。苏月雅，你可有证据证明苏月瑶的画是找人代画的？回大人，姐姐在苏家的时候从未学过画画，也从未画过，如何在短短时间里画出如此的画作来？苏月雅，你这么说都是你凭空所想的，你怎么证明我在苏家没有画过？哦对了，我在苏府有2个贴身的陪侍，他们应该可以作证的吧？姐姐你……那2名陪侍早就被发卖出去了，是死是活他都不知道，如何证明？大人，我自小在苏家不受重视，苏父又各种给我灌输女子什么都不用学就有人伺候的观念。以前我年纪小，想得到母亲和父亲的关爱，特意讨好他们，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但是自小我喜欢画画，总是在母亲不喜的时候悄悄地躲起来画画，想让自己开心一些。如今我已被赶出苏府，母亲也和我断亲，把我除族，我所喜欢的画画也不能再画了吗？苏二女君，你自小喜欢弹琴，苏父更是专门找夫子教你，还告诉我这是对你严厉，对你不好，才让你学的。说我是家中最受宠的女子，就应该什么都不要学，那些都是供人娱乐的，学了也是卖弄。以前我不懂，我现在离开了苏家，我知道那是苏父想把我养废，故意的吧。我已经不去找你们了，念着你们的养育之恩，你们为何不愿意放过我？大家现在才知道苏月瑶如此蠢，原来都是苏父教的。之前有传言说苏父故意把苏月瑶教坏，还有一部分人不相信，但是现在算是彻底相信了。你胡说，父亲从未如此过，都是你懒惰，什么都不想学的。苏月雅，我已经不是苏家的人了，你说什么我都管不了，但是你不能诬陷于我。你们3个是受谁指使煽动百姓诬陷我的？没人指使，我们就是觉得你苏月瑶什么都不会，只会调戏男子的女子，怎么会画那么好看的画？请仙灵大人还月瑶一个清白。苏月雅，你可知苏女君成亲当日，义县的周老夫子亲自登门看了那2幅画，而且苏月瑶也现场画了1幅画，周老夫子是认可苏月瑶的画作的。不可能，如果周老夫子去了，为何没有消息传出来？那是因为周老夫子喜静，离开的时候对着一起看画的其他人说了，让他们不要把消息传出去。围观的百姓又都不认识周老夫子，事后苏府的人又专门给百姓发了赏钱，让他们把文人进府的事情保密。苏月瑶听到这里一愣，
看向杨千寻。当时他们澄清事情如此多，杨千寻竟然还事后拿钱封了围观百姓的口，他都不知道杨千寻做了这事情。你们3个还不招来，要本官动刑吗？来人，把他们给我押下去，狠狠地打，打到他们招为止。遵命，大人。顿时外面传来板子打在肉身的声音，还有男子的惨叫声。苏月雅听见，脸色难看极了。苏女君，救我，救我们！你胡说，我都不认识你，如何救你？苏女君，是你让我们故意诋毁苏月瑶的，我们身上还有你给的100两银票，你还答应我们事后会纳了我们。你胡说，我从未见过你们。温县令示意衙役去拿银票，又派人去查这银票存入是不是苏家的。最后结果确定银票确实是苏家的，是苏家主君特意留给苏月雅的银钱。你们3个当众诬陷女子，判半年监禁；苏月雅诬陷女子，判……大人，都是家事，不知道闹得如此难堪。苏母突然出现，苏家主已经在县衙里备案，把苏月瑶除族赶出家门了，这如何是家事？怎么不是家事了？瑶儿，你来说。我已经不是苏家的人，当然不是家事了。你已经把我除族，我不敢再高攀苏家。瑶儿当真如此，你还想不想要你父亲的遗物了？你，苏家主，我已经不再是从前的苏月瑶，所以我不在意。苏月雅污蔑于我，还找了人想要诋毁我的名声。如果我今日放过他，也不会感激的，以后还会欺辱我，我为何要放过？很好，瑶儿这是要和母亲彻底决裂了。县令大人，本朝有律，女子犯事，家族可以出足够的银钱平息。苏家愿意出5000两银子给苏女君赔个不是，不知可否？苏月瑶想要拒绝，但是杨千寻握住她的手，对她摇了摇头。苏月瑶抬头看向温县令，她也轻微地摇了摇头。苏月瑶心里叹了一口气，看来今日是不能定苏月雅的罪了。我同意苏家主的赔偿。银票一会儿送到。苏母说完，直接拉着苏月雅离开了。那3名男子直接被收监，女子可以用钱赔偿，但是男子是不可以的。一旦罪名成立，怕是没有翻身的机会。阿瑶，现在不是动苏家的时候，所以刚刚对不起。月瑶，这次让你受委屈了。月瑶的画作刚刚出名，你在公堂上公然和你的母亲撕破脸，虽然她把你除族了，但是孝道摆在那儿，所以月瑶……我知道的，姨母，谢谢姨母刚刚的维护。月瑶，你放心，你姨父们已经在针对苏家的生意了，只是要慢慢来，不能让他们查出来。还有经过这次，义县文人们怕是会把苏家彻底排外了，所以今日这一闹也并不是没有收获的。让姨母和姨父们操心了，月瑶很感谢。不用客气，都是一家人，赶紧回去休息吧。好的，姨母。另一边，苏府，苏月雅站在主院屋子里，一声不敢吭。蠢货，谁让你去针对苏月瑶的？我昨日不是已经交代了，先不管他，等以后遇到了再缓和关系的吗？母亲，昨日苏月瑶不愿意回来，我觉得她太可恶了。太可恶了！他现在画作在义县一下子出了名，不知道他的能力就贸然出手。今日要不是我去救你，你可知你一旦被定了诬陷女子的罪行，你以后如何娶高门大户的公子？我说过，你背后如何欺负苏月瑶，我都不会管。但是人前，给我把事情做好了。母亲，雅儿，还不认错？母亲，雅儿知错了，以后不会如此了。回去禁足10天，不准再去招惹苏月瑶。好的，母亲。主君最近也别出门了，好好管管雅儿。还有，以前主君背后怎么对苏月瑶的，我不再多说。但是从今往后，你只能是慈父，做不到装也得给我装得像一点。父亲，
那苏月瑶如今神气得很，母亲万一真把她接回来怎么办？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不都白白没了吗？雅儿，这次是你大意了，没有打听好情况就贸然行动，该罚。以后有的是机会，现在就让他得一些时日吧。父亲，我……雅儿，还是听从你母亲的吩咐吧。来日方长，以后有的是机会弄死苏月瑶。这边，苏月瑶和杨千寻刚进入府上，下人就禀告说是裴氏茶商的大公子已经来了一会儿。走吧，我们去会客厅。见过苏女君和苏主君。裴公子久等了，请坐。玉琪等很久了吗？你叫我苏主君，让我一时间都没有反应过来。这千寻已经成亲了，我应该这么称呼你的。玉琪没有立马离开一线，又单独拜访我们，是有事情吗？千寻大概是能猜出我的想法了吧？我想求苏女君一幅画作，送进宫去给我的小舅舅裴如君。裴公子想要我画一幅花卉图？是的，只是苏女君如果要画，千寻可说了牵涉的事情。千寻已经给我说了一些。裴公子，我是有点好奇，你是看到我画的画好看，临时想要送给你小舅舅的？这我来义县本身就是想着看看千寻，我想看到她成亲后就打算离开的。但你们成亲的那日，我在门口看到了那2幅苏女君送给千寻的聘礼，我当时也被这2幅画深深的吸引了。但我想要的画其实这画我也算是为了我小舅舅吧。花卉图不是我小舅舅最喜欢的，他偏爱风景图，只是女皇陛下喜欢花卉图所以你打算给你小舅舅，你小舅舅再给女皇陛下，如果陛下喜欢了，你舅舅能更得宠是吗？但是阿瑶一旦把画交上去，可是窥见陛下的喜好了，阿瑶会有危险的。千寻，我知道这样做会有些风险，但你也知道我在裴家的情况，我们长房示弱，赵二房又虎视眈眈的，如今全靠着我小舅舅在宫中撑着。我当时看到苏女君的画，我就知道女皇陛下肯定会喜欢的。但是玉琪，你把我妻主牵涉进来，你从义县回去递给裴如君的画作，有心一查就能查到妻主身上。你也知道我嫡兄对我的敌意，如果他们联起手来，我和阿瑶能不能全身而退都不一定呢。我知道的，千寻，如果这次你们不答应我，我也不会怪你们的。裴公子，这画我画，如果这画能得到陛下的赏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如果陛下没看上，我是女子，陛下也不会太重处罚我。只是如此，我怕是不会画花卉了。以风景图为主，画面上画出一些花可好？他这么做也有考量，如果以后他要护着杨千寻，就必须背后有靠山。他和杨千寻看着现在无事，但是背后的事情很多。凤都杨家知道杨千寻嫁人后的反应是什么，一直想得到杨千寻的郑家女君会怎么做，还有义县的苏家等等。但是如果他得到了陛下的赏识，是不是那些背后之人也就会收敛许多？苏月瑶想到这里，才决定给女皇陛下画画。阿瑶，这么画也是可以的，最起码不是窥探陛下喜好了。但此事你要想好了，确定了吗？一旦有玉琪交上去，后续情况我们都不可控了。他一想到如果阿瑶出事，他的心就像撕裂般的疼。虽然玉琪在凤都帮助他很多，但是在阿瑶面前什么都是次要的，他不敢拿阿瑶去赌。我想好了，如果画能得到女皇的喜欢，以后想对付我们的人就不会轻易出手。如果女皇陛下不喜欢，我也就画了一幅画而已。他能感觉到杨千寻语气的抗拒，他们身边有太多定时炸弹了，他不能什么都不做，让杨千寻一个人扛着。多谢苏女君，苏女君若是画，这报酬你可以随便提。报酬就不用了，裴公子，我能感受到你对千寻的关心，那种来自好友的情谊，千寻也很珍视你们这段友情，不然你的拜帖他也不会在我面前提一句。我知道他此刻心里会后悔让你见到我了，但是我也想为了我和千寻同有的家做出一些努力，毕竟我们身后有太多的变数，我不想都压在千寻一个人身上。这次画作算是我替千寻感谢你往日对她的照顾，我也希望你和千寻的友谊能走得长远。阿瑶，苏女君，
两人被苏月瑶的话说的都愣住了，他们同时看向他，他们从来没有见一个女子会为男子考虑这么多。女子不都是想着自己利益，享受着男子捧着的吗？他和千寻共有的家是什么样子？这一刻，裴玉琪都有些羡慕了，心不受控制的快速跳动着。阿瑶，谢谢你。杨千寻看着苏月瑶的眼神含着无限的爱意。不用谢，我们是一家人。裴公子什么时候要花？这2日我都会在一线。之前苏女君提供的茶树，我的人又在山上找到了几棵。苏女君如若有空的话，可以去城东宅院看一看。又找到几棵？裴公子的运气真是很好呢。明日未时，我画好画，你派人来接我和千寻吧。我还是挺好奇，茶树被移栽在哪儿呢？好的，苏女君，那我就先告退了。玉琪，如果没事，用过晚上再回去。那就打扰了。春日，去准备一些裴公子喜欢吃的辣菜。千寻，这里还可以做辣的菜？当然可以了，在饭菜中加入茱萸就能做出辣的菜。平常凤都富贵人家也有用花椒、胡椒来增加茱萸的口感的。阿瑶，你也想吃辣的菜？我很喜欢吃辣的菜呢，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没想到这里也……他本来想说这里也有辣椒的替代品，但发现自己说漏了嘴，下意识不说了。哦，苏女君也喜欢辣的菜啊？应该，想来是喜欢的吧。我想我还有事情，我先去忙了，你们继续聊。苏月瑶说完也不看他们，直接开溜。千寻，苏女君这是怎么了？想来是有些不好意思多说吧。千寻，苏女君对你真好，你能幸福，我替你感到开心啊。阿瑶人很好，我都觉得自己有些配不上她。玉琪，以后也能找到好的妻主的。我的婚事不是我能做主的，我小舅舅会安排的。我只希望将来我的妻主脾气好一些就好了。他说到这里，脑中不自然地想起刚刚苏月瑶的样子，他立马把这思想排除了。那是他朋友的妻主，他不能有这思想，而且他的小舅舅也不会允许他做侧军，他和苏月瑶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想到这里，他感觉他的心隐隐作痛。玉琪还好吗？你脸色不太好。我没事，只是想到我的婚事，心里有些难受罢了。都会好的。他们这些世家公子看着身份贵重，过得富贵的生活，可是婚姻几乎都是家族对外联姻的牺牲品，半分由不得他们选。他要不是没被人毁了名声，让人退了亲，他也没有机会嫁给苏月瑶的。如果阿瑶以后能靠着画作出名，他的母族还会给他些依靠，不然他怕是以后也是被母族放弃之人。以前也许会遗憾，但是他现在有了阿瑶，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了。他只想陪在阿瑶的身边。女君，晚膳已经准备好了，女君可要去用膳？稍等，我收拾下就去。好的，女君，奴会通知主君和裴公子。阿瑶，苏女君，千寻，裴公子，不用多礼，我们用膳吧。等他看到杨千寻开始用膳，并没有亲自给他布菜的时候，心里一紧。他对千寻宠到如此了吗？千寻，你们……裴公子，千寻平常都是侍奉我用膳的，只是今日你在场，也是他的朋友，我就不让他侍奉了。我不喜身边有下人伺候，所以用膳的时候不留下人在侧的。玉琪，其实我知道你的意思，放心，在外面我会侍奉阿瑶先用膳的。那就好，因为今年女子的出生又减少了，各地对待侍奉不好妻主的男子，遇到都是要严惩的，严重的会连累家族的。我来义县的前2天，凤都凤羽卫抓了好多男子。什么？裴公子的意思，如果男子不侍奉好女子用膳，还会被抓走？是的呀，女子娇贵，小到穿衣用膳，大到出行安全，都是男子必须要做到的。凤羽卫是干什么的？这凤羽卫是今年陛下新成立的卫所衙门，专门处理男子不侍奉好女子的问题。听说这男子只要进去了，有让男子重新学习男德，还有很多刑罚等折磨人的手段，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千寻，你们男子活着真是有些艰辛，甚至卑微了。阿瑶，我侍奉的对象是你的话，我心甘情愿的，也从未感觉卑微。我活得很幸福，因为有你。苏月瑶脸色微红，扭头瞪了他一眼。
意思好像在说还有外人在呢，注意点。阿瑶，这几道都是偏辣的菜，你尝尝看。好，我尝尝味道如何？味道不错，很好吃。阿瑶如果喜欢，我让春霜都研究一下这里的菜。好啊，那就谢谢芊芊了。裴玉琪静静地用着膳，听着两人的互动，心里的失落越来越多。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温柔有礼的女子，那么照顾男子的女子。他会记得千寻喜欢吃什么，他还会主动地给他夹菜，可见是把千寻放到心上的。刚听千寻说苏月瑶目前都没有那小事的想法，甚至很是抵触。这世间的女子不都喜欢把好的男子娶回去吗？她为何独独不同？裴公子，我看这道小蒸肉你用的最多，如果喜欢吃，回头让春霜把用料告诉你。多谢苏女君。裴玉琪没有想到苏月瑶会给他夹菜。不用客气，我心中有几种辣菜的菜方，回头我让春霜试试是不是可以做出来，做出来了也给裴公子送一份过去。哦，真的吗？那我就等着了。苏月瑶看到裴玉琪露出的笑容，被惊艳了一把，她唇角微微勾起，漾出好看的弧度，黑曜石一般的眼睛里充满着笑意，整个人阳光又温暖，一点都没有之前的疏离感。杨千寻看着苏月瑶一直盯着裴玉琪看，他刚有一瞬间觉得阿瑶给玉琪夹菜是不是太过亲近了些，而且他怎么感觉玉琪看阿瑶的眼神有些不同呢？但是一想到玉琪的婚事他根本当不得主，他和阿瑶各方面悬殊太多，可能性太小了，看来是他想多了。阿瑶也是看在玉琪是他朋友的份上才会如此的吧。之后三人用过晚膳，杨千寻亲自把裴玉琪送出了家门。阿瑶，我们回房间沐浴休息吧。芊芊，你是不是忘记答应我什么了？当然没有忘记，我答应5天不碰阿瑶，但是阿瑶又没有说不让我伺候你沐浴。还有，我给阿瑶暖暖床不好吗？芊芊，阿千，你不能这么犯规的吧？再说，现在这天气貌似不需要暖被窝的吧？阿瑶，我们才刚成亲，你忍心把我赶出房门吗？如今严查男子的，阿瑶能不能多疼我一点啊？他的心都开始砰砰的跳了。阿瑶，不说话我就当阿瑶答应了。等苏月瑶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已经在浴桶旁边了。杨千寻的好看真是致命，每次他都能沉溺在她的美貌里。阿瑶，女子沐浴男子必须贴身伺候的，朝廷有法规要求，女子安全很重要。再说，阿瑶，我们不都是夫妻了吗？再说，你哪里我都见过。阿瑶，你让我伺候你沐浴，又或者我去屏风等着你沐浴完，晚上可以一次吗？阿瑶，时候不早了，你先睡，我去沐浴。你去沐浴吧，衣服都湿了。阿瑶困了就先睡吧，不用等我。苏月瑶躺在床上，看着离开的杨千寻，嘴角带着笑意，心砰砰直跳。哼，这么俊的男子这么伺候他，他真的是要疯了。他在现代也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大学生啊，在这里让人这么宠着，都让他不知所措了。早知道会穿越到这样的时代，他应该在现代抽空谈个恋爱的，不然也不至于一遇到杨千寻逗他就面红心跳的。苏月瑶心里有些激动的在被子里滚来滚去，想着一会儿他要不要让杨千寻进屋。他刚刚那么细心的伺候他，把他赶出去是不是不太好？这要是角色互换，他变成男的，让他如此伺候一个人，他怕是都做不到如此。但是要是让他上来，他要是还折腾怎么办？他下面竟然还有些轻微疼疼的感觉呢。他明日还要去裴玉琪的庄子上看看。穿越过来这些天，他都没有好好逛逛。原主的印象里，易县东边的庄子里都是大户，连苏家都没有。听说每户庄子都有很多良田由佃户种植的，有的还有果园之类的，风景更是一等一的好。所以当裴玉琪邀约的时候，他听到是城东的庄子，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苏月瑶在床上翻来覆去了小半个时辰，才慢慢的睡了过去。杨千寻回来的时候，看着四肢八叉熟睡的苏月瑶，笑着把她的腿放好，又轻轻把被子给她盖好。
只好慢慢躺进去，伸手抱住苏月瑶，静静地看着他。他的阿瑶，他的妻主，能这么陪着他，真好。杨千寻心满意足地睡了过去。翌日，苏月瑶是被热醒的，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被杨千寻紧紧地抱在怀里。苏月瑶刚要挣扎开，杨千寻就睁开了眼睛，笑着对她说：阿瑶，早，你要起来吗？你先放开我，太热了。阿瑶，好吧，阿瑶不会生气我晚上抱着你睡觉了吧？杨千寻轻轻地松开了一些，语气带着可怜意味说道：没有，就是太紧了，我有点热才让你放开的。那阿瑶，那我以后都可以抱着你睡，我保证抱得轻轻的。他就知道杨千寻刚刚可怜的语气是装的，明知道他见不得他那个样子，他还这样，真是太可恶了。阿瑶，我都习惯抱着你睡了，我现在自己一个人怕是睡不着的。你习惯来得真快，我们才睡了几晚。看在他昨晚信守承诺没有碰他的份上，让他陪着睡吧。他其实也挺喜欢晚上睡觉的时候抱着他睡的。是因为阿瑶这么好，让我都忍不住想要抱着你。杨千寻亲了亲苏月瑶的额头，笑着说道：起来吧，因为早膳之后阿瑶那幅画是不是已经想要如何去画了？魏氏玉琪会派人过来接我们去城东，来得及吗？来得及，我已经构思好了，只需要2个时辰就好。两人用了早膳后，苏月瑶就回房开始忙着画画了。杨千寻去前厅安排一些事宜，苏月瑶打算画一幅梅花图。就这样，苏月瑶整整的画了2个时辰才画好后，她又在一旁的纸上写出来了陆游的《不算子·咏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阿瑶，我可以进来吗？进来吧。杨千寻走到书桌前，看到苏月瑶的画，立马夸奖道：阿瑶，你这画的意境真好，我看过这么多梅花图，阿瑶当属是第一呀。是吗？那芊芊要不要在这画题字？我已经把诗句想好了。芊芊，这字……阿瑶是想让我来题字吗？这画拿到凤都，女皇肯定会喜欢。这画她都想收藏了，阿瑶怕是以后少有安静之日了。她能在这么好的画上题字，她的名声也会挽回很多。关键的是，可以告诉众人，他的妻主对他很好，两人很恩爱。他的妻主会让他在他的画作上题字。世间有名的才女，哪个会让男子沾染一点他们的画作？阿瑶，我真的可以题字吗？要这么开心的吗？其实这画他觉得润色上还不是很出色的，整体看着已经好一些，只是忙着交差。看杨千寻的样子，想来是没有问题吧？当然可以，这样对外可以说我画的画，你题的字，这样让外人觉得我们夫妻一心多好。好，那我现在把诗写一遍，还要看看我的字合不合适。苏月瑶看到杨千寻的字确实写得很好，字迹苍劲有力，气韵生动，行云流水，流畅自如的，很有他的风格。仔细就能看出他的字应该练了很多年。芊芊的字写得真好。阿瑶，喜欢吗？喜欢呀，你这字和人一样俊。阿瑶，最后杨千寻在画上题了字，让整幅画更立体了些。这画这么好，我都不想让玉琪带走了。这可是他和阿瑶第一幅共同完成的画，意义不同啊。刚到魏时，裴玉琪派过来接他们的人就到了。走吧，芊芊，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机会一起画画呢，到时候画好的画都给你。阿瑶这么承诺我干嘛？我会当真的。本来也没有打算骗你的。两人一起上了裴玉琪的马车。玉琪怎么亲自过来了？今日来县城办事情，我这边刚忙完，又到和你们约好的时辰，我就顺路过来了。啊，原来如此。苏女君，不知这画画好了吗？已经好了，等我们到了地方，裴公子再看吧。好的，苏女君。沿途叫卖的商贩，开店在外面揽客的小二，
好热闹繁华的街道。芊芊，今日的街上怎么如此热闹？苏女君，今日是义县举行庙会的日子，义县每30日会有一次，大多都是走亲访友，这未婚男女会相约游湖赏花的。阿瑶，其实这种日子更多是女子选夫准备的庙会。我刚到义县不久，对这里的日子记得不是很清楚。等下次庙会，我带阿瑶出门转转。这义县有条河流，举行的游船会还是很不错了，有文人雅士的诗会，有赏花的赏花宴，有厨艺大比的比赛，还有县衙举办的相亲宴。这些宴会都是义县当地的人举办的，为何相亲宴要县衙举办？相亲宴就是义县女子当场选侧夫侍者的，女子满意可以直接由县衙的主簿登记，省了单独在县衙走一趟。如今朝廷下了新诏令，这月的相亲宴女子男子的人数都比往常多了一些。其他宴会都是义县有名的世家举办的。相亲宴上的公子都不算出众的，阿瑶等忙完了这2日，我会特意留意合适的公子的。芊芊，你安排就好。裴玉琪看着2人的相处模式，发现苏月瑶几乎很听千寻的话，而且一点高高在上的感觉都没有。越和他相处就越觉得舒服。之后马车出了县城，都是一些密林，苏月瑶就无心再看了。苏女君，这马车有糕点还有茶水，苏女君要用吗？不用了，我还不饿，有劳了裴公子。苏女君客气了。玉琪打算明日就回凤都的吗？他今日总感觉玉琪在阿瑶身上放了很多心思，难道玉琪对阿瑶有想法？明日我送你们回义县就直接动身回去了，这次我出来也有好几日了，凤都那边有些事情已经不能再拖了。千寻，你打算一直待在义县吗？不想回凤都吗？我看苏女君有些才学在身上的，你们要是想回凤都，想来也容易些。我们再看看吧，旗主目前还是很喜欢待在这里的。再说了，凤都的烦扰还没有在义县清静。也对，这义县虽然小了些，但是生活上也是相对安逸的。我给茶商的掌柜的交代了，你们如果有事告知掌柜的，他也会帮忙的。那就多谢玉琪了。不必和我客气。千寻，我们自由相识，我希望你能过得好些。摆脱杨家，其实对你来说是件好事。其实裴玉琪心里更羡慕的是他有了可以相伴到老的妻主，而他半分由不得自己。我明白的，玉琪，你回到京都也要好好的，我们有空还是可以相聚的。苏女君，千寻自幼脾气有些耿直，您多包涵。他是典型的面冷心热的，你对他好1分，他会报你10分，也请你别让他伤心了。裴公子放心吧，我不会让千寻受伤的。之后就是裴玉琪和杨千寻他们聊一些凤都的事情。苏月瑶听着听着有些犯困，直接靠着杨千寻的肩膀睡了过去。看来我们这说的话让苏女君觉得无趣，把人都说睡了。阿瑶平时不喜欢管事和自己无关的事情，她从来是不会多问的。凤都的事情她怕是一点也不太想知道吧。这样挺好的，苏女君很好，千寻你嫁给他想来会过得很幸福的。是啊，目前对我来说确实很幸福。玉琪，你是不是对阿瑶有……被你看出来了，但是我想我和她不可能的。我小舅舅不会允许我嫁给一个没有任何母族依靠的女子，也不会让我成为侧夫的，所以千寻你不必担心。玉琪，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自始至终都明白阿瑶身边不会只有我一个男子的，也不会独出我一个人，他以后也会娶其他人。如果真是你，我很开心。阿瑶是这天底下最好的女子。她配得上你，你也配得上她，只是我们世家公子哪个婚配由得了自己呢？所以我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对任何事情有个执念，唯独对她有了想法。即使我不嫁给她，在离开义县前能和她相处1天，我也是知足的。玉琪，好了，别这么看着我，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平常事务多到忙不完，这次回去小舅舅会为我好好物色未来妻主的。这些谈话苏月瑶并没有听到。等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到一间精致的房间里。女君醒了，还在睡会儿吗？主君呢？现在什么时辰了？回女君的话，主君和裴公子在前厅书房，现在有时出了。已经下午5点了呀，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好像是他们说凤都的事情，他觉得有些无聊，有些困，
然后就睡着了。啊，真是一坐车就睡啊！春日，你先下去吧，我穿好衣衫，想要转一转。你去问一下主君有空没？好的，女君，奴这就派人去。刚打开房门，就看到杨千寻和裴玉琪两人走了过来。阿瑶，睡好了吗？饿不饿？要不要先用点糕点？我还不饿，我想到处走走，不知道可以不？当然可以，还要感谢苏女君的赏梅图，这幅图想来女皇陛下会喜欢的。那就好，帮到裴公子就好。裴玉琪领着苏月瑶和杨千寻两人在宅子里逛了起来。裴公子，这座宅子临着山吗？苏女君刚刚住的那处院子是偏后院的地方，两边的院墙比较高大，又种了很多绿植，隔绝了一些山峰，不仔细看是看不到山的。但是前院和其他院子都是可以看到的。这处山底土壤肥沃，裴氏的好几代家主修缮了许多次才变成如今的模样。下面的良田有100亩。苏女君，你看下面那个村子，都是世代种裴氏地的农户。这些村子里的人都是你们裴氏的人？算是吧。在我的印象里，这村子的人都是种裴氏地的，每家每年种植的粮食要上交6成，每户如果有生育出女子，可以单独再分一套院子，这粮食也可以每年少2成的。看来在这里能多生女子的家庭是享福的。阿瑶说的没错，玉琪这处庄子如果有2到3户一家能生出来2个女子的，这庄子的税收县衙会减2成，那可是好大一笔银钱呢。那有没有人家多生的？至今没有，整个村子只有一家生了2个女子的，就是如今管理村子的村长家。那整个村子有多少户？又有几户有女子的？上一年统计的村子总共有50多户人家，这其中有女子的人家有15户左右。真少啊，连一小半都没有。50多户人家100亩的土地能种得过来吗？当然可以，这里每户人家大概都是娶20多个夫郎的，都是附近村子种田的人家。20多个，1个月都轮不到2次的吧？好可怕呀！这村子的女子不能离开村子吗？不能的，国家虽然不准买卖女子，但是农户家的女子只能在所处的地方娶夫，即使嫁人了也是不能嫁出去的。一方面怕县城或是有钱的人家把女子抢回去，这样的话下层的农户几乎是嫁娶无望了，会引发暴动的。这样的事情几百年前也发生过，所以当时的皇上特地下了诏令，应该延续了几百年了吧。但是如果农户的女子长得好看，会不会有钱的公子下嫁？这倒是可以，但是很少有钱的公子会嫁的。苏女君，这世家公子的婚姻很多都由不得我们自己选择，我们自小的学识也不会让我们嫁给普通农户家出生的女子的。自古以来都是门当户对的，门不当户不对的也走不长远。他和杨千寻貌似门不当户不对的，也不知道将来会是如何的场景。阿瑶，玉琪的话不会让他觉得他和自己不合适了。芊芊，我在想，这个诏令是不是就是把下层的女子困在下层，这样稳定下层的百姓？阿瑶说的没错，如今女子稀少，如果世家的子弟想要自己家人把农户的女子抢走，那普通的百姓几乎就嫁不了了。今年边城发出男子暴乱，好像就是因为如此。听说陛下严格的下了诏令，边城处置了一批官员。这诏令颁布的不错呀，毕竟一个国家不只是只有富人，而富人只是一小部分，普通人家的百姓才是最多的。百姓希望的也都是能过安生日子，能有口饭吃而已。没想到苏女君还知道国家政策，但是各地还是有很多富户不知道原因，各种抢夺女子，导致失衡，出现叛乱。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世上总会有好人也有坏人，有想开想明白的人，也有糊涂之人，都不是完人，犯错都是正常的。再说了，女子稀少，如果男子年龄到了没有嫁人，下场也不好过，所以有些人也是走了极端了。裴玉琪和杨千寻听到苏月瑶的话都愣住了，他看事情如此透彻的吗？男子都不一定能明白的道理，倒是让他说明白了。苏月瑶很喜欢这里的景色，感觉住在这里就像是与世隔绝般。苏女君若是喜欢这里的风景，等到入秋后可以专门来看看红叶。明日苏女君可以早起去山下的良田转一转。好啊，明日我早起去看看。用过晚膳后，苏月瑶和杨千寻坐在院子里石凳上。真美啊，那么多星星。
确实很美，但是在我眼中，阿瑶才是最美的。芊芊总是说好听的话哄着我。我说的这些都是实话，并没有哄阿瑶。在凤都的时候，大部分夜晚的时间我都是独自一个人看着满天星空。今日有阿瑶陪着我觉得阿瑶更美一些。这山庄的风景真不错，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裴家还真有眼光啊。确实是，大部分的好的庄子都被世家掌握着，特别是良田。这义县周庄的庄子都是凤都世家的分支。那这些农户手里没有土地吗？当然没有，本朝法规农户是不能有土地的。那他们自己开垦的荒地呢？开垦出来的荒地也归庄子的主家所有，但是会给银钱。那农户们每年手里留下的4成粮食能吃饱吗？毕竟每家都是娶那么多夫郎，还有孩子老人。这个我不太清楚。其实到他们手里的粮食并不是4成，朝廷会在他们手里的粮食里再收1成。好吧，他此时应该庆幸自己穿越到县城的商户身上，要是农户身上，怕是一辈子都待在村子里了，说不定还吃不饱。我们去休息吧，明天我想去田地里看看，也想去后面的山上走走。好，那我们休息吧。杨千寻伺候苏月瑶沐浴洗漱完，把她放到床上，就自己去沐浴了。当屋里的蜡烛熄灭的时候，站在院子外的裴玉琪才慢慢准备转身离开。看来苏月瑶是真的喜欢千寻。一般女子在外都是会独自一人休息，或者让男子在外间守夜，这样的女子真的太少见了。裴玉琪明白，即使她再喜欢，明日也要到了离开的时候。也许他们就是有缘无分的。他没有告诉千寻他们住的院子是他专门给他未来的妻主准备的。也许他以后会嫁人，但是此处他也不想带着他未来妻主过来了，因为他心里的人已经来过了。翌日一早，苏月瑶醒来的时候，床上只剩下他一人。女君，主君和裴公子有事相商，奴来伺候你穿衣洗漱。苏月瑶在他们2人的伺候下，穿好衣服洗漱好后，苏月瑶看着铜镜里的自己，铜镜里面虽然不是很清晰，但是明显感觉自己又精致了1分。看来阿瑶是觉得春林梳的发髻比我还要好了。当然是芊芊梳的好，我最喜欢你梳的发髻了。苏女君如此夸奖千寻，她怕是要翘到天上去了。我觉得梳的都好。阿瑶，玉琪就是嫉妒我有妻主，你这么夸我，她嫉妒你别理她就好。外面听到的裴玉琪顿时扎心了，这话说的他连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苏女君，我们一起用膳吧。好啊。3人一起用过早膳后，裴玉琪领着苏月瑶2人去了田地。田地里几乎都是男子，大部分都在犁地除草等。众人看到有女子过来，好奇地停下手里的活，都看向苏月瑶，但是看到身后的裴公子，立马都低下头，不敢乱看了。这里面大部分男子都是有妻主的，让妻主发现他们乱看其他女子，会遭到妻主厌弃。田地里找不到一个女子的影子，看来即使是农户的女子也是享福的。他们都种的什么？大部分都是麦和粟，还有一些豆类。那边围起来的是其他家的庄子吗？那是陆家的庄子，陆家的农户都住在北边的位置，那处高墙是他们庄子后面的院墙。陆家主要培育的是药材，所以他们的土地大部分都在山上。原来如此。裴公子，你从山里找到茶树移栽在哪里了？我专门派种植茶树的仆从去看过苏女君发现茶树的地方，那些仆从说这些茶树喜阴，特别喜欢长在林中，所以我把茶树都移栽在前面的山林中了。为此我还把那片地方围了起来，平常只有负责种植茶树的仆从进入。裴公子做事真细致，这么多的因素你都能想好，以后我就靠这茶挣钱了。苏女君说笑了，之前你这么说在家能相信，但是看过苏女君的画作后，想来以后苏女君的画作怕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了。只是不知这苏女君有空可否给我画一幅，让我提前收藏起来。这个嘛，好说好说，以后请预约。几人都到移栽茶树的地方，苏月瑶看着那几棵茶树，有股亲切的感觉。毕竟这个是他来到这里挣的第一笔银钱。
苏月瑶又和种植茶树的仆从仔细的沟通了，发现这些人确实是行家。他把之前说的插枝的方法告诉他们，想要他们试试看能不能种出来。现代可以的，想来这里也应该能成功，就是要多试几次。杨千寻和裴玉琪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他们的沟通，没有打扰。他们发现苏月瑶在任何时候，不管对谁，永远都是那副平和温柔的样子，一丝都没有因为自己是女子的骄纵感。只是刚到山脚下，就听见有人大声的呼救：快来人呐！旗主，有女子落水了，救人呐！裴玉琪和杨千寻刚到一处小池边，发现一群人围着一个湿漉漉的女子。人怎么样了？大公子啊，是我家的女军刚刚路过池塘没站稳，掉进去了。人刚刚救了过来，但是一直没有醒啊。快去隔壁陆家的庄子上，请大夫过来，快去。千寻，我能救他，我能救他，你们散开，快点。这位女君，拜托你，拜托你一定要救救我妻主。他立马查看女子口鼻是否有异物，清理干净后，之后开始做心肺复苏，不停地按压她的胸部。你是不是他的夫君？是，我是他的主君。掰开他的嘴，往他嘴里吹气。快点，让你妻主活就听我的。吹气，配合我。终于地上的女子咳嗽，吐出了一口水。哎呀，活过来了，活过来了！妻主，妻主你没事，妻主你没事，太好了。阿瑶还好吗？苏女君还好吗？我没事，就是有些脱力了。这名女子想来没事了，你们赶紧去给她换身衣衫，别凉着了。多谢女君救了我妻主，多谢。男子对着苏月瑶磕了一个头后，抱着女子回去。这位女君，谢谢你，谢谢你救了阿莲，谢谢你。不用谢，不用谢，应该的。你们也都散了吧，去忙吧。在下陆家公子陆远义，见过苏女君。在下看到您救人的手法，想知道此法是专门救助落水者的吗？陆公子，我妻主现在身子不适，回头您再来问问可好？陆公子，苏女君现在需要休息，您先回去。裴玉琪有些尴尬地站着没动。陆公子不回去吗？刚落水的那名女子可有大夫在照看了？陆家的大夫刚刚已经跟着过去了。啊，那就好。今日多谢陆公子过来，以后陆公子有事可以直接找裴氏茶商的掌柜的。裴公子，我不用你谢，我就想知道刚刚苏女君的救人手法，你知道吗？这我也不知，我今日也是第一次见。那我和裴公子一起回去吧。如果刚刚是专门救助于落水者的，我需要和苏女君好好谈谈。那走吧。如今女子稀少，因为落水导致女子死亡的，他怕是也要担上责。好在苏月瑶把人救回来了，苏月瑶又帮了他一次啊。春日，把衣服拿进来。杨千寻把苏月瑶身上有些湿的衣衫换掉后，阿瑶还好吗？胳膊还累吗？芊芊，我没事的，刚刚就是有点脱力了，胳膊有些酸，现在已经好了。芊芊，你的脸色不是很好，怎么了？阿瑶，你救人的手法是谁教你的？完了完了，他不知道这要如何解释。芊芊，我说这救人的方法是我偶然遇到的一位老者所教，你相信吗？阿瑶说什么我都相信。阿瑶这么有才学，我怕我以后会守不住这么好的阿瑶了。芊芊是担心这个吗？我不需要你守，因为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他怎么感觉杨千寻此时那么没有安全感呢？阿瑶，芊芊要有自信，我说了不会放开你就不会，相信我，你自己也要相信你自己啊。好，我会的。阿瑶，阿瑶，想来陆公子是凤都陆家的人，具体是旁支还是嫡系我不太清楚，想来他是刚刚看到你救人了，他应该会问一些关于救人的手法。能不能不见，因为心肺复苏他解释不了，关键这种手法一般人怕是接受不了。刚刚那种情况下，他真的什么都没有想，只是单纯的想救人。阿瑶如果不想见，那就不见吧。我们收拾一下，让玉琪准备马车，我们回县城去。好。杨千寻刚到前院，就看到裴玉琪和陆远义两人坐在椅子上说着话，喝着茶水，看这样子就像是专门等着他一样。千寻，
苏女君还好吗？阿瑶没事，就是有些累了。玉琪，我们想回县城了，何否给我们准备回去的马车？苏女君既然有些累了，可以在庄子里多住一天，再回去也是一样的，不着急的。多谢玉琪好意，我七主想要回去了。那好吧，我这就安排人去套马车。千寻，我就不陪你们一起回去了。那名落水女子的事情，我需要再查查。你们路上小心。好的，玉琪放心吧。金国陆公子。杨公子，你七主苏女君刚刚救人的手法，我还是第一次见，不知道可否让我见苏女君一面？不好意思，陆公子，我家七主目前不想见客。杨公子，你也是世家公子出身，大概也明白，此法如果救助落水者有效，对百姓来说也是一件好事。苏女君如果身子不舒服，我可以回到义县再拜访的。陆公子，此法我七主说他是晚上遇到一个老者教育他的，而且你也看到此法需要肢体接触，甚至是怕是很多人不能接受。还有，我们只想安稳的在义县生活，所以很抱歉。杨公子大概不懂我们学医之人的心思，如果能把人救活，肢体接触又如何？近日如果不是苏女君，那名女子等不到我们陆家的大夫到场。这名女子如果真的出事，会有多少人受到连累？这其中也包括你的好友裴公子。每年天气炎热的时候，有多少落水者身亡？医者当以救死扶伤为己任，所以还请杨公子帮忙。陆公子，医者仁心，我很佩服，只是这种手法我解释不清楚原理是如何，我只能教你如何运用可好？阿瑶，不再多休息一会儿，怎么就出来了呀？我没事了，我待在屋里想见你了，家人说你在前院，就来找你了。其实刚刚他也是有些怕被其他人发现他不是原来的苏月瑶，有些慌张而已。苏女君愿意和我说说如何救落水者的方法？愿意的。千寻已经说过，这个方法是我偶然遇到的一位老者教授，刚刚一时不知道如何开口讲明，所以才不想和陆公子多说，还望陆公子见谅。苏女君客气了，如果这种方法能救治落水者，也是一件好事。今日苏女君还要赶回义县，过2日我会亲自上门拜访。好的，陆公子。大哥，你怎么去了那么久？裴氏的庄子里出了什么事儿？没事了，没想到苏女君竟然还会医术，当真变化如此大。大哥，你是说谁？被苏家除族赶出来的苏月瑶，刚刚在裴氏庄子里见到了。陆远义坐在椅子上，把刚刚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真的？那种方法真的把人给救回来了？是啊，当时我并没有上前去，但是看那女子的脸色，怕是也是劲气少。这种情况下，失真最多只有2成的机会会把人救活，但是会不会醒来，我也不确定。但是苏月瑶的手法把人救醒了，他也明确说人应该没事了。我听他说这话的意思，他应该救过其他落水者。那大哥的意思是回去就拜访苏月瑶？当然的，这种方法如果掌握了是件好事儿。这苏月瑶自从被那位杨公子救了，整个人的变化好大。先是那2幅画作，就不是之前传言的苏月瑶能画出来的。苏月瑶的那位主君杨千寻，远景可知他的才学，他可是凤都连续3年的才子之首。要不是凤都郑家搞出来的那些事情毁了他的名声，让谢家退了亲，不然杨千寻怕还是凤都的才子榜首。杨家和谢家本意也打算在他们成亲后给杨千寻安排进内阁编修的。大哥，你把杨家公子说得那么好，可他又为何要嫁给苏月瑶呢？之前的苏月瑶名声那么差，整个县城有点富足的人家都不想和他扯上关系。杨千寻在凤都的名声毁了，杨家肯定会把她嫁给郑家，但是郑家的女君不是什么好的。杨千寻有一个好姐姐，加上他们的姨母又是义县的县令，先斩后奏的把杨千寻嫁给了苏月瑶。苏月瑶当时也是她最好的选择。远景，杨千寻能在凤都那么多世家公子面前排在才子头名，她的心机能力都是出众的。所以当时即使苏月瑶名声如此糟糕，杨千寻也能处理的。凤都世家公子出身，有几个没有心计的？
但是我看今日他维护苏月瑶的情况，怕是真对着苏月瑶动了情。而且我今日和苏月瑶接触，也发现他和传言中没有一丝相似的地方，礼节很到位，不骄不躁的，遇事冷静。这样的苏月瑶配得上如今的杨千寻。我还是第一次从大哥嘴里听到夸奖女子的话语，说的我都有些想见见这位苏女君了。山上有味药，成熟还有2天，等我把药采了，回义县，你跟我一起去苏府拜访。远景你年纪也不小了，也是时候找妻主了。大哥你比我年长2岁，你都不找，我也不找。我到了22岁会去充军当军医的，所以我没有打算找妻主。大哥你这么决定，祖母愿意吗？还有母亲、父亲，他们能同意吗？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我只想精进医术。如今男子地位低下，很多女子只愿意找女大夫，男大夫看都不看一眼。男子由事事以女子为尊，我充军入军医也挺好的。我不同意，充军说的好听，都是磨我们男子的手段，我不想大哥去。远景，义县陆家以后要靠你和远心，你自小不想学医，以后药材方面是你要接手的。远心以后大部分的时间都要在药堂坐诊。大哥，你就这么忍心抛下我和远心姐吗？远景，我不能护你一辈子的，我也只比你和远心大1、2岁，我相信你可以的。我不听这些，我不要你去充军。如果你要去充军，那我就和你一起去，我也不找什么妻主了。不过大哥你带着我去苏府，不会是想让我嫁给苏月瑶吧？苏月瑶目前来说很不错，有杨公子在，苏府以后也不会差。我之前调查的消息，虽说这杨公子在世家大族长大，有些心机手段，但他的为人还是光明磊落的，在后宅也不会为难于你。而且远景，你就没有想到他们今日为何会来裴家的庄子吗？裴玉琪可是目前凤都裴家当家管事的，杨千寻和他是好友，但是为何苏女君会跟过来？今日裴公子可是对苏月瑶很客气，甚至有些超出一般人的关心。远景，有些事情背后都是有原因的。苏女君的画作想来是她自己的才学，今日她又用了一些特殊的手法救了一名落水女子，裴家可是欠了她一个大的人情，以后苏女君的路会越来越好的。而且杨公子在她面前称呼的可是她的名字，由此可见，想来她和其他女子有所不同的，所以你嫁给她不亏。大哥这么夸苏月瑶，你为何不嫁给他？大哥你心里对女子排斥，不想嫁，难道我就想了吗？大哥你是嫡长子啊，你去充军了，可有想过我和远熙姐的名声？远景，我不想听大哥分析的大道理，如果大哥不嫁人，我也不嫁。哼，我就要跟着大哥。陆远景说完就直接离开了。他不是不想嫁，只是看清了女子的面目，觉得女子多薄情。他身为义县陆家的嫡长子，在药堂坐诊的时候看透了女子的骄横无理。男子嫁人，财产都归女子掌控。他看到无数的男子因为生病，女子冷漠不愿意治的，不愿意花银钱的，甚至当街大骂男子的。他们花着男子挣的钱，受着男子的关爱，还如此对男子，真的太让人寒心了。看着街上那些卑微讨好女子的男子，女子几乎把男子的尊严踩在地上。他不想变成那样，如果真的那样，他宁愿去充军。杨千寻把事情都处理好，沐浴后回到房中，发现苏月瑶坐在床边看着书等着他。阿瑶怎么不休息在看书啊？你给我找的启蒙书我看了一半了，现在简单的字我都会，字还是要练习。你忙完了？事情都处理好了吗？我专门等你呢。啊，都忙完了。阿瑶真棒，这本启蒙书是我当年看了足足5、6日才把里面的字认全的。阿瑶才看了1、2天吧，就能认识一半了。阿瑶真是读书的好料子。我可不想读书了，把字认识全了，能书写的让人看懂，就已经很满足了。以后我的画作都让芊芊来题字吧。真的吗？阿瑶这么做不怕旁人说你太过依赖男子，那些才女怕是不会喜欢阿瑶如此的。
任何一个有才学的女子都是不喜有男子压过他们的风头，所以女子的画作上很少有男子题字。他们喜不喜欢我才不管呢，芊芊的字那么漂亮，不用太可惜了。阿瑶这么喜欢我写的字，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以后阿瑶的画上我来题字。杨千寻躺到苏月瑶身边，一只手环着她的腰。阿瑶以后要是累了，可以先休息，不用特意等我的。像今日一样，阿瑶已经很累了，可以先睡的。但是我想等你，你也和我一样忙了一天，只好还要去处理事务，家里的重担都在你身上，我别的做不了，等着你回来，给你留个烛火也是好的。其实芊芊，我今天救了那名女子之后，事后我有一丝后悔，因为那种方法太过特殊，也许后面会给你带来麻烦。但是当时的情况，我真的是下意识的去救那名女子的，我做不到一个生命在我的面前流逝，而且明明能救她，还选择放弃。所以芊芊，我是不是让你很累啊？我是不是给你惹了麻烦？阿瑶怎么这么想？我说过阿瑶想做什么都可以。当时你救了那名女军，无形中救了很多人，那名女子娶的郎君们，还有村里的村长，还有女子的父亲，还有玉琪，都因为你救了那个女军而免于责罚。芊芊，你的意思是，如果今日这女子出事，这些人都是要受到牵连？当然会。为何现如今女子地位越来越高？因为朝廷对女子的保护颁布了很多诏令。那名女子落水，她的郎君们，女子的父亲没有看护好，所以他们会受罚。村长和玉琪都是连带的责任。所以阿瑶，今日做得很对，我很喜欢这么有善心的阿瑶。芊芊，杨千寻看着这么害羞、脸色红润的苏月瑶，直接一个翻身，然后看着她。还有阿瑶，今日说过会一直陪着我，不会放开我，让我安心。那我也想要阿瑶一样，不要觉得你干什么都会麻烦我。你做的任何事情，我都是心甘情愿的顺着你，陪着你，我只想你开心幸福。苏月瑶有些感动，看着杨千寻，头直接抬起，亲上了杨千寻。杨千寻感觉自己唇一软，心中很是欢喜，是阿瑶主动亲他的，他的阿瑶。杨千寻吻得很是克制，苏月瑶反应过来，也慢慢回应他。阿瑶，可不可以？苏月瑶瑟缩了下，脸色通红。杨千寻迅速亲吻苏月瑶，慢慢往下，轻轻地吻着苏月瑶的脖子。苏月瑶浑身一颤，想要避开。杨千寻慢慢地挑开苏月瑶的衣衫，苏月瑶浑身软在床上。阿瑶，可不可以？杨千寻再次问道。此时的苏月瑶大口的喘气，脸色更红了，整个人软的说出话来像是撒娇一样。那你轻一点，轻一些。阿瑶。苏月瑶刚发出惊呼声，下一秒被杨千寻堵住了声音。翌日，苏月瑶醒来的时候，整个人有些懵懵的，刚想坐起来，发现浑身酸疼。苏月瑶在春日他们的伺候下穿好衣服，洗漱好后，刚坐到桌子边准备用膳，杨千寻就出现了。芊芊回来了，要再吃些吗？我早上用过了，我在外面给阿瑶买了一些蒸糕，这家的味道很好，阿瑶尝尝看。好啊。芊芊是商铺出了问题吗？怎么清早就出门了？店铺有些问题，我过去处理了，已经没有事情了。那就好，这蒸糕挺好吃的，甜而不腻，还有股清香感。阿瑶喜欢吃，以后让下人每日给你买回来一些。那倒是不用，偶尔吃一次就好。再说我喜欢芊芊出门给我带回来的。好，那我要是出门了，都给阿瑶带好吃的回来。杨千寻伺候他用过膳后，拉着他去了前院的会客室。苏月瑶进去的时候，发现屋里有好几个人，有几个他应该还见过。这不是上次给他说媒的媒人吗？只是接下来让苏月瑶崩溃的是，这些媒人手里都拿出一些册子，还有一些卷起来的画纸，里面全是男子的画像。哎，苏女君，你看呐，这是城南人家适龄男子的画像，都是长得不错的。立马有人热情的给苏月瑶介绍的。各位，
我的名声不是很好，想来你们也都知道，这些家的公子都是自愿嫁给我的吗？苏月瑶直接问道。哎呦，苏女君怎么这么说自己呢？整个一县都传开了，您的画作被周老夫子看上了，以后啊前途无量的。这些个都是想要嫁给您的公子，心甘情愿的。那当然啦，有的甚至愿意多带嫁妆，有的不要侧君位置，侍君也可以。苏女君，你就放心吧。阿瑶，要我和你一起看吗？那我们一起看吧。接下来的2个时辰里，苏月瑶两眼呆滞，看着几个媒人不停地介绍哪家哪家的公子，她的眼睛看了数不清的画像，她都感觉这些人是不是找的一个画师，那些画册的人物是不是都一个人？阿瑶，城东人家都是拼大户一期的公子，里面你选出来几个了？我还在看。苏月瑶呆滞地回答道。阿瑶要快一些，城南的你都只选出3个，城东的最少要选出5个来，还有城西、城北，还有城中的。是啊是啊，苏女君你这选的太慢了，也太少了。侧君朝廷没有要求几位，这些人通过画像先选出来一些合眼缘的，之后见面苏女君再把不喜欢的去掉就是了。芊芊，这些是不是应该先去掉一些长得不好看的？阿瑶，媒人都按照你的要求把不合适的已经去掉了，这些都是长得不错的，清秀的、俊美的、五官俊朗的、清冷一些的，还有一些小巧可人的。你看阿瑶，这陈家公子就是五官俊美一些，还有这新家公子长得偏娇俏一些。听说今年的女子都格外喜欢这类型的，阿瑶可以见见。有这么多风格的？他貌似只看到了画册里都是一个样子的。就这样，一直到午膳前，苏月瑶都没有看完。他现在觉得，古代君王选妃也不过如此，怪不得选妃的皇上一脸不耐烦，说不定他们的心里觉得这些女子都是一样的，看多了连样子都记不得了。他都有些后悔，为何要答应杨千寻选侧君了？他其实可以慢慢遇的，可是他不知道，后面见这些男子的时候更让他崩溃。芊芊，要不……阿瑶，你答应我的，咱们选一选。如果阿瑶见了确定不喜欢，我不强求，可以吗？他本身也不善交际，他也没有打算娶多少个男人，他想娶他喜欢的，还能应付朝廷要求的。但是看杨千寻今日的架势，他都觉得他准备给他选上10几个呢。阿瑶，这些人不会让你一天都见的，有些公子还会查查他们私底下的品行，每天阿瑶见上几个就可以了。看着毫无生气的苏月瑶，杨千寻有一刻不想这么逼他了，但是他真的担心后面发生什么要怎么办。芊芊是不是担心裴公子带上那幅画，如果被陛下看上，后期会有凤都的世家公子干预我的侧君人选，才这么着急的？是的，阿瑶，虽说朝堂上的官员都是由世家世袭的，还有一部分是从文人馆里出来的，平民百姓寒门子弟为官的很少，但是如果陛下干预，寒门中有大才士可以破格进入文人馆的，像周老夫子一样，平民百姓寒门出身，但是最终他也没有入朝。阿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嫁给了当时的萧家嫡系贵女，世家贵族不允许朝堂出现平民寒门子弟的，所以阿瑶你是女子，如果陛下真的欣赏你，那么你入文人馆是必然的。那里虽说归陛下管着，但里面进学的都是世家嫡系子系，所以即使我是凤都有名的才子，我也进不去文人馆的。阿瑶要是进了文人馆，那些凤都的世家会尽量想办法安排家中的公子进你的后院。我在凤都名声如今已经毁了又是数次，到时候我的地位说不定也会有人想要替代了。所以芊芊现在让我选的侧君人选，最起码能保证义县的这些不会和凤都他们一心，将来害我的几率很少是吗？我不知道，阿瑶，世家公子的心机谋略还有自小的生活和这里的公子是不一样的，所以义县的公子里最起码能找到真心对你的。芊芊，我只能告诉你，不管以后如何，你的主君位置任何人都动不了，朝廷目前都是护着女子的，我只要不违法，他们还能逼着我娶他们吗？阿瑶，你可知道
之前也只有寒门女子进入文人馆的，没有和世家同流。你可知道那女子最后如何了？她不会被逼迫死了吧？没有，但她进了女楼，一辈子只能在里面生育孩子。听说当时送进去的时候，人已经有些痴傻了。苏月瑶听到倒抽了一口气，直接差点两眼一黑。芊芊，你要是早点告诉我她的下场，画我就不画了。我们在一线挺好的，不用去丰都的。那寸土寸金的权贵地方，我不配去。阿瑶，不问问他们用了什么手段，把那名女子逼到这个份上了吗？我不想知道，是我想的太简单了。芊芊，我决定咱们就不去丰都了，即使那幅画陛下喜欢，咱们也不去。古人的思路，宫斗的战斗力太强悍了，智慧的结晶，所以他还是老实的苟着，活到老就不错了。如果老天给他系统、空间、异能等等的，他还能有的一拼。什么都没有的他，能安稳的活着就是最好的。阿瑶，陛下要是下旨意了，咱们抗不了旨的。芊芊，下面我会好好选侧君的。朝廷是要求女子满18必须娶3夫，20再娶3夫，之后22岁之前，我只要生出来女儿，就不会再强制我娶夫了，是不是？理论上如此，但是阿瑶，如今女子的出生率一直在降低，所以生育女子的事情真的很难说。姨母也是到30岁才生了女儿的，我母亲也是在30岁左右。还有，丰都的女子生育出女子的都是年纪偏大的，很少有20多岁的。但是之前没有女子娶夫的诏令，女子纳夫都是看自己喜好，有的娶得多，有的娶得少。但是诏令的颁布是让女子必须生孩子和娶夫来稳定女子的出生率，所以阿瑶会纳多少男子她都不确定。即使阿瑶不想娶，但是朝廷的法规如此，谁都拦不住。除非阿瑶运气好，22岁前生下女子，不然她的后院怕是难干净了。如果陛下真的看上了你的画作，想来也是要问问你的意见呢。我们只是防患于未然呢。我知道了，芊芊，我会好好选侧君的，剩下的再说吧。再说，那些世家公子，他们想嫁给我，进了我的后院，还能怎么我了？朝廷今年不是又建立了凤羽卫保护女子吗？是这样的，没错。阿瑶不是想找自己喜欢的男子吗？没事，在生死面前多娶1、2个男子也无妨，不喜欢他们，到时候不见就好了。阿瑶想清楚就好。阿瑶明年就满18岁了，朝廷规矩必须是再娶2夫，你可以先选2位，如果有特别看上的，多选几位也可以。这样的话，你还可以有拒绝的理由。毕竟明面上是不能为难女子的，不会有人强迫你去。就按照芊芊你说的办吧，以后的事情随缘吧。唉，听天由命吧。他目前的目标就是苟着在这里活到老，杨千寻陪着自己就好。杨千寻看着苏月瑶的变化，再次松了一口气。阿瑶和其他女子不同，想来她已经想清楚了。晚间沐浴过后，杨千寻抱着熟睡的苏月瑶，眼神深深地看着她。阿瑶是不知道，此时让她选侧君，她也是有私心的。如果去了凤都，那些世家公子一旦进了阿瑶的后院，她的身份是压不住他们的。所以不管对阿瑶还是对她来说，义县选出来的侧君对她很有利。但是阿瑶即使看透了，也没有说出来。阿瑶真的对她很好，他把她真的看成了夫君，尊重她。他今日都有些讨厌这样的自己。他明明知道他不想这么选，不想这么着急的，但是他还如此的要求他。阿瑶，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以后我不会让你这么为难的。翌日，苏月瑶醒来的时候，坐起来，看到外间坐在桌子边忙着的杨千寻。阿瑶醒了吗？醒了。你在外间干什么呢？今日有事要做？今日一早周夫子给你下了帖子，说是他得到了一幅牡丹花卉图，想让我们去看看。今天？不会吧？请我们2个还有其他人？昨日他看了1天的画像，他现在一点都不想看有关画尺的东西。想来义县的文人都会去吧。我听说昨日周老夫子的妻主从凤都过来了。周老夫子的妻主是萧氏的闺女？
萧老女君是百年世家国公府二房的嫡女，国公府一直没有分家，长房继承爵位，二房入朝为官。萧老女君是当年两房唯一生的女子。这两房都是嫡系子弟？凤都世家只有嫡系能继承家业，庶子都是到了年纪直接嫁人的。由于女子太过稀少，所以如果是庶女，也会过继到嫡父名下，成为嫡女。一个大的家族嫡女娶的郎君都是联姻，对家族有利的。好吧，他这萧老女君当年愿意以主君之位迎娶周老夫子，看来也是牵扯很多啊。周老夫子当年在画作上造诣很深，上任女皇陛下很是欣赏，想让他入翰林院的。最后周老夫子嫁给萧老女君之后，只想在文人馆里教授画作，拒绝了入朝。好吧，也许是周老夫子不想入朝吧。我还没有见过周老夫子画呢，今日我们去看看，不知道能不能见到周老夫子画，让我见识见识。阿瑶，今日要我陪你去吗？芊芊不想去，还是因为萧老女君？听说萧老女君带着周老夫子的2个小儿子一起回来的。那怎么了？萧老女君给周老夫子生了几个啊？2个小儿子？萧老女君一直给周老夫子生育了3子1女，嫡长子已经嫁人，是李氏家族的公子，剩下2个小儿子年纪今年刚及冠，还未定下婚约。好吧，萧老女君真喜欢周老夫子，生了4个孩子啊。阿瑶，其实不管是萧老女君和周老夫子，他们都应该知道凤都的事情。如果宴会上有人说起我来，我怕你听到会……为什么？会觉得芊芊丢人，名声不好？我以前什么名声，你都不嫌弃我，我又为何会嫌弃你呢？没事，如果宴会上有人说你，我护着你。阿瑶，我只是怕你听到会不开心的。那你放心吧，对于外人，我可是不会把他们放在心上，我们能过好就行。宴会是午时开始还是晚上？4时就开始了，一直到午后酉时。现在卯时刚过，那我们赶紧收拾收拾吧。不急，去早的人家都是和周老夫子有旧识的，我们赶在午前时到就可以了。赏花大概也要等到午膳过后了。好，芊芊，这里的宴会男女要分席吗？不分的，成亲的男子要随时的照顾好自己妻主，未成亲的女子和男子会跟着家中长辈一起。那就好，我还是第一次参加宴会。阿瑶不要紧张，宴会上阿瑶身为女子，只要不做出出格的行为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会一直跟在你身后的。还有阿瑶，除了宴会上的主人萧老女君还有周老夫子之外，其他人打招呼的时候，你只需要微微躬身就好，不用特意行礼。大部分的礼都是男子要行礼的。好，我明白了。我们应该会被安排在前厅外院子里，前厅里院子里都是一些重要的人家，但是具体的看接待我们管事会如何安排了，所以阿瑶不用担心的。芊芊，你说的感觉会到场好多人，还分外院子和里院子啊？阿瑶，周老夫子可是一县有名的人家，在丰都也都没有人敢小瞧他的。那些文人雅士如果能得到他的赏识，也是一件好事情。周老夫子可是在文人馆教授画作的。好吧，意思就是如果和周老夫子打好关系，将来就有机会入文人馆是不？是这个理。我一点都不想去文人馆，所以咱们不用特意去讨好周老夫子的。阿瑶，当真不想去？听说文人馆里的夫子都是有名的大儒，还有那里可是才子才女的聚集地呢。芊芊不是说了，里面都是世家嫡系的公子女君吗？我一个平民去了，怕是会受到挤兑的吧。再说在家多舒服，去那里还受约束，我才不去呢。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不想进文人馆呢。阿瑶当真是与众不同呢，不去也好，免得阿瑶在里面被其他才子给包围了。芊芊这话怎么听着有些酸呢？芊芊怕我喜欢那些个才子，那你昨日还逼着我选侧君，我一直以为芊芊很大方的，那么喜欢把我推出去。如果没有诏令，我才不会那么主动的给你选侧妃。如果没有诏令，我好希望阿瑶眼里只有我一个人。他这样是不是善妒了？善妒的男子是最让女子所讨厌的。他一直忽略自己的心，但是此时他有些想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芊芊怎么不看着我的眼睛把这话说出来呢？下一秒的苏月瑶直接亲上了杨千寻的唇。杨千寻不可思议地睁大眼睛。芊芊能这么想，我很开心。
我喜欢芊芊把我放到心上的感觉。芊芊喜欢我或者不喜欢我做什么，都可以明确的说出来，这样我才能知道我的芊芊需不需要我的安慰。我喜欢你哄着我，顺着我的感觉，但是我也想如此对你。阿瑶，不要对我这么好，我有时候不好的。芊芊能接受我的不好，能慢慢的陪着我适应，我也可以的。芊芊值得。你的心思，你的心机，有些时候我是心甘情愿被你算计，因为我知道你不会害我。阿瑶，我以后不会那么要求你了，对不起。我知道芊芊已经想了很多，那么做是最好的结果。本身我也是要娶策军的。阿瑶，好了，我们赶紧收拾了，去晚了就不好了。其实有些时候他知道他的心思，但是他不想去戳破。他知道来到这里，杨千寻是一心想和他过日子的，他很想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家。现在的他原本也想要一个家，想要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但真的太难了。当苏月瑶到的时候，门口已经有很多人了。芊芊，不是只请了文人雅士吗？怎么这么多人？阿瑶，一会儿进去就看明白了。还有里面也是昨日咱们选出来的策军人选，阿瑶到时候可以先观察看看。管事的下人看到苏月瑶的帖子，立马说道：苏女君来了，主君吩咐过了，您要是过来了，就让奴领着您去前厅里院。不用麻烦，找个下人领着也是一样的。当然可以。苏女君，您这边请。到了一处拱门，苏月瑶和杨千寻刚刚进去，就发现里面有不少人。苏月瑶和杨千寻跟着管事从两边的桌凳中间走向前面的主位。此时的苏月瑶还算平静，没有太过紧张。苏女君来了。顿时场面都安静了下来。见过周老夫子，萧老女君。起来吧，你就是苏月瑶。我听主君说你画了一手好画，可是真的？苏老女君说笑了，只是我画的画入周老夫子的眼，他才会夸了我一句。你身边的是你的主君，凤都的杨家的庶子。没错，现在他是我的主君，我很满意。哦，苏女君可以先在院子里到处看看，等午膳过后可以来看看牡丹花卉图。周围的人都没有说话，大家都觉得苏月瑶有些不识抬举。萧老女君能问起他的后院，也是关心他。再说今日他的2个小儿子也都过来了，万一被萧老女君看上了，可以飞黄腾达。2人跟着下人走到一处河边的亭子里，我就在此处休息一会儿，你先下去吧。那小人就先告退了。苏女君，午膳前会有下人专门来请您的。我知道了。芊芊，我都想走了。你有没有发现萧老女君压根就看不上我，而且她刚刚说话的语气让人很不舒服。阿瑶，萧老女君可是国公府萧家的嫡女，整个两房只有这么一个女子，从小可是娇宠着长大的，看不上我们也是应该的。也对，是我想差了。凤都来的贵女确实有资格看不上我。芊芊，你怎么不坐起来？站着多累啊。阿瑶，谢谢你那么维护我。当然要维护你了，咱们可是一家人，我怎么可能跟着其他人往你身上踩呢？我维护你的时候也算是维护我自己。阿瑶，当真不明白萧老女君的问话呀。他不就问了你是我的主君吗？之后又故意的提醒你的身份。那他为何要提醒我的身份呢？是因为他的2个小儿子今日会参加一会宴会，我姨母今日没有过来，是因为带着遗主君昨日去了阳城府。阿瑶的那幅寿贺图不出意外，今日就会有消息传回来，甚至有些人家都得到了消息。哦，芊芊的意思，萧家还有意把其他一个公子嫁给我，看上的还是你的主君之位。我感觉芊芊你想的有点多了，萧家在凤都那么有背景的，怎么会嫁给我呢？再说我现在还真的不想娶那些世家公子了，有点吓人。阿瑶有了萧家的帮衬以后，你的路会好走一些。如果萧家的公子好相处，我可以让。你让什么让？你不可以让。我刚刚已经说了，我对你很满意，还有我都不打算在凤都发展，
要那么好走的路干什么？如今义县的日子就是我想要过的生活。芊芊，你以后再说这样的话，我就生气了，很生气的那种。主君只能是你，谁都不能替代你。好，都听阿瑶的，我以后不会再说这样的话了，我们共同承担。这样就对了。芊芊，这宅子好大呀，这么大一片湖，我之前以为姨母家已经很大了，没想到这里更大。城东的宅子都大一些，当年周老夫子想要回义县的时候，小老女君特意为他修缮的。这么说来，萧老女君对周老夫子真的挺好的。阿瑶也喜欢这么大的宅子？不喜欢，这么大的宅子，要是出个门，走路都要累死了。这倒是不怕，有轿子啊。阿瑶不想走，坐轿子到门口很方便的。好吧，其实我觉得，如果家中人多些，住得大一点没有问题。要是人少，守着这么大的宅子，我只感觉瘆得慌。芊芊，你在凤都杨家也是这么大的院落吗？杨家比这里还要大一些，杨家的嫡系公子女君都在主院里生活，庶子一般都是跟着自己的父亲在一处院子生活。除了初一、15我们能去主院请安，其他时间都是待在自己院子里。如果是要出门做生意之类的，提前给门房交代一下，我们庶出的公子1个月能单独出门7天，如果再想出门，就要去主院请示嫡父了。你母亲呢？平常见不到吗？母亲要是在哪个侧军处过夜，会见到的。芊芊，你的父亲不是自小离世，那你和姐姐是不是很难见到母亲？你在杨家的日子是不是过得很难？还好吧，因为嫡父有了嫡女。当年我姐姐出生的时候，我爹爹不愿意把我姐姐过继到嫡父名下，这些年母亲会单独见姐姐和我，有姐姐护着我，其实也挺好。再说杨家也只有我那位嫡姐和我姐姐2个女子，只是我姐姐一直被打压着，以前姐姐会因为我的原因忍着他们，甚至是藏拙。如今我已经嫁人了，我姐姐怕是不会再忍气吞声了。那就好，咱们倒是相同，都是自小父亲离世，你还有姐姐护着，真好啊。阿瑶，以前也受苦了。那倒没有，有吃有喝有玩的，算不得吃苦。见过苏女君，我和弟弟远景看到这边有处亭子，想来歇歇脚，不知苏女君可愿意让我们进来？你们进来吧，这里也不是我的地方。多谢苏女君。2位陆公子不坐吗？陆远义和陆远景还有杨千寻看着苏月瑶坐下来，又听见他的问话，也都坐了下来。苏月瑶看着下人端上来的茶水和糕点，下意识地给杨千寻倒了一杯茶水，说道：芊芊，喝点茶水，咱们说了这么久的话，我都有些口渴了。谢谢阿瑶，你也喝一些。这茶想来是带些苦涩味的，阿瑶怕是喝不习惯，我让下人上壶清水吧。不用麻烦，今日看着此处风景，喝些茶水也挺好的。陆远义和陆远景看着2人的相处，心里都有一些吃惊。这苏月瑶比他们所想的还要好相处，关键是杨公子的称呼也是叫的苏女君的名字。女子的名讳，一般不得宠的男子连叫的资格都没有。哈哈，苏女君对主君真好，陆某还是第一次见女子给男子倒茶的。那是陆公子见的少，我们女子又不是手断了，倒杯水的力气还是有的。也对，是陆某见识浅薄了。我刚从城东庄子回来，本想着今日去苏家拜访的，没有想到周老夫子今日举办了宴会。陆公子有空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也不急这一天。苏女君，我听说你正在选策军的人选，可是真的？是真的。陆公子的消息很准确，他昨日才看了1天的画像图，这人今天就知道了。这消息传的真快呀。不知道人选定下来没有？苏月瑶有些疑惑，这人好像对自己的后院很好奇，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想嫁给自己？阿瑶还是没有定下合适的人选，我们只是选出了一些合适的公子，阿瑶会单独见见再确定的。那苏女君可否看看我们2兄弟，给我们一个机会？什么？苏月瑶直接一口茶水喷了出去。
对面的陆远义和陆远景直接一个闪身躲了过去。苏女君要是不愿意，可以明说，不用喷我们一脸口水的。陆远景大声地说道。远景，不得胡说。苏月瑶被呛得一直咳嗽。阿瑶，你先别说话。刚刚是在下唐突了，还望苏女君恕罪。陆公子，我不是故意喷你们口水的，我只是被呛了一下。哼，你刚刚明明就是被我哥的话刺激了，故意喷我们的。远景闭嘴，不得胡说。苏女君，远景自小被宠坏了，她无心的。哦，他说对了一半，你刚刚的话确实刺激到我了。陆公子，你们两个要嫁给我当侧君？你们可是陆家的嫡子，我怕是不够格的吧？想来你们找其他女子做主君也是够格的吧？苏女君是我见过性情最温和的女子。您对杨公子的态度，上次见面后，我就打算把远景嫁给你当侧君的。远景一直被我和家妹宠着，所以性情比较活泼。杨公子我也知道他的为人，以后远景嫁于你，杨公子也不会为难于他。那你为何要嫁给我？苏女君，实话是我本无意嫁人，我都打算到了22岁后直接充军去当军医的，但是家中长辈很是担心，所以我才……原来如此，他就说嘛，他的魅力怎么可能这么大，上来就有人喜欢他，嫁给他。现阶段有了目的，其实也挺好的，各取所需也不是不可以，感情也是慢慢培养的。陆远义和陆远景也长得不丑，甚至可以说是很俊美。陆远义五官精致，又给人感觉沉静和温和，不显山不漏水，却自有一种让人敬畏的气质，那是儒雅稳重的品质。陆远景的脸上带着稚嫩的少年气息，他和杨千寻、陆远义明显不同，整个人很有朝气，眼神中带着好奇和探究。看着陆远义这么沉稳的性格，想来也不会强迫他什么。如果最后培养不出感情，那就搭把手过生活，双方互不干预，他也不用给他们生孩子，这样很好啊。苏月瑶想到这里，眼前一亮。陆公子，你想好要嫁我了？今年朝廷的诏令要求，我明年前必须要再娶2夫的。实话，我目前也有些烦恼。我觉得男女双方有了感情，在一起的才是最幸福的。你怕家中人担心，我是要应付朝廷，我们可以试着相处，如果不行，将来咱们一起过生活，不干预你们的任何行为，不以妻主身份要求你们什么，你觉得如何？苏女君，我同意你的说法。家中已经得知我们想要嫁给你，也同意了，还请这2日苏女君上门提亲。好，没问题，那我们合作愉快。天哪，他太聪明了，出门一趟直接搞定了侧君，再有人让他娶夫，那就是20岁后的事情了。陆远义和陆远景被苏月瑶的笑容晃了一下眼，他们还是第一次见这么爱笑的女子，没有骄纵，没有辱骂，平和的和他们商量的人，所以他们并没有听见苏月瑶说的合作愉快那句话。他们想嫁于苏月瑶，确实是昨日家中商量过的，这让他想起来昨日晚上和母亲父亲的谈话。义儿，你想要景儿嫁给苏月瑶？母亲，我见过苏女君2次，传言不可信。她很照顾她的主君，她的那位主君我私下也查过，凤都杨家的庶子，被退了婚，名声毁了，但是苏女君并不在意。现在苏女君的后院只有杨公子一个主君，景儿嫁进去也不会受委屈的。再说苏女君又会画画，将来日子不会差的。义儿，把你弟弟的事情都安排好了，你呢？你的终身大事呢？你当真等2年后直接去充军当军医？充军去的那都是边关那些苦寒之地啊，你又如何受得了呢？充军了，这辈子你就无望嫁人，找个好的妻主了。义儿可想过你祖母的身子？这2年她身子本就不好，你想要到时候她难过死吗？
你可是他最疼爱的嫡长孙。叶儿既然觉得苏月瑶很好，你和景儿一起嫁给他当侧君吧。我和你父亲去了杨府城参加了一场寿宴，看到苏月瑶画的贺寿图。母亲没有见过苏月瑶，只是听过她的名声极差，但是她能够画出那样出彩的画，想来也是之前的苏家故意抹黑的。母亲和你父亲不希望你和景儿嫁的妻主多尊贵多有权势，我们只希望有个关心体贴你们的妻主，让你们在后院少些蹉跎，多些平安喜乐。母亲，大哥，你要是想我嫁给苏月瑶也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跟我一起，不然我也不嫁。元景，这不是胡闹的事情。大哥，如果苏女君同意，我就和元景一起嫁给他。也许这是他身为人子能让他们觉得高兴的事情吧。苏女君，这2日我们在陆家等着苏女君登门。好的，陆公子伴走。苏月瑶和杨千寻跟着下人坐到位置上。之后，萧老女君和周老夫子入席后就开始用膳了。女子身边都带着有男子，这些男子们开始给女子们布菜。苏月瑶抬头看向主位置上的萧老女君和周老夫子，发现周老夫子也是坐在一旁给萧老女君布菜，在妻主面前也要好生伺候着。他的左手边坐了一个微胖的女子，长相吧属于现代的大众人吧，但是他身边的郎君长得很俊美，只能说这里的女子真的很享受啊。关键那名微胖的女子对着那男子还各种挑刺，一会儿说鱼刺都挑不干净，一会儿说家的菜他不喜欢，一会儿又这样那样的。关键那名男子还很耐心地听着，弯着腰仔细给他换了要吃的菜。当苏月瑶仔细看的时候，发现那名男子是双膝跪着的。苏月瑶心里想着这怕是特例，之后他又看向他的右手边，发现情况也差不了多少。他现在有点意识了，怪不得杨千寻看他的眼神有时候总那么不对劲。他一直忍着不出挑，但事实上他的所有行为都是出挑的。最后他不相信的又看了其他座位的男女相处，发现女子身边的男子大多是跪着弯腰给女子布菜的。苏月瑶看着杨千寻坐在他的身边，默默地给他剥着虾。他又抬头看向周老夫子，当发现他是坐着的后，他才松了一口气。这样他和杨千寻就不出挑了，毕竟刚刚他说了他很满意他的主君。阿瑶专心用膳，别想太多。钱钱，你们都伺候女子用膳了，你们不吃吗？是的，一会儿你们用膳后，我会和周老夫子一起去后边用膳的，所以阿瑶放心吧。那你饿不饿？苏月瑶说完，直接拿起一只虾塞进他的嘴里。没有人注意我们，快吃！我看这些人的架势，没有半个多时辰是吃不完了。杨千寻被苏月瑶塞了一只虾，立马低头迅速咀嚼咽了下去。阿瑶，你别喂我了，被人发现就不好了。我知道，钱钱再吃一只，我这不是怕你饿吗？苏女君真是疼爱自己的主君呐，自己吃还不忘喂自己的主君吃。苏月瑶看向对面的女子，她不认识她吧？这是找刺儿的？她怎么感觉这名女子对她有股恶意呢？原主的仇人？不应该呀，她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这位女君，我不认识你吧？我疼爱自己的主君，有何不可？我怕他饿着了，喂他一口有问题？本朝有法规规定，女子不能喂自己的郎君吗？他才不惯着他们呢。今日他不护好杨千寻，他日就有人随意欺辱他。苏月瑶，你可知你的主君一个庶子，嫁给你之前就有婚约，甚至和其他女子不亲不楚的，被退了亲的，如此毁了名节的男子，也就你不嫌弃，还娶了成主君，换成我都嫌。你嫌什么了？我吃你家粮食了吗？管这么宽，你咋不住在海边呢？现在他是我的主君，就证明我对他的过往不在意。自古以来，男子在外奔波奋斗，养活女子，在外的地位是他们自己挣的，在里是我们女子给的。我苏月瑶的主君，我给他面子里子，你倒是想说什么？你一个女君别的不看，就知道挑剔我的主君，
是觉得我的主君有才华有貌，你嫉妒羡慕啊？你一个女子如此袒护一个失了名节的男子，不觉得丢人，还在这大放厥词，我就大放厥词了又怎么了？我都说了，不在意我主君之前发生的事情，你听不懂啊？这位女君，你有病就去治，别妨碍我用膳，知道吗？年纪轻轻的就耳背脑子不好使，赶紧治病去，别到时候影响孩子。苏月瑶，你别你呀我呀的，你不烦我都烦了。对了，你是哪家的？我之前是得罪你了，你上赶着找我麻烦。好了，都别吵了。苏女君画画厉害，连口才也这么好。多谢萧老女君的夸奖。我以前还养在义县苏家的时候，别的没有认真学，但是还是学会说话的。萧老女君听见苏月瑶话一噎，她都没有想到苏月瑶会这么厚脸皮。她听不出来她讽刺的话吗？众人看着苏月瑶如此说话，有鄙视的，有好奇的，还有激动的。男子有羡慕杨千寻的，能在这么有头有脸人的面前让女子出面维护，真的太好命了。坐在不远处的陆家兄弟眼中都很是吃惊，他们都没有想到苏月瑶会这么护着杨千寻。关键是听着他吵人的话，又莫名觉得很爽。大哥，你和远景选苏女君当妻主很不错，有眼光。我就没有苏月瑶的魄力，敢在这场合这么说话，我都一定没有他这么会说人。他都没有想到苏月瑶会如此的与众不同，这么的维护男子，想来以后嫁给他，日子不会太难过了。喂，大哥你在想什么呢？嘿，我觉得吧，这个苏女君还可以，我还是第一次见有这么维护男子的女子的。没事，就是觉得我们以后嫁给苏女君，想来日子会好过些。嘿，我也这么觉得。大哥你眼光可真好呀。嘿，大家都继续用膳。苏女君如何宠主君，确实不是我们能管的。她不在乎脸面，我们还是在乎的。小老女君说的是，我这人名声本身就不好，如今除了画画能拿出手，也没有什么优点了。所以啊，这脸面不要也罢。既然您都说你们都是在乎脸面的，那我和主君就不打扰各位用膳了，先告辞了。哎，苏女君，留步，留步，一会儿还要赏画呢。老夫听昨日去杨府城的人说，您做了一幅贺寿图，用的是从未出现的手法。老夫还想和你一起探讨探讨呢。让我留下可以，他给我主君道歉。苏月瑶，你做梦，让我给一个失了名节的男子道歉？也就你苏月瑶被家族遗弃，才接受这样烂货。啊！你干什么？整个院子里都安静了，大家都不敢相信苏月瑶这么大胆，明目张胆的打人。我刚刚有没有说过，他现在是我的主君？我苏月瑶的人，你这满口秽语的，我先打烂你的嘴，再说一句道歉。苏女君，这是老身的宴会，你这是做什么？我做什么？萧老女君没有看到吗？这人上赶着侮辱我的主君，可曾把我放在眼里？我再说一遍，道歉。我一个除族的人，什么都没有，我可不怕你们这些毁人名声的手段。我们闹到官府，我也不怕。我再说一遍，道歉。苏月瑶，我可是义县大户陈家的女君陈韵，你今日打了我，我陈家不会放过你。阿瑶，你可以去县衙告诉陈女君，侮辱文人，朝廷规定辱骂文人雅士者，不论男女，销杖刑。苏月瑶，你之前只是一个草包混混，还文人，谁信？假冒文人也是要受罚的。陈女君大概不知道，阿瑶当初给我那2幅聘礼画，已经有义县县衙鉴定过了，确定了阿瑶文人画师的身份。想来周老夫子也是去过县衙的了。我不相信，怎么可能？你妹妹都说了你一个草包什么都不会，那画一定是你找人画的。原来你这么找我麻烦，是受了苏二女君的挑拨啊。苏二女君都进不来萧府，陈女君你和她关系真好，这么替她出头啊。月雅说过，你从来都没有画过画，你不可能画出。哎，都闭嘴。苏女君的画技是经县衙确认过的，
老夫也曾亲自见他画画，手法是老夫生平所未见，当得起这画师身份。陈女君，是我们县衙见，还是你道歉？七主，道歉吧，你要是去了县衙是要挨罚的。七主，陈女君，道歉吧。萧老女君看到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有些生气地看了眼周老夫子。今日他举办宴会，如果闹到县衙，对萧府的名声也不好。他的主君竟然没有提前告知他，苏月瑶如今已经是画师了，这样的身份当真儿的妻主也不是不可以。只是这杨家的庶子当苏月瑶的主君，身份确实有点低了。他的嫡子怎么能成侧君呢？早知道他刚刚对苏月瑶的态度应该好一些的。对不起。你这么小声，谁听得见？你对不起谁了？陈女君，要是这个态度，我们直接县衙见吧。对不起，对不起，苏主君。哼！陈韵说完就直接跑了出去，他旁边的男子对着众人行了一礼，立马追了出去。之后众人看苏月瑶的眼神都变了。周老夫子，谢谢你刚才为我说话，我觉得这宴会不太适合我，我就先告辞了。苏女君留步，今日是老身从凤都回到义县第一次举办的宴会，苏女君给老身些面子吧。萧老女君客气了，我七主也是被陈女君气着了，我们这就入座。之后众人都安静的用膳，只是大家的眼神有意无意的看向苏月瑶他们。我什么时候成了文人画师了？我怎么不知道？上次你被苏二女君陷害污蔑，姨母就安排了。她说你之前名声太差，如果画作能经过县衙画师的认可，再加上周老夫子的认定，文人画师的身份一旦确定了，以后在义县他们也不能当着你的面侮辱你。昨日姨母去阳城府前派人告诉我，县衙已经在户籍上备注了，文人牌要上报阳城府制定好之后才能给你。这2日有些忙，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你细说。文人画师还身份，说到底就是一个画画的。他真是占了这个时代的绘画水平落后，不然他能活几集他都不确定。阿瑶不会怪我提前没有跟你商量吧？你也是为了我好，毕竟有了这身份，我以后是不是可以更加豪横了？是这个理，谢谢你那么护着我。其实那些话阿瑶以后听的会更多，我们不理会就好，我怕阿瑶会吃亏的。没事，今日如果我不当面护着你，来日就有人拿着你这些让我换了主君。而且芊芊，朝廷只规定不能男子打女子，女子打女子没有定义，大不了去县衙挨个几板子，又不是没有挨过。阿瑶，你这样受伤我会伤心的，说到底还是我连累了你。芊芊，你说什么呢？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其实刚刚我骂人的时候感觉很爽的。我以前其实很怕表达，即使受了委屈我也觉得忍忍就好了，但是今日我发现他那么说你，我忍不了。我还是第一次这么不管不顾的和人吵架呢，包括扇人巴掌，真爽，越想越爽。阿瑶，这样的你怕是传出去嚣张跋扈的名声了。没事，我不在乎，名声好不好也是看我们想要什么，如果给你名声什么都没有，还不如不要。阿瑶，芊芊，你刚刚为何不让我直接离开呢？我觉着这宴会一点意思都没有，那个萧老女君就差把看不起我刻在她脑门上了。阿瑶，我们目前根基不稳，萧老女君的面子还是要给一点的，他们不会再为难我们了。是因为画师的身份？是啊，这画师的身份阿瑶以为很简单就有的，整个凤鸾国也就100来人。好吧，是我没有想到画师会这么稀少的。阿瑶放心吧，不会有人再多说什么了。我知道了，芊芊，前面这汤不错，你给我盛一碗，我感觉我现在又有些饿了。半个时辰过后，女子们都用过膳后，膳食被下人依次撤了下去，上了一些水果、茶水、糕点等。女子身边的男子也跟着主位周老夫子起身，准备去用膳了。芊芊，你快去用膳吧，多吃些，我在这里等着你。阿瑶，你多注意一些，我去就来。等杨千寻离开后，苏月瑶才发现院子里坐着的女子旁边又都是清一色的男子，原来他们都带了2个男子来赴宴的呀。苏女君今日只带了主君1人过来，身边怎么少了伺候的人呢？
萧老女君，苏主君刚刚离开的时候，特意让我过来伺候苏女君，就不麻烦贵府的下人了。你是陆家的大公子？回萧老女君的话，正是。今日我随着家妹一起来参加的。陆家女君远心，见过萧老女君。陆远景也起身站在陆远心后面行礼。陆家的公子女君都长这么大了，但是陆大公子和苏女君相识嘛，伺候苏女君不太合适吧？萧老女君，家中已经把我和弟弟许配给苏女君当侧君了，过2日苏女君就会前去陆家提亲的。陆家在义县可是十足十的大户，和凤都陆家也是连着的。嫡系的大公子既然要给苏远君当侧君，这苏月瑶当真要飞黄腾达了呀！陆女君，陆公子说的是真的？是真的，我们陆家和苏家都是同意的。苏女君如此有才学，陆家很满意这门亲事。没错，我觉得陆公子很好，已经明确表明心意，要求娶他们了。陆公子，是芊芊让你过来的，我怎么不信呢？主君确实没有派人说过，是我看苏女君刚刚的神情，怕是不想让萧府的下人伺候你，主动站起来说的。哦，只是这个原因？难道陆公子没有趁机想要告诉大家我要娶你们的事实？苏女君真是聪慧，是有这个原因的。没想到苏女君在绘画上造诣这么深，能让苏女君亲口承认娶了我们，也算是让我们安心了。听陆公子说的话，看来这画师身份今日说出去，又有媒人上门了。陆公子是怕我反悔着急了？陆公子，我既然答应要娶你们，也是觉得现阶段我们都有需要才决定的，有事可以直接说明，不需要用些心机手段，因为我不喜欢。我知道了，以后不会了。苏女君艳福不浅呢，这和陆家定亲了，这事都瞒得死死的，我们都不知道呢。是啊，陆大公子这2年拒绝了那么多求娶的人，最后选上苏女君。苏女君害羞不想说话了呢。苏女君，大家都是女子，有什么害羞的？苏女君怎么不说话，还在为刚刚的事情生气呢？各位女君说的不错，我就是害羞了。我找郎君最主要的就是看脸看才学。陆大公子一表人才，性情温和沉稳，又有一身好的医术，就此扶伤的当我的侧君是委屈了。苏女君的这话要是让主君听见，他怕是会吃醋的吧？我的主君各位刚不是见了吗？长得是一绝，而且写了一手好字，以后我的画上题字都会由他来题。再说他和陆公子各有千秋，都很好。众人听到苏月瑶的话都是一愣，哪有这么夸男子的？有名的女子画师怎么可能让男子题字？他不怕男子的字抢他画的风头。陆远义听到苏月瑶夸他，而且他能感觉出来，苏月瑶对他行医没有任何偏颇，甚至是看得很高。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子？她的画真的会让杨公子题字吗？苏女君如此说，我都好奇苏女君的画技到底有多好了，不怕自己主君的字压过自己画的风头。就是啊，苏女君这么自信的吗？她今日心情不佳，并不想画什么，特别是在这一群人面前，以后这种宴会她决定都躲着，一点意思都没有，不是捧高踩低的，就是阴阳怪气的。小老女君何不趁着今日宴会，让苏女君展示一番？苏女君，不如满足大家的想法，画上一幅如何？萧老女君，今日我心情不佳，不想画。苏女君，苏老女君都有意邀请了，你怎可拒绝呢？我怎么不能拒绝了？我凭什么画？你们好奇，等过些时日，我的画作会在七路书肆拍卖，到时候各位去就好了。好，那我们等着了。苏女君，如果老身真的想看你画呢？他到底是哪里得罪他了？但是他真的不想画。哎，七主说什么呢？周老夫子坐到萧老女君身边，笑着问道。其他的男子都依次的再次跪在女子的身边。杨千寻看到陆远义并没有吃惊，而是直接坐到他的另一边。陆远义本想起身的，
但是杨千寻示意他坐着就好。他能坐到阿瑶身边，想来是刚刚发生了些事情，大概他嫁给阿瑶的事情已经板上钉钉了。以后他们也会一同在后院伺候阿瑶，没有必要当着众人的面说什么。主君用过膳了，这不是刚大家说苏女君和陆家2位公子两情相悦，已经定下亲了。苏女君又说以后她的画作都会由她的主君题字。大众都好奇苏女君如此自信，想让她临场画一幅出来的。萧老女君简单说了事情的经过，完全不提苏月瑶拒绝画画的事情。杨千寻听到这里，看向苏月瑶，阿瑶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了，她真的对她太好了。苏女君要画吗？我这就让下人把纸张备好，老夫确实想见见您的画作呀。此时的苏月瑶拒绝的话卡在嘴里，没有说出来。周老夫子一直也算是维护他，不曾为难过他，也算是帮过他了，他还真不忍心当着他的面拒绝。来人，准备画桌，让苏月瑶有一刻犯了难。他静下心来，眼睛一闭，想到他刚刚和杨千寻在小河边的亭子里的场景，拿起笔画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周老夫子慢慢的起身，走到苏月瑶身后，发现他画的是一幅场景图，里面的少女趴在亭子的栏杆上，看着远处的风景，身后的男子坐在一旁，眼中带着宠溺淡淡的笑容看着少女。画面上给人的感觉就是女子在看风景，而男子深情地看着女子，好像是眼前的风景不及女子一分。萧老女君看着她的主君周老夫子一动不动地看着苏月瑶画画，她也好奇苏月瑶到底是什么水平能让她的主君如此，也起身来到苏月瑶的身后，站在周老夫子身边。当他看到苏月瑶纸上的画的时候，也愣在原地。这画里的人物是他和他的主君，他甚至能从画中感受到两人在亭子里的喜悦。他好久没有见到如此有传染力的画作了。之后围着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带着些许的惊讶，连不懂画的人也会被吸引住。杨千寻和陆远义两人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杨公子，苏女君的画当真很出彩吗？阿瑶的画我可以说在凤都能和她相比的没有几人。那就好。刚刚苏女君并不想画，大概是周老夫子又提出来了，他不忍心拒绝，才临时答应的吧。原来如此，陆公子刚刚在场的人都知道你要嫁给阿瑶了。是的，我很抱歉。没事，你即使不做什么，阿瑶在亭子里中答应你们了，他就会做到娶你们的。以后陆公子有什么问题可以和阿瑶亲自沟通，只要不是特殊难办的事情，他应该都会满足你的。我明白了，以后不会了。杨公子，你知道苏女君画的什么？我不清楚，阿瑶的好像没有特意只画一种画，什么都会画一些。今日这样的场景，他会画出什么我猜不出来。苏女君当真会让你题字吗？阿瑶是说过的，但是其实他只是嫌弃他的名字不好看，不想写才让我代劳的。陆远一听到杨千寻的解释，愣了一下，还能这样？陆公子，阿瑶很随性的，你们以后进门之后就知道了。这边苏月瑶落了最后一笔后，看着自己的画，很是满意。好啊，真好。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传神的画作呢。想来苏女君和她的主君关系当真是好，不然怎么把她主君的眼神画得那么好？我觉得也是。苏女君，你可否有空给我和我的主君画一幅这么效果的画呢？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都散了，这画字还没有题呢。苏女君，你这画要题字吗？这个我还没有想好题什么字呢。苏月瑶眼前一亮，走到杨千寻耳边，轻声地说了一句话，然后递上笔对他说：“芊芊，你来题字吧。”阿瑶。杨千寻有些震惊地听到刚刚苏月瑶趴在他耳边说的话。芊芊写吧。大家都好奇苏月瑶趴在他主君耳边说的什么，会让他题什么字。看他主君的神情，带着一丝震惊的表情，更让他们好奇了。
最后，杨千寻拿起毛笔，深吸了一口气，在画卷的一边写上一句话：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写完笔落，更让这幅画充满了男女之间无限的爱意，特别是男子的眼神中带着宠溺、带着爱意的神情更加具象化。好，没想到苏女君对主君的感情，连老夫都有些羡慕了。苏主君的字也是一绝呀，不愧是凤都榜首的才子。多谢周老夫子的夸奖，是我妻主画得好。杨千寻扭头看向苏月瑶，眼神带着一丝隐忍和克制。此时的他好想把阿瑶紧紧地抱在怀里。当这画被下人展示起来的时候，在场的女子看着无不吃惊。她们还是第一次见女子如此对男子许下这么深情的承诺。这句诗词是苏女君让写的，还是她的主君自己写的？陆远义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前面的画作，别人也许没有听清苏月瑶趴在杨千寻耳边说的话，他可是听得一清二楚。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是他对杨千寻的承诺吗？承诺此生得到他的心，会珍视他，和他一起白头到老吗？陆远义的心再一次的不受控制的跳了起来。芊芊喜欢吗？喜欢，谢谢阿瑶，我很喜欢。芊芊，你不要用这个眼神看我，看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看在阿瑶的画上，把我的眼神画得更出色呢。你这打趣我吗？不跟你说了。苏女君如此宠着主君，我都有些羡慕了呢。就是不知道我和远景进了您的后院还有位置吗？苏月瑶看着向着自己靠近的巨大俊脸，下意识地往后躲，直接躲进了杨千寻的怀里。苏女君不用再当着我的面往主君怀里钻吧。陆公子说得很对，我和主君的感情就是很不一般，我很宠他的。陆公子很羡慕是不是？我告诉你啊，那也没用，哼。苏女君说的是，那以后你打算如何对我和远景呢？我当然是，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了。苏女君真可爱啊！我听说你给主君的是2幅画的聘礼，你打算给我和远景什么聘礼呢？啊？苏月瑶还没有从陆远义的思绪中跳出来，有一丝的迷惑。陆公子，你和妻主还没有成亲，还是自动结吧。主君说的是我唐突了。苏女君还没有回答我呢，准备给我和远景什么聘礼？聘礼？你们想要什么？先说好，刺绣我不会，画可以吗？你们想要什么样的？我们没有要求，都可以的。那我知道了，当时我给芊芊试画了2幅，你们要是要画当聘礼的话，我也给你们每人画2幅吧。等我画好了，就去陆府提亲，如何？2幅吗？苏女君，你当真给我们每人画2幅，和主君一样？他是想要苏月瑶的亲笔画当聘礼，这样最起码他们嫁人的时候让祖母他们放心。但是没想到苏月瑶打算和主君一样的聘礼数2幅画，这有什么规矩吗？是不是芊芊是主君，侧君进门不能和你一样？苏月瑶有些疑惑地看向杨千寻。没有的，阿瑶想画几幅都可以。陆公子还有其他要求吗？没有问题的，多谢苏女君了。不用谢，应该的。苏月瑶看着中间还围着看画作的人群，他们准备看一下午吗？这宴会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阿瑶那幅画今日怕是带不走了。那不行，那可是带着我们2个爱意的画作，他们留着也没有用，想来他们是想多看看。最后还是周老夫子让下人把画先收起来，把那幅花卉图拿了出来。这时外面进来了2个公子，苏月瑶看了一眼，立马避开了。阿瑶想什么呢？没想什么。苏女君，你不看看前面的2位萧公子吗？在座女子的眼睛都快沾到他们身上了。陆公子可真大方，就不怕我看了他们，觉得他们比你们陆家公子好看，不娶你们了？如果真是如此，那也是我们倒霉啊。再说苏女君刚刚看了一眼就移开了视线，想来还是我们陆家更有优势，
不是吗？陆公子说的很对，我和萧老女君不对付，这场宴会他都针对我几次了。他的孩子呀，长得再俊，我怕是享受不了。苏女君，快来看看这幅花卉图如何啊？阿瑶没事的，去吧。苏女君，这2位是我的犬子，苏云峥和苏云景。峥儿、景儿，这是苏月瑶苏女君。刚刚她画了一幅画，才学出众啊，如今已经是县衙承认的画师了。见过苏女君。见过苏女君。2位萧公子好。苏女君是不喜我们2兄弟吗？连看我们一眼都不看？没有，是我的问题。苏女君觉得我们2人如何？这个我不清楚，毕竟在我眼中，我觉得我的主君最好。再说，我要娶的陆家2公子也不错。我并不认识2位萧公子，所以不知道要说什么。哼，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见女子见了我们不是夸奖的。你的主君是不是杨府的庶子千寻公子啊？他呀，确实很不错，凤都有名的才子，文采一流啊。听说琴棋书画每项在凤都都排前几名的。哼，就是后来名声毁了，郑家的女君一直闹着要娶他呢。原来是来义县嫁给苏女君了。我就当萧公子是夸我的主君了，我替他谢谢你，但还请你不要说我主君以前的事情。不管以前他如何，他现在是我的主君，明白吗，萧公子？哎呀，苏女君这么护着杨公子呀，真是嫁得不错，我都有些羡慕呢。你是可以羡慕他，但是和我们也没有关系。萧公子们可以尽早找到合适的妻主，这样就不用羡慕旁人了。萧云峥突然靠近了苏月瑶，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说：还有，苏女君在亭子里和陆家定亲的事情，我和景帝正好在那处亭子后的假山上。所以苏女君并不喜欢陆家2兄弟，只是应付朝廷必须要娶的人数，不是吗？原来在这儿等着呢。是与不是，貌似和萧公子没有关系吧？再说，以后会不会变成真的，谁又能知道呢？苏月瑶又往后退后了一步，拉开和萧云峥的距离。萧公子在我看来，一个人的真心是最难能可贵的，名声啊、名节啊之类的并不是很重要，所以我并没有什么想和萧公子们说的话。周老夫子，可以看看牡丹图吗？当然可以。这画算是很不错了，只是在色彩方面缺乏一点过渡色，所以显得有些生硬，但是其他方面确实很不错。苏月瑶直接在周老夫子面前夸奖了几句，就直接回到座位上。阿瑶先喝些水，萧公子没有为难你吧？为难倒是没有，我不喜欢萧家2位公子，觉得他们不安好心。那我们就远离一些，以后躲着些。芊芊说的对。最后宴会终于结束了，回到了家，苏月瑶都想直接瘫在床上，她真的要累死了。阿瑶，这幅画我挂在书房怎么样？都听芊芊的，我想回房躺一会儿，芊芊不休息会儿吗？还可以，我去书房处理些事情，阿瑶累了就先休息一会儿，万一用膳的时候我再去叫你。好。等到晚上用膳的时候，苏月瑶已经缓了过来。还是家里舒服啊。芊芊以后这样的宴会都推了吧，我不喜欢参加，感觉一点意思都没有。阿瑶，女子们交流接触都是参加宴会的，这次是特殊了一些，其他的也还好的。我今日见了那些女子，也没有觉得多好，个个也是挑剔，我还是待在家里吧。阿瑶不想参加就不参加了，但是有些不能避开的，我们还是要参加的。好，确实可以，但是芊芊要陪着我一起去。在把你陆家2公子娶进门之前参加的宴会，我都会陪着你的。他们？芊芊是打算他们进门后让他们陪着我去？他们是你的侧军，伺候你是应该的。阿瑶不打算带着他们出门，还是阿瑶心里就没有把他们放到你侧军的位置上了。芊芊，你都知道我的想法，应该知道我其实就是打算娶了他们应付朝廷的。阿瑶，我让你选侧军，一方面是因为朝廷的要求，
另一方面是真的想让你身边有人伺候，贴身照顾你，不是因为朝廷的要求让阿瑶把人娶回来就可以了。芊芊，我即使把陆家两公子娶回来，他们也不一定是心甘情愿的呀，而且我也接受不了上来就成为夫妻的呀。再说，你没看见今天宴会上那些女子身边伺候的男子，他们几乎都是一个动作，把身边的女子伺候好就行。我从他们身上都没有感受到互相的爱意。阿瑶，陆公子在开口要你娶他们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你要成为他们的妻主了。男子一旦选择了女子，就没有反悔的余地了。阿瑶可以试着真的接受他们的。我们男子嫁人之前，无关喜欢不喜欢，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女子伺候好，不连累家族就好。而且女子的大多数态度，也让我们男子喜欢不起来。阿瑶，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这里的男子在后院的地位如此的低，女子又大多数挑刺骄纵，让男子心甘情愿的喜欢，貌似确实很难啊。芊芊，我一直很好奇，你是大户人家的庶子，家族把你们当成了联姻的工具，你们为何怕连累到他们？不应该是恨他们的吗？因为我们的父亲还留在那里。什么？你们的父亲？难道你们嫁人后犯错了，先是你们的父亲遭殃，但是你的父亲不是已经离世了吗？阿瑶，不管男子是嫡子还是庶子，自小都是在父亲跟前长大的。我父亲去世后，牌位也供奉在杨家，我不能因为我让我父亲在地下也不安。阿瑶，能明白吗？更何况那些父亲还在世的，如果不听家族的吩咐，或者做出伤害女子的事情，首先受罚的都是他们的生身父亲。苏月瑶又再次沉默了。好惨的男的呀，这不是就拿着人家父亲威胁出嫁的男子听话吗？所以阿瑶，当时你娶陆公子的时候，大家觉得都是各取所需。陆家是义县的大户，又和凤都陆家有来往。阿瑶，你娶了他们只有好处，但是阿瑶，我想你真心的去接纳他们，以后他们也能像我一样那么照顾你。芊芊，你们为何如此大度？我是你的妻主，你就这么想要把我推出去吗？阿瑶，我不想如此，你怎么能怀疑我对你的心意呢？我没有怀疑你的心意的，没有的。阿瑶，我们男子做梦都想占着自己的妻主，但是自小我们都清楚女子稀少珍贵，我们永远不会独守着。这几年的女子出生率越来越低，即便是世家大族的男子，能找到好的妻主就已经不错了，我们不能奢望的。但阿瑶你这么好，心肠又软，如今又是画师，将来的世面注定不只是有我们，还会有更多优秀的男子的。我只想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让你自己选喜欢的。阿瑶，这么说我是觉得我不喜欢你是吗？要把你推出去啊？杨千寻眼睛红红的看着苏月瑶。没有没有，我知道芊芊喜欢我是为我好，我只是不想这么快找其他男子吗？但是阿瑶，陆家公子我能感觉出来，他们对你并没有排斥，甚至看你的眼神都带着欣喜。欣喜？他怎么没有看出来？芊芊，你是不是看错了？你怎么看出来的？陆远义看着沉稳温和的，我感觉他背地里也是个腹黑的。阿瑶是说我眼下没有看出来吗？我们男子是最了解我们男子的，他什么行为动作我都知道，怕是阿瑶无意撞进人家心里去了，你还不知道呢。芊芊，我才没有让人家一见面就喜欢的地方，你肯定是看错了。陆瑶要娶陆家2个公子了，策军就不选了，你可以从那些人里面选出几个侍者，平常在后院伺候你。侍者？你之前不是说他们都是选策军，明显给他们降了身份，他们怎么能愿意啊？这里的主君和策军都是算作女子的夫郎，主君是管理后宅的一切事务，策军就比主君低一点，他们都是有资格和女子一起出门参加宴会的。但是侍者、小侍、陪侍这些就真的算是妾室了，很没有地位的那种。他们如果犯错，几乎是不用通知男方，主君或者策军都可以把他们发卖的，地位也就比下人高那么一点，那些富户的人家怎么愿意？阿瑶如今已经是画师了，地位可是文人，不是一般的商户了。再说家中是最不缺的就是男子，这世道男子能找到妻主就已经不错了。明日阿瑶可以看看，咱们府邸怕是又有一批上门要嫁给你的公子了。当真要选啊？芊芊，万一我一个也没有看上呢？
没有看上的，咱们就等陆公子他们进门后，再一起给你物色物色，总会选到你喜欢的。苏月瑶这边又吃了些饭菜。阿瑶，吃好了吗？我们要沐浴休息了。这么早吗？阿瑶怎么还害羞呢？看来以后晚上我要少忙一些，多伺候你母女些时日，你就完全习惯了呢。芊芊，你不是说好好给我沐浴的吗？把你的手拿开。阿瑶，前面要洗干净的。阿瑶，放轻松一些。浴室又比较热，苏月瑶想要避开杨千寻，但是杨千寻怎么肯呢？最后，苏月瑶从浴室出来，已经是1个时辰后了。刚挨着床的苏月瑶下意识的想要往里躺着，她感觉好累啊，眼睛都睁不开了，但发现杨千寻又贴了上来。阿瑶，再一次可好？你走开，我要睡觉了。阿瑶，乖，阿瑶。苏月瑶反抗的声音直接被杨千寻吃了个干净，只能发出呜呜的哼哼声。整晚，苏月瑶都在困得快要睡着的时候，再次被叫醒，嗓子都喊哑了。芊芊，你太坏了！阿瑶，我哪里坏了？你说出来我就放过你，怎么样？杨千寻，你个混蛋！混蛋！你一点都不喜欢我，浑身酸的不行，这狗男人还不打算放过他。阿瑶，你怎么说我不喜欢你呢？你没有感受到吗？芊芊，不要这样子，我错了，我是害怕。阿瑶，说说我喜不喜欢你？你喜欢不喜欢我？喜欢的，喜欢的。你喜欢谁？我喜欢你的，芊芊。那我呢？芊芊喜欢阿瑶，喜欢的，都喜欢的。苏月瑶被折腾到让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的状态。阿瑶真乖。杨千寻又亲了亲苏月瑶的额头，最后苏月瑶成功的晕了过去，什么时候结束的都不知道。这一觉，苏月瑶成功的睡到了午时。当她醒来的时候，刚想动一下，感觉浑身疼的像是被拆开又组装上的感觉。阿瑶，你醒了，对不起，我昨晚没有收住。你给我刚说了几个字，嗓子哑的就开始疼得直咳。阿瑶，你先别生气，先喝点水润润。喝了3杯水后，苏月瑶感觉嗓子好了很多。阿瑶，昨晚是我的错，我只是没有忍住。阿瑶对我那么好，在那么多人面前维护我，又让我题字，给我世间任何男子都没有的承诺，我只是太感动了。你这感动？为何要如此折腾我？你这不是感动，你这要整死我呀！他感动了，不应该是抱着他，给他说他以后要如何对他好吗？如何疼爱他的吗？真是个狗东西！但是阿瑶，晚上又质疑我，我既感动又有些难过，所以过分了一些，我知道错了。阿瑶，你说你想怎么罚我都受着，偏房背的有鞭子，阿瑶可以抽我。还鞭子抽他，玩的真够花的。那鞭子他怎么不拿出来呢？他此刻要是有一点力气，他保证看见鞭子就得招呼他2下，叫他那么折腾他。最后苏月瑶还是在杨千寻的伺候下，穿好衣服，坐在膳食桌上，开始大口的吃饭。他是真的饿了，被折腾一晚上，再多的能量也要被消耗掉。阿瑶，慢点吃，慢点吃。你去给我买上次给我带的蒸糕，我现在就要吃。阿瑶，我伺候你用膳吧，我让下人去买好不好？不行，我就是让你给我买。那好吧。女君，你们好生伺候着，我去就回。苏月瑶看着离开的杨千寻，心里的气儿顺了一些。之后是春日伺候他用完了午膳，主君回来后不准他进房里，我要再睡会儿。好的，女君。之后苏月瑶又再次躺到床上睡了过去。杨千寻回来后准备进屋。哎，主君，女君说你回来后不准进她的房间，她要在里面休息一会儿。女君当真这么说？是的，主君。那好吧，蒸糕你们先收着，女君醒来看她吃不吃。杨千寻说完又看了眼房门，转身离开了。苏月瑶再次睡醒的时候，
感觉浑身舒服多了。女君醒了吗？现在什么时辰了？回女君，已经申时末了。我睡了这么久啊？主君呢？主君买的蒸糕回来给你吃，不过女君让奴拦着不让她进屋里，所以她现在去书房处理事务了。好的，我知道了。这边苏月瑶刚刚穿好衣服，杨千寻就到了。哎呀，我错了，别生气了好吗？要不你想怎么罚我？那你错哪儿了？我哪都错了，我下次一定不这么欺负阿瑶了。还有下次？没有下次，一定没有下次。那我先勉强原谅你这次。这边再揉揉，好酸啊，都是你害的。是我害的，是我害的。杨千寻热情地给苏月瑶揉着。杨千寻听到这里，心里松了一口气，终于气消了。奴见过苏女君、苏主君，两位里边请。好。到了会客厅，发现一屋子的人。苏女君，里面上座的是我的祖母还有母亲，其他的下手坐的一会儿会专门给你介绍认识。好，我知道了，多谢。苏月瑶没有慌张的走到上座下面的位置下，对着上面的两人行了一个晚辈礼。见过陆老女君和陆女君。苏女君客气了，不用多礼。苏女君今日是来求娶我那两个儿子的。是的，陆女君，还请陆女君把两位公子许配给我，我保证以后不会让他们受委屈。远义、远姐，你们两个可想好了要嫁给苏女君吗？母亲，我和远景愿意的。既然你们都愿意了，苏女君，我就把我这两个儿子交予你了，也希望以后在后宅你能多照顾些他们。陆女君请放心，这是我亲自给陆公子们准备的聘礼，我给你们每人画了2幅画，如果你们想要题字的话，可以亲自题。画打开的一瞬间，众人的视线都被画所吸引。这画工确实当得起县衙认定的画师，这画确实比很多画师要强上很多，人物的传神还有画的意境就很少有人能做到。陆远义当看到画的时候眼前一亮，看着自己的自画像，这还是第一次有女子给他画像，画的还是如此好。他很喜欢，真的很喜欢啊。苏女君，你给我画的为何有这么大的笑容？陆远景看着他的画像，那么大的牙齿，他在外从来没有如此笑过，会影响形象的。苏女君怎么知道他是最爱笑的？陆小公子年少充满活力，我画的时候就觉得你这么笑肯定很有感染力，才如此画。陆远景听到苏月瑶如此说，顿时眼里含光。虽说他平常在家喜欢这么笑，但笑的时候母亲父亲他们总让他守好规矩，笑不露齿。第一次有女子说他的笑容有感染力，他在夸他耶。他突然觉得嫁给苏月瑶是一件好的事情，他还没有见过如此和颜悦色的女子，他能成为他的侧君其实还不错的。他那么画陆远景，是觉得他的活泼灵动充满着少年感，才配上这大大的笑容。刚刚众人还有些疑虑，但是苏月瑶拿出的这4幅画就让众人彻底心服了。毕竟凤鸾国的画师不多，苏月瑶以后怕是会有更大的造化。陆家在他还没有成长起来，把嫡出的公子嫁予他，想来以后他也会多照顾一些陆家。陆父更是有些激动地走到这4幅画作前，仔细地看着。伯父也喜欢这类的画作吗？哎呀，苏女君，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有意境的画呢，确实喜欢呀。伯父要是喜欢，回头我再画一幅让人送过来。伯父想要自己题字，还是我题好？苏月瑶想着陆父是陆远义的父亲，他送给老丈人一幅画也能安了他们的心，最起码在他们面前他是真心对陆远义他们的。这可以吗？会不会太麻烦苏女君了？他怕这样会影响他的2个儿子。不麻烦，以后远义和远景嫁给我，我们也是一家人，一幅画而已。陆家众人听到苏月瑶如此说，更是对他满意了。
特别是陆老女君和陆女君，看苏月瑶的眼神也格外慈爱些。哎，那就谢谢苏女君了，画的字我自己题。好，没问题。杨千寻站在苏月瑶的身后，看着她轻易地收获了陆家众人的心，松了一口气。苏女君，既然你和叶儿、锦儿也都看对了眼，我们根据你们的八字算出来，这月底还是下月初8、20这3日的日子都不错。你看，你觉得哪天合适？苏女君要是着急把叶儿和锦儿娶回去，这月底时间还有半个多月，时间上有些紧，但是也是足够的。你选选。苏月瑶听见他们选的日子，提得真近啊，她还以为陆家会多留他们些日子呢。苏月瑶看向陆远义和陆远景两人，意思是你们要如何选？看来苏女君是真的很满意叶儿和景儿，成亲的日子还让他们定呢。苏女君，你直接选吧，我和远景都可以的。但其实也有些好奇，苏月瑶会选哪天？女子提亲的时候，男方都会给3个日子。如果女子比较偏爱男子，会选前面的日子，反之就是选最后的。苏月瑶最后没法了，想了下，她和陆家两公子也不是那种热恋的情侣，非要早点在一起的。再说这个月也太着急了，10多天，选了怕是杨千寻有的忙了，选最后是不是也不好？这选日子是不是有说法呀？最后他决定选中间的日子。陆女君，我觉得下月初8日子最好，这个月底时间有些紧凑，我和主君也怕委屈了陆公子他们。好，苏女君选的日子确实好。陆福笑容又大了些，这苏女君对叶儿、锦儿也是上心的，她也觉得初8的日子好，时间刚刚好，也能好好准备。苏女君，让叶儿和锦儿带着你逛逛陆府，用过午膳再回去。好，那就麻烦陆公子了。他确实是想出去走走，在这里被一群人盯着看，确实有些不适应。苏女君、苏主君，两位请。刚出了会客厅的院子，苏月瑶立马松了一口气。苏女君刚刚在屋里表现那么好，没想到也是紧张的。你这说的不是废话吗？我要是表现不好，你们母亲父亲怎么会安心把你们嫁给我？多谢苏女君。陆远义突然很郑重地道了谢。那倒不必，我娶你们也应该让你们家人安心。还有这个选日子是有特殊的要求吗？阿瑶，女子提亲的时候，成亲的日子都是女子定的，定得越靠前，说明女子对男子越喜欢。阿瑶没有选最后一个日子都是好的。刚刚他其实也紧张了一些，这个事情他忘记说了。刚看苏月瑶选的日子，以为他是知道这里规矩的，没想到他是误打误撞。当时他们成婚因为着急，所以直接定下时间了，根本没有走这么流程。看来有些事情以后他都要事无巨细地告知阿瑶。苏女君，你好像不是很满意我和大哥才选的日子啊？我只是觉得第一个日子太近了，安排起来怕是太忙，第2和第3个日子都可以，但是你们要我选，我有个习惯，如果3个选项不知道怎么选的，选中间是最好的。没想到苏月瑶会是这么选择，但是他们都不知道的是，就是这样的随意事情，后期成功帮助他们躲过一劫。苏女君，前面是陆家观赏的亭子，可想去看看？好啊，是那边4层高的亭子吗？那处亭子还是找特殊工匠建造的，是整个义县最高的建筑了。是吗？那我们去看看吧。当苏月瑶爬上去的时候，有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整个义县景色都能看见，真美啊！苏女君看那边，是我和大哥的院子呢。是吗？你们很喜欢竹子吗？我看着整个院子一圈都种了竹子。喜欢的，我们很喜欢竹子，感觉它们很挺拔，特别是夏季很凉爽。你们陆府真大，那边是专门修建的小溪和假山吗？是啊，
我父亲很喜欢钓鱼，我母亲特意找的工匠修缮的小溪和假山，父亲有空都会去那边坐坐。假山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茅草屋，很好玩的。你母亲对你父亲很好啊，我看那处修缮起来怕是很费功夫的吧？是啊，听说修缮了很久呢。杨千寻和陆远义静静地听着两人的对话，两人的目光几乎都是看着苏月瑶。苏月瑶一直观赏着风景，又和陆远景说着话，并没有发现两人的目光。我看你们府邸这么大，你们嫁给我，怕是没法享受了。那倒不怕，我父亲给我和远景陪嫁，向来有几处大的宅子。苏女君要是觉得现在住的小，可以搬过去。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我现在住的挺好的，就是怕委屈了你们。再说我们本就是各取所需，我这算是突然降低了你们的生活品质了。男子嫁人，嫁妆都归女方所有，我们的嫁妆你可以随意支配的。你们的嫁妆你们自己收着，我不动。主君的嫁妆我也从未沾过手。当时他对杨千寻的嫁妆都很吃惊了，想来陆家给他们准备怕是更多。他不想知道，他怕知道了会心痛。陆远义和陆远景有些吃惊地看着苏月瑶，他们确实没有想到苏月瑶会如此说。苏女君，我们成亲后，我还能继续行医吗？陆公子本身就是大夫，行医之事你自己决定，我不会过多干预的。上次救治落水的方法，等有空了你来苏府找我，我教给你。你们嫁给我，我不会限制你们做什么，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不是违法的事情。还有，你们挣的银钱自己收着。苏女君，我行医其实大多数来找我看病的是有女子的。他的皮囊很吸引女子，每次有些明明没有生病的女子故意来找他看病，如果他不配合，女子就会各种辱骂。要不是看在他是陆家的大公子，甚至都要污蔑他。女子怎么了？在你们大夫眼中不是不分男女的吗？难道那些找你看病的女子都是看上你的脸，故意的？陆远一听见苏月瑶的话，脸色一黑。不会吧，我说对了，那些个女子骚扰你啊？没事，等你嫁给我，我去你药馆坐镇，如果有人上赶着往你身上贴，我直接帮你把那些女子都吓走。苏女君不介意吗？不觉得是我的原因吗？我介意什么？陆公子长得好，女子想娶你很正常，只是他们没有用对了地方。对于一个大夫来说，你坐诊是想治病救人，而不是想那些女子来花痴的。陆远一听到这里，神情一顿，他竟然了解他的想法，他甚至不会觉得是他在招蜂引蝶，故意坐诊吸引女子。等你彻底嫁给我后，义县想娶你的女子怕是要哭红眼了。话说，陆公子在选择女子上还是很挑的，不然啊也不会便宜我了。陆远一静静的没有说话，但看向苏月瑶的眼神里充满了热意，几乎打破了往常清冷的形象。杨千寻心里叹了一口气，看向陆家两兄弟，阿瑶还傻傻把他们当成合作对象，两人的视线都想要把他吃了。也不知道阿瑶和他们成亲后，两人会如何和阿瑶相处。看着陆远一的目光，他都有些担心阿瑶能不能逃脱掉。苏女君说得很对，倒是便宜你把我娶回去了。苏月瑶没想到自己开玩笑的话陆远一会接。苏女君这是不好意思，连看我都不看了。陆公子你这是……苏月瑶被陆远一的笑容给晃了一下。苏女君你也被大哥的美貌惊了对不对？特别是大哥笑的时候，我跟你说，大哥自小啊身边围着一群一群的女子，特别是籍贯后。不过我都好久没见大哥笑了。远景少说两句。大哥我每次说话你都不让我说，我说的不是实话吗？大哥你怎么不和我说话了？苏女君，你想不想知道大哥学医的时候发生的糗事？远景，叫大哥刚刚不理我，不然我就把我知道你的糗事全部都告诉苏女君。远景，父亲教给你认识的药材，怕是还没有认全的吧？大哥你太过分了。苏月瑶靠着杨千寻，静静地看着他们两人说话，他就知道这陆远义是个腹黑的。
陆远景是斗不过他的，他有可能也斗不过他。唉，不知道他和陆远景的智商哪个更高一些。陆小公子，我还挺好奇你说的陆公子的糗事的。苏女君想知道我小时候的糗事，那怕是不行，毕竟这比较隐私的话题，远意也只想告知亲近之人，又或者是未来的妻主。那我还是不知道为好。陆公子身边的亲近之人，我怕是还够不着这个标准。嘿，到用午膳的时候了，苏女君，我们下去吧。好吧，我们下去吧。众人到了膳食厅，发现摆了3桌，主桌坐的都是陆家的女子，陆家女君和陆母，还有陆远心。他们身后都有男子站在一旁，旁边一桌都是陆女君的郎君们，还有一桌都是清一色的年轻公子，想来是陆远义的庶弟们。苏女君快进来坐，不知你喜欢吃什么，准备的不好的话再让厨房给你做。陆女君客气了，我不挑的。杨千寻并没有落座，站在苏月瑶的身后，陆远义和陆远景坐在苏月瑶的身后。苏月瑶抬头看向杨千寻，阿瑶先用膳，我一会儿再用。苏女君这是心疼主君了，要不让主君落座，远义伺候你用膳如何？我和陆公子还未成亲，怎可让他伺候？主君来就好。杨千寻给了苏月瑶布菜，甚至嘴角有菜汁的时候，他会给他擦去。杨千寻的侍奉很是细心，举止优雅，几乎挑不出来一丝的错误。等苏月瑶用过膳后，由专门的下人领着杨千寻去用膳。陆老女君年纪大了，所以就先回去休息。其他侧军和庶出的公子也都退下了。大厅里只剩下陆母、陆远心和陆远义他们陪着苏月瑶说着话。苏女君身边就主君一人伺候，确实少了些。好在等到一儿和景儿进门后，能分担些。陆女君说的是，我比较喜静，平常身边也不喜欢跟着一群人。但是我们女子身边还是要时刻跟着人的，特别是出门的时候，护卫少了，容易遇上歹人，也容易发生事情。多谢陆女君提醒，我知道的。出门主君会安排好的。咱们义县还好，地势平稳。听说隔壁的西河县，河流从县城穿过，每年都有女子掉入河中出事的。今年府城的知府大人还特意让西河县县令加固围栏。陆女君说的对，以后我会多加注意。如今每年的女子都在减少，这2年的女子出生人口越来越少。陛下下了好几次诏令，都是关于护好女子等事宜。如果出事，所属男子的家族都要被连累。陆女君，陛下又下了诏令？县令大人怕是最近也都在排查义县的安全问题，家中女子受伤出事一律都要上报的。特别是苏女君这样正好生育年纪的女子，可是重点保护对象。苏女君和主君成亲也有一段时日了，可有动静？苏月瑶下意识的手放到肚子上，脑子有些黑线。还没有好消息。苏女君也别着急，心儿成亲比你早了1年，纳了不少郎君，肚子也是没有一丝动静。女子有孕不易，放宽心，孩子就找上门了。其实他没着急，他和杨千寻除了洞房的那天外，他都没有吃过所谓的助孕果。虽然平常家中桌子上一直摆放着，杨千寻也没有要求他吃过，他也不想吃。在他看来，生孩子的事情能晚一天是一天。但是陆远心都成亲了1年了，听陆女君的话，也是很想让她生育孩子。想来她是吃助孕果了，那怎么会没有身孕？不会吧，有了助孕果，怀孕几率也是那么少的。一想到这里，苏月瑶有些惊恐，这就有点吓人了。陆女君，陆府的膳食很好，我一不小心用的多了些，可以让陆大女君陪我去院子外走走吗？当然可以，远心，你陪着苏女君去院子里消消神儿。好的，母亲。之后在小花园里，
陆远星和苏月瑶并排走着，陆远义和陆远锦在后面跟着。苏月瑶看到前面的石凳，对着身后的陆远义和陆远锦说道：“我有些悄悄话想和陆大女君说说，你们在这等着，或者也找个地方休息会儿。”好的，苏女君，我和远锦在这儿等着你和新妹妹吧。陆远星在一旁，他很好奇地看着苏月瑶，他挺想知道他要和她说什么呢。今日他观察下来，这苏月瑶一点都不像外间传闻那样像个骄横的草包，反而是待人亲和有礼，说话有理有据，遇见长辈也毫无怯意。想他有时候面对他母亲都有些害怕的，他甚至对男子也有些尊重。刚刚他看得很明确，母亲的侧捐们还有庶弟们的行李，要不是他主君拉了他一下，他下意识就要回了礼。这对着男子会回礼的女子怕是很少见，如今她已经是画师了，还能做到如此，真的很难得。在萧府的时候，他就对苏月瑶和人吵架的气势很喜欢，他母亲总要求他顾全大局，他还是挺羡慕苏月瑶那种随时豁得出去的感觉。之后两人坐到石凳旁边，苏月瑶突然有些尴尬的不知道要怎么开口，难道直接问：“你和你郎君在一起的时候吃猪烟果吗？”这会不会太唐突了？他只是被刚刚想到的怀孕率吓了一跳，才想要好好问问。呵呵，苏女君有什么想问的，直说就好。我们都是女子，不用觉得不好意思。那个陆大女君，刚听你母亲说你已经成亲1年了，还没有怀上孩子。是啊，女子本身怀孕就艰难，不是说一句就能有的。苏女君是怕将来娶了我大哥和我弟弟，怕我们催你生孩子吗？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问，你和郎君们在一起前都吃了猪烟果？我都吃的，只是偶尔忘记吃。苏女君身边没有长辈，看着想来会好很多。你千万别在我母亲面前问这个问题，不然怕是要遭殃。这个问题很严重吗？遭什么殃？我母亲平常很杞人忧天的，怕女子出身少，将来国家发生大事，所以自从我开始娶夫后，就要求我赶紧生孩子。猪运果更是每天都让我郎君们监督我吃下去。有几次我不想吃，索性就当作我忘记吃了。有次我在我母亲面前说漏嘴，我母亲可是罚了我院子的全部下人，包括我郎君，让他们跪了整整1天。我怎么求情都没有用。啊！苏月瑶吃惊的张大嘴巴。苏女君，你要娶我大哥和弟弟了，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你直接叫我名字吧，我也直接叫你名字，咱们别女君来女君去的。好啊，元心。元心，你几乎都吃猪运果，有孕的几率还这么低的吗？听说从过完年到现在，整个义县只添了几个女子，有些女子更是成亲2、3年才生育的，关键是生的也是男子，所以有孕这事儿急不得。苏月瑶这次听完，心直接拔凉拔凉的。她以为她到20岁再娶3夫后，22岁前一定能生下女子，没想到过程这么惨烈。杨千寻身体那么强悍，她第2天都得躺1天缓缓，但为什么就这么不给力呀？苏女君，你怎么了？别担心，不会有人说你的。你才成亲多久？我母亲也是关心你才问的。元心，要是到22岁没有生下女子，朝廷可是要我们继续娶夫的呀。那就娶吧，我成亲1年了，都娶了10几个了吧。我母亲看我一直没有身孕，怕是过几个月还会给我挑人呢。苏月瑶听完更是一噎。元心，你在这这么多郎君，到时候有了身孕，怎么证明是谁的？这个问题嘛，我听我母亲说过，她说到时候我们有孕后是谁的孩子，男子会身体不舒服，就是会吐、会头晕、犯困、睡不好之类的。具体我也不知道。苏月瑶听完直接炸裂了，这不是女子妊娠反应吗？这里连这都不让女子受了，这里的女子也太享受了吧。还有啊，月瑶，我母亲怕我生孩子难受，还专门告诉我咱们生孩子后会出点血，
但是整体一点都不难受。等生产完，身体会觉得很轻快，比现在要好，特别是皮肤会变白，身体还有可能会长高之类的。苏月瑶本身也是知道这里生孩子像是排毒一般，这里的女子也从来不来姨妈，这里女子的肚子到底是怎么个构造啊？苏月瑶感觉她的脑子都有些晕了，这里简直是女子的天堂啊！你就不停地生孩子就是大功臣，所有人都要照顾好你。那远心，我们生下孩子后，孩子如何喂养？难道男子还有奶水不成？我们只负责生，生下的孩子都是男子负责照顾的，这个我就不清楚了。苏月瑶不敢问女子会不会下奶水之类的，但一想到如果喂奶是男子喂，她怕是下巴会惊掉吧。到时候有孩子了，她再看看杨千寻他们怎么照顾孩子吧。还有远心，你母亲只娶了6个郎君，她怎么会要求你娶这么多呢？这还不是情况不一样，我母亲他们那个时候和现在不同，女子和男子的比例大概比现在好很多，朝廷也没有下诏令必须让女子娶多少郎君。我母亲又自幼和我父亲一起长大，感情深厚，所以她当时对其他男子不感兴趣。唉，咱们可不一样了，我母亲天天和我说，现在女子少，让我多多贡献，多多娶夫，多多生女。苏月瑶听完第一感觉，她幸亏被除族了，她没有长辈，没有人天天这么催她，不然她怕是要分裂了。远心，你娶那么多郎君，能睡得过来吗？这个嘛，还可以吧，我主君他安排的。我每晚都很好奇，进我房间的郎君是谁。你都把他们认全了吗？也不怕进来的不是你郎君？我当然认识他们啦，平常下人守着的，不是我郎君，怕是我的房门都摸不到的。白天也专门有安排，谁伺候我的？苏月瑶听完，表示她不想多说什么了。这么低的出生率，她以后是不是回去晚上和杨千寻在一起的时候就要开始吃住院果了？她能接受娶多位郎君，但是她接受不了娶那么多啊。一直在原地等着的陆远义和陆远景远远看向里面两人。大哥，你说苏女君是不是在问我们2个小时候的事情啊？景弟弟，你觉得呢？陆远义不想理自家这个有些傻的弟弟。苏月瑶从头到尾就把他们当作合作伙伴，连一点想和他们成为真正夫郎的意思都没有，怎么可能会问关于他们的事情？陆远义眼睛深深地看着苏月瑶，他此刻大概明白了，自己这几日为何总会莫名地想起他，甚至在亭子上面的时候总想多和他说话，总想一直看着他。他怕是真的对苏月瑶动了情。他一直觉得此生不会喜欢任何女子，嫁给他也是因为游远景，不想家中长辈担心才嫁的。但是现在他很开心能嫁给他，嫁给自己心中喜欢的人。只是他要下些功夫，让苏月瑶也慢慢喜欢他才对。每每看到他如此关心照顾杨千寻，他的心总是感觉很烦闷，甚至嫉妒。他也想要苏月瑶如此对他。大哥，我觉得很有可能。刚刚苏女君不是很想知道你小时候的糗事吗？景弟弟，你以后得多吃些补脑的，你的脑子得好好补补。大哥，你什么意思嘛？你平日都说我很聪明的，今日你是嫌弃我笨了？景弟弟明白就好。你觉得苏女君会问新妹妹我们的事情？为何不会问？我们都要成为她的侧君了，她问问不是更好的了解我们吗？陆远一这一次彻底不想理自己弟弟了。他知道什么是合作吗？他就没有发现苏月瑶看他们的眼神和看杨千寻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眼神吗？有这么不开窍的弟弟，以后苏月瑶再娶其他郎君，他们如何一起多让他宠他们？他第一次觉得没有好好教导这个弟弟是件失败的事情。陆远景还看着苏月瑶的方向，嘻嘻地笑着。陆公子，阿瑶呢？杨千寻用过膳后，得知苏月瑶和陆大女君一起散步，就让下人领着她过来了。
苏主君，你用过膳了。苏女君在前面和我姐说悄悄话呢。苏主君，你觉得苏女君是不是很好奇我和大哥呀？所以才在前面特意问我们姐姐关于我们的事情，对不对？杨千寻听到后，看向阿瑶的方位，看到阿瑶和陆大女君很开心地聊着，并没有回答陆远景的话。他觉得阿瑶肯定问关于女子方面的事情，毕竟他很多事情都不懂，他母亲之前也什么都没和他说。问关于陆远义他们的事情的几率几乎是没有。苏主君，你怎么不回答我呀？应该吧。还是让孩子能开心一天是一天吧。大哥，你听听，苏主君都觉得会的。杨千寻尴尬地看了一眼陆远义，意思在说，你弟弟这么单纯的吗？远景，一会儿苏女君和新妹妹回来，你自己问她吧。陆远义不想再说什么，算了，自家弟弟能这么单纯也好，好在他也能护着他。等苏月瑶和陆远星一起出来的时候，苏女君，你是不是在问新姐姐我和我大哥小时候的事情啊？苏月瑶被陆远景的问话愣了一下，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看到他这么单纯的笑容，尴尬地说道：问了一些。陆远景听到笑得更开心了，甚至傲娇地看向自己大哥。景弟弟这么想要苏女君知道你小时候干的事情吗？我小时候很乖的，才不怕苏女君知道呢。哦，也不知道谁6岁的时候非得拉着我爬树，导致自己下不来，抱着树枝死死不放手，在树上待了1个下午的。那树呀，也只比当时的你身高高一点点。姐姐，还有不知道谁8岁的时候非要去小溪里抓鱼，鱼没抓到反而摔了一跤，吓得鱼差点进你的嘴巴里，哭得嗷嗷叫。还有啊，大哥，苏女君你别听大哥和姐姐说的话，我那个时候太小了，什么都不懂。这陆远景就是个活宝。苏月瑶觉得以后生活在一起怕是不会无聊了。苏月瑶去和陆家长辈告别之后，就和杨千寻一起回去了。马车里，苏月瑶靠着杨千寻，有些昏昏欲睡。阿瑶是累了吗？靠着我歇一会儿。我还好，就是今日和远星说了一会儿的话，有些震惊罢了。阿瑶问了关于女子方面的事情。芊芊，你怎么知道？我还以为你会问我，是不是问了陆家2公子的事情呢？阿瑶心里对陆家2公子还是没有到很上心的程度。芊芊很了解我呢，我今日才知道女子能有身孕是那么难的事情。芊芊，要不以后我开始吃住院果吧？阿瑶想清楚了吗？芊芊，我真的觉得娶6个郎君就可以了。万一我22岁还没有生下女子，朝廷要我继续娶夫怎么办？阿瑶，其实生下女子的年纪普遍都在30岁以后，所以阿瑶……什么30岁以后？不可能吧？在凤都世家里，女子能在30岁前生下女子的很少很少了。如果有，那户人家的女子的家门怕是要被踩破了，甚至有些家族会直接求陛下直接把家中男子赐婚给女子的。不管我早生晚生，身边怕是不会少男子的，是吗？理论上是这样的。阿瑶，这10多年来，也只有2、3家女子是在30岁前生下的女子，其中有家是普通商户，一夜之间大家族都安排好男子下嫁到那名女子家里，更有直接找陛下赐婚的，那名女子的家立马就成了新贵。阿瑶现在即便没有孕育孩子，但有画师的身份，怕也是很多人家想嫁的备选。如果阿瑶在30岁生下女子，怕这阳城府还有其他县城的人家都会关注你。如果阿瑶我们后期去凤都，那些世家怕也是不会轻易放弃阿瑶的。他都想娶6个男子了，他也慢慢接受男子的伺候，这个心理建设他努力了很久的。现在告诉他，他想多了，他以后的男人都在路上呢。2人回到卧房。阿瑶，这些事情我们不想了好吗？阿瑶这么好，上天会眷顾你的。芊芊，我想自己静静，晚膳前你再来找我好不好？阿瑶自己一个人可以吗？我怕你会想不开，伤害了自己。不会的，我不会伤害自己，我只是想要自己把事情想开，毕竟是我要接受的，不是吗？好，
那还要自己想一会儿。我让春日和春霜在门外守着，好不好？好。躺在床上的苏月瑶慢慢的平静下来。如果能早生了，她前仆后继的被男子追着，甚至直接被女皇下旨赐婚，半点由不得自己。如果生不出来，还是继续娶夫，说不定还能遇见她喜欢的男子。没有一个是自己能抓在手里的感觉，她的心真的好累。好在自己今日知道生孩子是不疼不痛，也没有妊娠反应，甚至生下来也不用喂奶。这样她是不是不用担心，直接听天由命的吃助孕果，看老天想如何了。反正都是娶男子，一种是送上门的，一种是她自己选的。真没想到有一天她会娶不知多少个男子，简直了。晚膳用过后，杨千寻牵着苏月瑶的手来到旁边的偏院。还有以后陆家公子就住在这个院子吧，虽然说有点小，但是也给他们配了单独的卧室和书房。芊芊，这些事情你安排就好了，咱们这个院子本来就小，能单独隔出来这里已经不错了。等他们嫁过来，我们再商量商量要不要换一个大一点的宅子。芊芊，不怕我以后会娶很多公子吗？是有些怕，但是拦不住。我其实挺羡慕我父亲他们的，那个时候最起码没有朝廷的诏令，女子娶夫全由自己决定。虽说几千年来每个女子都是多夫，但也个别娶得少的一心传自己郎君的。阿瑶也不用有负担，我们自小都明白将来的妻主会有多个郎君的。再说了，法规如此，我们都是要认命的。翌日，苏月瑶一早醒来就去了书房画画。她打算月底在七路书肆拍卖她一些画作。这年头什么都不可靠，还是有银钱是最重要的。女君，奴有事情要禀告，可以进来吗？进来吧。陆家大公子和小公子想要见女君，主君已经在前厅招待了，女君要见吗？你去回话，就说我稍后就去。好的，女君。到了前厅，几人坐下后，苏月瑶看向陆远义和陆远景。你们今日有事情？昨日给陆伯父的画作他不喜欢吗？当然不是，是父亲很喜欢苏女君的画作，特意让我和远景给苏女君送上一份谢礼。谢礼就不用了，他是你们的父亲，一幅画而已，应该的。苏女君不用推脱，父亲不知道送什么合适，里面是一些银票。银票啊？那也不用的，我不缺钱。苏女君你就接下吧，不然我和大哥回去，父亲知道我们没有完成任务，怕是会说我们的。苏女君收着就是了。我当时给你父亲画画，并没有打算收银钱的。父亲说里面给的银钱不多，陆府其他人也都知道苏女君画了画，如果你不接，以后怕是会有人不停地找你作画的。哦，原来如此，那我就收下了，回去替我谢谢陆伯父。好的，苏女君。还有苏女君，我此次来是为了上次说的救治落水者的手法，今日苏女君方便教育我吗？西河县因为挨着河流，每年落水的女子不少，今年陛下又下了诏令，西河县的县令找到当地的陆家药堂分号，想要制定出如何快速救助落水女子的方法。我想这2日和新妹妹一起过去看看。当然可以，就是这样的方法你当时也看到了，要有肢体接触，会不会有麻烦？应该无事的，毕竟能成功把女子救治回来也是大功一件的。再说如今只要是能护着女子，朝廷是不在乎其中的方法的。行，那我教你吧。我需要一个人当做落水者，春日你过来，躺到这里。苏女君，我其实挺好奇的，不然就让我来当落水者吧。在苏月瑶还没有回答的时候，直接躺到他指的软榻上。远景，陆小公子既然躺下了，也是可以的。之后，苏月瑶蹲在他的身边，落水者就到岸上后，应使他头朝下，敲开其牙齿，用手指清除口腔和鼻腔中的异物，用手掌拍打溺水者的肩背，使其呼吸道通畅。其实中间还有一步，要松开衣扣、腰带之类的。但是古代人穿的衣服不是很紧身，而且名节也摆在那儿，这步苏月瑶就没有说。躺在地上的陆远景
感受到苏月瑶捏着自己的脸，甚至手指摸到她的牙齿，顿时脸色微红，整个人有些瑟缩。陆远义听得很认真，杨千玄看着苏月瑶的动作，有一刻的皱眉。之后是第二步，让落水者平卧，要快速按压落水者的腹部，使其吐出呼吸道中的积水。如救人者力气较小，还可以用膝盖顶着落水者的腹部，促使落水者呼吸道中的积水流出，这个时间不能太长。第三步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如果遇到落水者呼吸困难，心跳微弱，应及时进行人工呼吸，还要对心脏进行按压。人工呼吸，就是你上次让那名女子的郎君对着女子的嘴吹气？是的，还有心脏按压是在这个位置。陆远景直接身体一抖，脸色红了个彻底，还是第一次有女子如此碰他。苏女君，这一步是为了让落水者能再次呼吸醒过来的？是的，原理我解释不来，你来试试这个姿势，我给确定下。当初他学这个急救的时候，可是练习了好多次，而陆远义只是看了一遍就能做到几乎都对的，很牛了。大哥，你压得轻点儿，再压你弟弟就没了。陆大公子，你这个力度确实有些大，要是救治女子怕是不行。我知道了，那苏女君可否给我示范出大概的力度吗？这力度？苏月瑶愣了下，其实她也是大概知道用多大力度，但是如何形容呢？最后她蹲了下来，把自己的手放到陆远义的手，之后开始按压，说道：陆大公子，差不多就是这个力度，你视情况而定吧。陆远义感受到手背上的柔软，愣了一下，立马回神感受苏月瑶所说的力度。苏月瑶按压了好几次，说：这个力度记住吗？我再感受下，麻烦苏女君再按压几次。好。苏月瑶没有想其他，又按压了几次。陆远景看着眼前大哥和苏女君的脸，特别看见大哥微红的耳朵，刚想说话，陆远义就一个用劲儿，差点没有把他按死。之后他看到大哥的死亡视线，撇了撇嘴，不敢多说话。苏女君，我知道力度了，今日多谢苏女君愿意把此法教授出来。陆家会将此法注明是苏女君教授，并上交给义县县令和河西县县令，以救治更多的落水者。那倒不用专门告知县令们是我教的，我也只是把方法告诉了你们，以后也是靠陆家去教授其他人，去救更多的人。陆远义看着如此的苏月瑶，心里有股说不上来的感觉。阿瑶累不累？先坐下来休息会儿。我没事，这个按压其实很考验胳膊上的力气，我刚刚没有按几次。近日多谢苏女君，我和远景还有事情安排，就先告辞了。好的，两位慢走，如果有问题随时来找我。好的，苏女君。接下来的几天，苏月瑶没有出门，全心都在作画上。终于选出来画的最好的6幅画作，苏月瑶让杨千寻在义县把他要拍卖的信息传出去，于是两人去对面的茶楼上等着消息。阿瑶的画今日怕是能够拍卖不少银钱，不用担心的。芊芊如何得知确定的？阿瑶的画很有意境，特别能让感受到当时你作画的心情，这么有共情的画作，在整个凤鸾国没有几人能做到的。那就借芊芊的吉言了，我其实也是怕有些人不喜欢这类的画风。苏月瑶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芊芊买新茶了，这茶水有股甘甜的味道，还挺好喝的。这是陆大公子上次拜访的时候专门送过来的。我怎么不知道呢？是他不让我告诉你的，怕你拒绝。他亲自给我泡了一壶，我喝过之后就知道这茶你会喜欢，所以就没有拒绝。好吧，下次我给他回礼。想来陆公子是不要阿瑶回礼的，大概是想阿瑶多关注一些他。多关注他？他那么大的人了，难道需要我嘘寒问暖的？阿瑶就没有发现陆公子看你的眼神不对吗？我是觉得他看我的眼神有点深沉，感觉像是要把我吸进去一样。我本来也想问问你的。阿瑶就没有觉得那是他喜欢你的表现？啊？阿瑶，我之前就说过了，陆小公子也许太过单纯，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喜欢，
但是陆大公子的行为怕是对你伤心了的。他不是怕家里人担心，没办法才嫁给我的吗？他也许是前世，但是现在恐怕是不是了。阿瑶，你要相信，你很好的，有时候你闪闪发光的时候会吸引很多公子的。阿瑶也不用有什么担忧，等你们成亲了，看他的表现吧。你要是慢慢的觉得他可以再回应他，要是觉得不好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用多管他的。芊芊，我听你的语气觉得你好坏，我怎么有种你不想让我喜欢他们的感觉呢？其实这个吧，我和他们是争宠关系，以后都是要看阿瑶的脸在后院生活的，所以阿瑶可不可以多爱护我呀？芊芊，咱们可是在外面啊，你说话注意点。在自家妻主面前不用在意。阿瑶，你还没有回答我呢，会不会多疼爱我啊？会的，会多疼你的。阿瑶可也记得呢。女君，春日让奴来通知您，第一幅画最高5100两银子。什么？5000多两银子？他之前估摸的价格在一幅画1000两银子左右，没想到值那么多银钱呢。恭喜阿瑶了，春雨下去吧，有信息再报过来。好的，主君、女君，奴先告退了。阿瑶，接下来就不用担心了吧？你的画作很好的。芊芊，我好开心的，如此以后我也能替你分担些，让你不那么辛苦养我。我才不要阿瑶分担什么呢，我养着阿瑶就很开心的事情了。最后6幅画拍出来3万多两银子。阿瑶还想呢。芊芊，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我的画作这么值钱。如果这幅画要在凤都拍卖，怕是价格又要翻1倍了。以后阿瑶还是每30天画出6幅画出来吧。我也是这么想的，物以稀为贵，我还是懂的。阿瑶，这些银子你是想要置办铺子还是庄子之类的呀？带田地的庄子是不是不好买？带田地的庄子里还有些农户，一般不在外面流通的。如果阿瑶想要，我回头去问问姨母能不能捡漏。这还能捡漏呢？当然可以，一般犯事的朝廷官员或者那些世家的旁支惹事了，上缴的银钱不足，就会以庄子相抵。县衙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进行出售的，好的庄子一般都是提前预定好的。那行，等我们有空去问问姨母。在这里生活做生意，他怕是也做不好。酒楼之前想的铁锅调料都解决不了，所以做美食是不靠谱。剩下的布匹衣衫之类的，要是去设计衣裳的款式，他脑子里也没有多少存货，他也不行。所以算是一点头绪都没有，还不如买个庄子，带上土地，多留些粮食。苏月瑶把事情交给杨千寻，就没有再管了。转眼到了初8，苏月瑶深吸一口气，往大门的方向走去。苏女君要想娶到远意和远景，可是要过我们这关的，不知道苏女君准备好了吗？想来这人就是凤都陆家的嫡女，在他旁边站着的是陆远星。此时的陆远星也是不怀好意的笑看着他。苏月瑶给各位姐姐妹妹问好，今日我娶了远意和远景，咱们就是一家姐妹的，还望各位手下留情。这苏女君的嘴说的我都听着喜欢呢，你就是这么把我陆家的公子骗走的？苏女君这么会说，我听说苏女君画了一幅画，上面写了一首诗，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那今日你娶了远意他们，可有什么好诗让我们听听？上来就要做情诗啊！一旁的人听到都开始起哄，让苏月瑶作诗。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苏女君这么喜爱远意和远景啊？好诗啊！苏女君再来一首，我还没听够呢。哎呀，我还是第一次听见女子这么会说情诗的。我做的诗各位满意了吧？可以让我进去吗？诗算苏女君可以。这苏女君有如此才华，我们让让她，放她一回。这边房中等候的陆元义和陆元景还有几个公子们都在笑着听下人们说门口的事情。哎呦呦呦，元义啊，你们找的妻主这么好的吗？这情诗啊，我听了都感觉牙酸。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小公子说的对，一个个妻主很喜欢你们呢。哎呀，元义啊，你们快给我说说，你们怎么选的苏女君啊？
是我们先看上苏女君的。远意眼光不错呀，苏女君每次看见大哥和我的时候，总会多看2眼的。嘿，苏女君也是很喜欢大哥和我的。那这就是你们互相喜欢了。哎呦，怪不得苏女君做出来这样的情诗呢，还真是太酸了。陆远义没想到苏月瑶会做出这样的情诗，他是不是对他也有一丝欢喜呢？苏月瑶来到后院陆远义他们的房门前，和里面出来的公子们拉开距离。各位，可否让我把远义和远景接走？苏女君不说说今日以后如何对远义还有远景吗？他没想到苏月瑶能这么有理，和他们保持距离。一般男子成婚，婚房里的男子都是1顶1的，或者是待嫁男子的好友，这苏月瑶竟然如此避嫌。我保证远义和远景进了我的后院，我会好好对他们，关心他们，不干预他们的事情。苏女君低着头，我们怎么能看出你的诚意呢？苏月瑶听到，缓慢地抬起头，好一个翩翩公子俏郎君呢！苏女君觉得是我们好，还是远义远景好啊？当然是远义和远景好，他们以后可是我的侧军呢。看来今日我们就是陪衬呢。苏女君不如夸夸我们，我们心情好了就放你进去，把远义还有远景接走，如何？陆公子说笑了，你们的样貌一个个比我都美，我怕是说不出来赞美的话了。哎呦，哎呦，你们听听，你们听听，这苏女君多能说呀！哎，怕就是靠这个把陆家2公子追到的吧？好啦，我们不为难苏女君，你在外面做一首情诗，你现在在远义他们的门口说出一首，他们要是满意了，这门就能开了。多谢各位，多谢。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苏月瑶话落，场面一度安静了。好诗啊，好诗。苏女君不愧是画师，作诗也这么厉害，当得起才女称号。他没有想到短短时间里苏月瑶会做出来这样好的诗句，义县真是人才辈出啊。远义、远姐，听到你们未来旗主说的情诗了吗？哎，要不要让他进屋啊？苏女君，请进。2人身穿大红衣衫，一个稳重大气风，一个阳光明媚风。2人也都被今日打扮的苏月瑶深深吸引。女子一身红衣，面容红润。远义、远景，我来接你们回家。未来希望我们能平和有爱的相处，我会尊重你们，照顾你们，理解你们。你们可愿嫁给我？其他的公子听到苏月瑶这样的话，都有一颗愣神。女子娶亲他们见得多了，女子大多都是高傲，直接拉着男子的红绸，在他们心里觉得男子能嫁给他们都是他们的福气。我愿意的，愿意的，愿意的。苏月瑶来到正厅后，和陆远义、陆远景郑重地给他们行礼拜别。苏女君啊，请你好好待他们。父亲放心，我会好好对他们的，不会让他们受委屈。好，那你们走吧，时辰不早了。之后3人走出了府。上了花轿的苏月瑶像是松了一口气，靠在椅背上微微喘息。妻主刚刚在陆府游刃有余的，这会儿是累了。大哥，你和妻主离得好近啊，你们在说悄悄话吗？当然是累啊，凤都那2位嫡出的女君和公子，他们是可劲儿的难为我的。哈哈，辛苦妻主了。远心没有帮你吗？你那个好妹妹不拖后腿就好了。苏月瑶和陆远义、陆远景去了前厅，在义县县令的见证下拜了堂。拜堂过后，陆远义和陆远景要回房洗漱，苏月瑶和杨千寻一起招待温县令。等所有事情忙完，天已经黑了。香香好累啊。一木已经回去了吗？一木已经回去了。还要这么累的吗？是啊，身体累，脑子累，心更累。
今天去迎亲，我见了凤都陆家的嫡女和嫡子了，真是为难我啊。阿瑶今日辛苦了，他们怕是觉得你深爱陆家公子才会如此呢。苏月瑶听到，尴尬的撇了撇嘴，还深爱陆家公子，他是赶鸭子上架，必须要娶啊。好在他今日终于熬过去了。那阿瑶赶紧回房洗漱休息吧。好，走吧，我们回房。女君，大策军想请您过去一趟。有什么事情吗？这么晚了，让他用过晚膳，早点休息吧。杨千寻听到后，大概明白什么意思了。陆远义想要今日苏月瑶留宿在他的房间。一般兄弟一起进门的都是长兄先同房，一连3天，之后是依次。杨千寻刚想开口，想了一下，什么都没有说。他不能总把阿瑶往其他男子身上推。如果阿瑶喜欢陆家公子，他没有意见。虽说他有了主君的身份，但是阿瑶不喜他如此，那他就不多说。当路过旁边偏院的时候，发现陆远义站在门口。只见陆远义穿了一身红色锦衣，头发散着，整个人看着很是慵懒，但气质还是很沉稳大气。脸颊边的碎发随着微风有一丝的晃动，感觉陆远义有种朦胧的美感。这人这是要干嘛呢？眼神中很是深邃地看着他，他还能从中看出了一丝情意，这样的眼神他在杨千寻眼中见过。七主，远义有事情要和您说，还请您进屋一叙。见过主君。策军不必多礼。我今日有些累了，非要今天啊？他怎么感觉今日要是进了他这个院子，门就不一定能出呢？七主，此事必须今天说。那好吧，芊芊你先回房。好的，阿瑶，我先回去了。只是他此时的心有些闷闷的，他知道阿瑶迟早会有其他人，只是一想到他今日要留宿陆远义房中，他的心隐隐的疼。苏月瑶看到杨千寻有些落寞的背影，下意识的想要追上他，但是陆远义更快一步，直接抓住苏月瑶的手，把她拉进院子里。苏月瑶踉跄的进了院子，发现陆远义紧紧地抓着她的手腕，他有一丝慌乱地说：“陆公子，你先放开我。”七主，我们已经澄清了，你叫我的名字，远义或者阿义。陆远义手轻轻地松了些力气，但是并没有放开苏月瑶。好，远义，你想进屋谈吧，院子里还是有些风，七主可不要着凉了。陆远义转身拉着苏月瑶往房间走去，苏月瑶认命地跟着他往屋里去。他这架势是要干嘛呢？难道他要和自己？七主，你来啦！嘿，你这3日就好好的陪大哥吧，不过3日之后就要来陪我了。这说的什么话呀？陪？不是他们陪他的吗？不对，他们还没有到陪不陪的情况啊。陆远景，时辰不早，赶紧回房睡觉去。陆远景听到也不恼，立马笑着回屋了。元义有什么事情可以明说吗？七主先随我进屋，再细说吧。苏月瑶进了陆元义的房间。七主，还请您今晚留宿在我房间。